婚礼当天，妻子追求真爱，跟着黄毛跑了。可父亲劝我，为了公司合作格局大点，我当场给了他大笔，都让他冷静。重生归来，谁还做着窝囊事？上一世我是魔都豪门宁家被拐的真少爷，直到18岁被宁家找回，却没想到回家遭到父母嫌弃，6个姐姐和妹妹更是对我非打即骂，全家的万千宠爱皆在养子宁继伯身上。可即使他们这般对待我，我依旧想用一颗真心温暖他们，来获得那份从小极度渴望的亲情。没想到最后我竟然死在亲人妻子跟养子宁继伯的联合算计之下，死的时候才30岁。好在老天开眼，让我重生回到24岁婚礼现场，这一切屈辱悲剧的开始。你这个废物，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我宁苍木有你这儿子真是倒了8辈子霉，早知道就不该把你从孤儿院领回来。老家伙，给我闭嘴！宁慕云眼中的寒气让宁苍木身形一震，即将出口的怒骂也堵在了喉咙里，说不出口。宁慕云，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谁让你这么跟爸爸说话的？就是，你要还是个人的话，就跪下来给爸爸道歉。姐姐们，你不要这么说慕云哥哥。虽然慕云哥哥可能是做错了什么事引云烟生气才逃婚的，可他现在也是很可怜的，我们就体谅体谅他吧。还是我们季伯好，这么没规矩的东西，他不配当我的弟弟。宁慕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看着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阴阳怪气嘲讽辱骂，瞬间就笑了。我还真是瞎了眼，上一世竟然把这群人当成了家人，所有的恩怨情仇就在今天做个了断。宁慕云，你在笑什么？还不快点给我跪下向爸爸道歉！宁若琳，你在狗叫什么？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竟然敢骂我！看来我平时太惯着你了。宁若琳怒气冲冲的冲上来，做事就想给宁慕云一个鼻斗，然而下一秒却打在了宁若琳脸上。宁慕云，你简直是狼心狗肺，你怎么敢打你六姐？宁延君，是不是我忘了打你？你在这里狗叫什么？此时宁延君3步并作2步，抬起脚做事要往宁慕云肚子踹去。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又挺急速而起，猛地往外一踹。四妹，你没事吧？二姐，你帮我好好教训这个家伙。宁慕云，你还不赶紧滚过来！谁允许你动手了？怎么只准他们打我，不准我还手？另一旁的宁苍木、梅圆圆跟沈文山、白燕两夫妇都傻眼了，这还是原来那个彬彬有礼、逆来顺受的宁慕云吗？慕云哥哥，你太过分了！你自己做错事，惹得云烟生气逃婚，跟4姐6姐他们又没有关系，你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干嘛？宁慕云，就算你有婚约又怎么样？你永远也别想得到沈云烟，她永远是我的，宁家的家产也是我的，哪怕你是亲生的又有何用？宁慕云，你要是有季伯一半懂事，云烟还会逃婚吗？抛开事实不谈，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不愧是版本 T0，事实都不谈，你要我谈什么？宁淑贤，你不想挨上一个大笔兜就给我闭嘴！嘤，慕云哥哥，你真的太凶了，不像我只会心疼姐姐。你要是想撒气，那就撒到我身上好了，不管你怎么打我，我都不会怪你。真是好熟悉的茶言茶语，我说那个杂碎，这可是你说的，不管我怎么打你，你都不会怪我。慕云哥哥，我只是……宁继伯本能感觉到一丝不妙，刚想说话拖延一下时间，可宁慕云根本没给他逃离的机会，狠狠揪住他的头发提了起来。啊，疼，快给我放手！这个杂碎，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装糊涂。我告诉你，这些年你干的那些事情我都明白，别以为你那点阴谋诡计可以瞒天过海，更不要以为有他们护着你就会没事，一天是杂碎，你永远是杂碎。听到这话，宁继伯也撕下了伪装，用一双怨毒的眼睛看着宁慕云，小声说道：宁慕云，识相点，赶紧把我放下来，信不信我让爸妈收拾你？傻缺，事到如今，你以为我还会在乎他们吗？想起前世今生受过的那些陷害和冤屈，宁慕云一双眸子顿时变得猩红不已，怒火瞬间点燃了理智，炽热的血液如同岩浆一般灼烧着宁慕云的灵魂。宁继伯，我告诉你，今天我先收点利息，来日我再陪你慢慢玩，放心，我一定会玩嘎你。宁慕云，你要干什么？给我住手！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2颗鸡蛋在坚硬鞋底的践踏下应声爆裂。这时宁母梅圆圆反应过来，不顾一切的推开宁慕云。季伯，妈给你出气，宁慕云，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梅圆圆说完，抡起胳膊就扇了出去，可下一秒她就被宁慕云反手一耳光狠狠的抽在了脸上，飞了出去。逆子，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你妈呀！你这个没有教养的东西，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梅圆圆，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从你嘴里听到你是我妈这种话。你是我儿子，我为什么不能说？梅圆圆，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这种苛责虐待、认打认骂、没有尽到母亲半点责任的人，配当我妈吗？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以后再让我听到这些话，别怪我翻脸。梅圆圆突然觉得心里猛地一痛，好像永远失去了什么。而一旁宁淑贤3姐妹跟蛋碎的宁继伯看着眼前这一幕都傻，平时软弱可欺的宁慕云怎么今天突然学会反抗了，还反抗的这么凶？宁慕云，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把云烟交给你？宁家出了你这种儿子，真是倒了8辈子霉。你不说话，我还差点忘了你们这2个老家伙。前世宁慕云和沈云烟结婚后，沈家父母就不停在为沈云烟寻找下家，把她当做最低等的下人。而此时宁慕云周身的凌冽的气势，让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吓得瑟瑟发抖。你别过来！你想干什么？老东西，再指一下试试，信不信我把你手给废了？另外，我宁慕云与你们沈家正式解除婚约。什么？宁家这舔狗今天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整个圈子谁不知道他喜欢沈云烟，喜欢了整整8年。逆子，谁让你和云烟解除婚约的？这是我们宁沈2家定下的亲事，由不得你做主，你想都别想。就是，快点把你刚才的话收回去，你不能跟云烟离婚。老东西们，我这不是申请，还用不着你们同意。宁慕云只觉得十分可笑，前世沈文山2夫妻一直看不上自己，从结婚那天起一直在贬损自己，如今却死活
活不让离婚。不过死过一次的他已经不想再陪他们玩这种猜谜游戏了。你这个逆子，竟然不听我的话，看我不打死你！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下一秒宁苍木的胳膊呈90度扭了过去，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会场。逆子，你竟然敢这么对你老子，我一定要找捕快把你抓进去！宁苍木，我就算被抓到衙门，也不过赔你1点医药费，可你要是到了衙门，可就不一定能再出来。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林晓东是怎么消失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我告诉你，除非你跟我们断绝关系，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和沈云烟解除婚约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可以，皇天在上，后土为证。本人宁慕云以血为誓，自今日起与宁家上下断绝所有关系，此生不复相认。若有违此事，五雷轰顶，天诛地灭。此时在场众人看着宁慕云离开的背影，都呆滞在现场，心中不由冒出一个个问号：这还是之前那个为了家人忍气吞声的宁慕云吗？老娘，你看这是怎么办？这小子要是真离婚了，那个东西可就得不到了。给我闭嘴！要不是你女儿整这一出，把她刺激到了，能闹成这样？前世我舔了沈云烟14年，她患病那年，我不惜献出半颗肝脏为她治病，可到头来还是敌不过黄毛一碗白粥，最后还与贾少爷宁继伯合伙一起将我害死。如今重生回来，我要让他们一一付出代价。接上集我大闹婚礼现场后，便朝着新房走去收拾行李。妈，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么急叫我回来？宁慕云他人呢？今天那个小畜生就像疯了一样，把宁家那几位拳打脚踢，甚至还一脚把宁继伯变成了公公，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要和你解除婚约。爸，你说的真的是宁慕云吗？可能是你今天举行婚礼的时候一声不吭的离开会场，把他刺激到了。爸也知道你不想嫁给宁慕云，可这门亲事对沈家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能让他离婚啊！爸，我知道的。至于宁慕云说他要退婚，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把戏而已。就他那舔狗样，只要我勾勾手指，他就会爬过来。女儿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另一边回到新房的宁慕云正在收拾自己的行李，他一刻都不想与这群人有半点的接触。就在这时，熟悉的引擎声在门外响起。宁慕云，你在婚礼现场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今天出门没吃药？此时宁慕云再次看到这个凉薄的女人，只觉得非常恶心，心中顿时产生一股邪火。沈云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说话？宁慕云，我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不能说你？好一个妻子！婚礼现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逃婚，你也配当我的妻子？我那是有急事，又不是故意逃婚。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急事？你的急事就是去机场送别吴明辉，可真让我恶心。你竟然跟踪我，你不过是我法律上的丈夫，我们之间又没有感情，你没有资格管我的事。呵呵，没错，我是没资格，所以请你让让，我要走了。不许走，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你就不能走。宁慕云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反手就是一个大笔斗。沈云烟，我没见过比你还不要脸的人，这一笔都是你上辈子欠我。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你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你跟我发誓要爱我一辈子的，难道你忘了吗？那些话就当喂了狗吧。现在你听清楚了吧？听到宁慕云冰冷的语气，沈云烟很想发火，可不知为何心里有些慌张。今天的事情是我有些草率了，我不该抛下你去送明辉，可他马上就要出国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总不能不去送送他吧？沈云烟，你跟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关心，哪怕你今天跟我离婚，明天嫁给他也跟我无关。宁慕云，我真的和明辉没有关系，为什么你就不能听我说一句话？沈云烟，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如果不想再挨上一个大笔斗，现在就给我让开。此时沈云烟脾气也上来了，怒火冲天的她脱口而出：宁慕云，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跟我爸妈、你爸妈还有季伯明辉他们道歉，另外还要去向那些宾客宣布你今天说的话都是胡言乱语，否则我就跟你离婚。是吗？那不正好？沈云烟，现在民政局还没有关门，你拿上证件，我们现在就去离婚。沈云烟这才反应过来，是宁慕云一直想要离婚，于是连忙改口道：不行，我绝对不跟你离婚。你愿不愿意都无所谓，明天我会让律师把离婚协议书给你。说完便提着东西向外走去。此时沈云烟心里慌了神，伸手想把他拉住，却被宁慕云一巴掌甩飞出去。宁慕云，你这个混蛋，给我站住，我恨你！宁慕云走出别墅区大门，心里一阵轻松，前世没有说出的话现在全都说出来，只觉得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沈云烟这边准备走离婚程序就好，至于宁家，明天就去找那些畜生做个了断，前世欠我的一个也别想跑。另一边魔都某医院内响起宁家大姐等人匆忙的脚步声。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思杰、雨嫣、冉冉，你们来了。妈，你不是去参加宁慕云那人的婚礼吗？怎么大家都来医院了？一听到宁慕云3个字，梅圆圆就气得双手发抖，连忙将婚礼现场的事情说了出来。您说什么？那个小畜生敢在婚礼现场对你们动手，还让季伯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简直岂有此理！大姐，我以前就跟你们说过，把这个贱种赶出家门，你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这个贱种把季伯哥哥打成了这个样子，我现在就报警把他抓起来。不许报警！一声厉喝吓得3姐妹一哆嗦，齐齐转过头来，映入眼帘的便是面色阴沉的宁苍木。爸，那个混蛋把季伯哥哥打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不能报警？没有为什么，我说不许报就是不许报。爸，平时你不是经常管教宁慕云吗？怎么今天他干了这么无法无天的事，你反而不管了？面对大女儿和妻女儿连番的劝阻，宁苍木暴怒的大喊道：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天的事任何人都不许报警，这是我们宁家的私事，谁要是敢报警，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永远不认他这个女儿，你们明白了吗？爸，都给我闭嘴，我不想再说第二遍。面对暴
暴怒的宁苍木，众姐妹即使再生气，也只能强行忍了下来。我们知道了，爸。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我们先去看看季伯。说完，宁苍木一行人朝着病房走去，丝毫没有注意到宁冉冉一个人站在原地，拿着手机拍下众人去病房的视频。季伯哥哥，冉冉一定会给你出气的，那个杂碎绝对会被城主府抓住。不过在这之前，先让他体验一下网友们的问候。此时宁慕云并不知道有一场针对他无比剧烈的舆论风暴正在网络上酝酿，他正坐在新租来的阳台上享受重活一事所带来的喜悦。算了算时间，宁季伯那个废物也该清醒过来，得知自己变成噶尔丹了，希望他会喜欢我送的这份礼物。至于宁家其余几人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接上集，宁慕云前往宁家拿回自己的东西。夫人，慕云少爷回来了。好啊，把我儿子打成那个样子，他还敢回来？妈，他不是在婚礼上说要和我们宁家上下断绝所有关系吗？现在又回来做什么？该不会是想反悔吧？四姐，他肯定是舍不得我们宁家优渥的环境，不如我们罚他在外面跪上1天1夜，再狠狠打他一顿，给季伯哥哥出气。此时门铃声急速响起，足以见门外人的急切心情。参加过婚礼的宁若琳看了大门一眼，心里不知怎么的突然松了口气，底气一下子上来。我觉得这么大的错落，光挨顿打就想一笔勾销，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要让他关进城主府，好好反省一下。对，就这么办。等把他送进城主府之后，妈再找人在里面继续收拾他。都给我闭嘴！我昨晚说的话你们全当放屁了不成？我说不许报官就不许报官。这时门铃声再次响起，梅圆圆母女几人狠狠瞪了一眼大门，转头劝说宁苍木：老公，你不能太偏袒他了，季伯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你就不心疼吗？爸，就是他现在就在门外，想要求我们原谅他，你信不信我不管对他做什么，哪怕活活打死他，他都不会吭声。宁苍木瞥了宁延君一眼，表示自己非常怀疑，可他却把这当成宁苍木同意了，连忙趁热打铁劝慰道：爸，昨天是云烟把他刺激到了才会发疯，你看他今天睡醒，这不就后悔过来道歉了？而且只要我们把他悄悄关进城主府大牢里，也影响不了公司股价。是啊，爸爸，就他那无法无天的样子，迟早惹出大祸来，还不如就这么送进城主府，让他长长记性。叮咚，门铃声第3次响起。老爸，你就听我们的吧，你看那个废物现在都急成什么样了，按了这么多次门铃，他肯定是知道害怕了。难道那小畜生真的知道错了？可他昨天不是还拿林晓东那件事来要挟我吗？真昨晚忏悔了。这时门铃声第4次响起，听到急促的门铃声，宁苍木放下了所有的顾虑，再次恢复到那副高傲自得的样子。好吧，就随你们一次，就让他先在外面站着等，好好长长记性，一会我们再收拾他。话还没说完，下一秒大门从门框上脱离下来，像一个巴掌一样直直拍在了桌子上。我按了足足4次，你们这些畜生都聋了吗？耳朵不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此时宁慕云冷厉的样子让去过婚礼现场的宁家几人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只有没去过婚礼现场的老妖宁冉冉没有察觉到危险，反而怒气冲冲地大声呵斥道：宁慕云，你这个废物，不仅把季伯哥哥打成那个样子，还大清早的来这里撒野，我今天就来管教你这个没有教养的家伙。冉冉，不要过去！下一秒冲过来的宁冉冉被宁慕云一巴掌抽得倒飞了出去。死废物，你竟然敢打我，信不信我？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宁慕云一脚踹在他的脸上，打死我！真不愧是我疼爱有加的好妹妹，今天就让我这个做哥哥的来好好教教你怎么尊重别人。你这个废物！下一秒，宁冉冉只觉得肚子传来一股巨力，直接飞。宁慕云，她可是你亲妹妹，你怎么能下料这么重的狠手？亲妹妹？哪家的亲妹妹把亲哥哥叫做废物？你别忘了，你昨天说要和我们上下断绝所有关系，冉冉现在就不是你妹妹，叫你废物根本不过分。那按你这么一说，确实不过分。你知道不过分就好，还不赶快给七妹道歉？傻缺，宁延君，你是不是脑子有泡？要不要我一巴掌给你拍出来？既然她不是我妹妹，那我打她又怎么样？任何人敢这么骂我，我都会往死里打，这还算是轻的。宁慕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一定会把你送进城主府。无所谓，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那你大可试一试。行了，逆子，你不是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吗？那你今天来这到底要做什么？来我们面前耍你的威风？我宁苍木一生如履薄冰，成功上岸，你这点把戏在我面前就收起来吧。行了，薄冰哥，你可别太高看自己，我现在来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这里没有你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我宁家的资产，跟你没有一点关系。现在你马上给我滚！老家伙，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拿走我带到这个家的所有东西，还有我要和你们所有人断绝法律上的关系。你做梦！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和你断绝关系的。你不要想着能脱离我们宁家自理，别在这里痴心妄想了。宁苍木，你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了？我的户口在和沈云烟领结婚证那天已经被你们迁出去，换句话来说，我已经是另一个户头的人了。现在你拿什么来阻止我？拿你那张厚脸皮！宁苍木气得浑身颤抖，指着宁慕云半天说不出话来。该死的沈文山，都怪他那个蠢货女儿，不然这宁慕云也不会发疯。他要是断绝了关系，那笔钱可就泡汤了，到时候宁氏和沈氏都要遭受重创。此时无数思绪混合在宁苍木心里，让他悔恨不已，心里对沈文山的怨恨也在短时间内超过了宁慕云。就在两人对峙之时，一股烧焦的气味从花园外传了进来。突然宁慕云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不顾一切地朝着后门跑去。接上集，宁慕云返回宁家索要自己东西，遭到亲妹妹阻拦，我当场上去就是一个大头。重生归来，谁还在意这群人渣？就在这时，一股烧焦的气味从花园外传了进来。宁慕云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不顾一切地朝着后门跑去。只见冒着浓烟的火堆里是泛黄的信件、破损的自制玩具以及一本厚重的日记本，那是宁慕云逝去的孤儿院院长在宁慕云12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那上面写满了宁慕云这些年的辛酸苦辣，是他生命的见证。宁思杰在干什么？眼瞎吗？你拿来的这些脏东西和你一样，根本不配留在我们宁
宁家，今天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医。宁慕云不等宁思杰说完，就冲进了火堆，不顾一切的想要把东西抢救出来。可水火无情，尽管宁慕云忍受着火焰的灼烧，强行抢救，最后也只是抢救出一本日记。这时宁家众人看到这一幕，觉得十分解气。原来你也有伤心的时候，你打季伯有想过他会有多伤心吗？这不过是我对你的一点点惩罚。现在你马上给我滚到医院去，给我跪在季伯的病床前忏悔。此时宁慕云好像没有听到宁思杰的话，只是自顾自的说道：“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我？我不过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为什么你们要毁了它？”宁慕云，你聋了不成？没听到我在跟你说话吗？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毁了它？我喜欢，我乐意。这个回答满意不？你不是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吗？这里是断绝关系协议书，只要你签了它，你和我们宁家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宁家的钱一分你都别想拿走，怎么样？签不签？可下一秒回应他的是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那张高傲的臭脸上，打得他瘫倒在地。此时宁慕云整个人四周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但多年以来对待宁慕云养成的习惯，让他依然在用那副高高在上的语气厉声呵斥：“你竟敢打我！我今天要打死你！”宁慕云站在宁思杰面前也不说话，只是一脚一脚地砸在了宁思杰的脸上。剧烈的痛楚让宁思杰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心里已经满是惊恐。宁思杰，今日你对我做过的事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我再也不……这就怂了？你不是最喜欢毁掉别人的宝物吗？我就陪你玩到底。我宁慕云发誓，一定会将你宁思杰所有珍视的东西一一摧毁。你我之间自今日起不死不休。下一秒，轰鸣的雷声从9天传来，好似上天认可了宁慕云的誓言。宁慕云，你大姐不就烧了你一些破烂东西，你就这么打她？你还是不是个人？我当年就不应该生下你。这就急了，真不愧是一个模范母亲啊！你要不要看看我身上的那些伤疤是谁留下的？是你，我的好母亲。我跟你们宁家好戏才刚开始，别着急，也会轮到你。宁慕云转身欲走，脚下突然踩到了那张协议书，只见上面宁思杰不仅要自己放弃所有的继承权，还包括祖父在世时给自己的那些钱。宁思杰，看来我真是高估你的道德下限，这份断绝关系协议书我是不会签的。妮子，既然你不想和我们断绝关系，那你为什么要把你大姐打成这个样子？老东西，你可别误会，我还是那句话，我宁慕云要和你们宁家上下断绝所有关系。那你就签字啊！你为什么不签？是不是还在意我们宁家的家产？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你在这里装什么？宁冉冉，给我看清楚了，这里只有宁思杰一个人的名字，还缺8个人的签名。什么时候你们一家子都签上名字再来找我？怎么会缺8个名字？不是应该缺9个名字吗？宁慕云知道宁冉冉在想什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寒声说道：“我说的宁家上下不包括宁继伯那个公公，他不是宁家人，我和他没有关系，也不需要和他断绝关系。”你这个死废物在说什么？你凭什么这样说继伯哥哥？我的好妹妹，看来刚才还是没有让你长记性，这是我的错。话音未落，宁慕云朝着冲来的宁冉冉就是一脚。你竟然又打我！我是你妹啊！你怎么敢打我？闭嘴！下次你要是再敢动手，可不仅仅就这么简单了。记住了，凑齐那剩下的8个签名再来联系我，否则就不要给我打电话。宁慕云，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季伯、大姐、七妹他们可都是你的亲人啊，你为什么要把他们打成这个样子？你难道良心就不会痛吗？宁洛林，从我16岁认回宁家开始，已经过了8年。这8年来，我不止一次被你们打得瘫倒在地。那个时候怎么不见你为我说话？你的良心又在哪里？我们对你这样都是为了你好。你在孤儿院生活了13年，身上染上了外面的坏习惯。我们打你的时候，也是因为恨铁不成钢。为了我好，你们真是虚伪的让我恶心。我在孤儿院13年的日子里，每年在学校我都是学生优秀待遇，就算是染上了一些坏习惯，那也是你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你放屁！不是吗？我本来能自小接受最好的精英教育，是一切都被某人给毁了。是谁让我3岁被拐卖，最后被送进了孤儿院？提到这件事，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不自然起来，尤其是宁仓木和梅圆圆眼神中更是出现了罕见的愧疚。倒是宁洛林眼神在瞬间变得慌张起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带着仅仅只有3岁的我去游乐园？你是真的想带我去玩，还是想把我丢掉？我没有，我不是，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宁洛林，我会慢慢和你算这一笔账。我被拐卖之后，这13年来受到的所有痛苦，都会让你好好尝一遍，好好期待吧。就在这时，门口处传来一道声音：“你好，请问是宁仓木先生家吗？我们有件案子想和您了解一下。”此时宁仓木看到眼前之人，顿时脸色苍白，可宁冉冉却就高兴得不能自已。我真不愧是个机智的小仙女，看来我昨天那个视频起效果了。宁慕云，你要完蛋了！是谁报的官？把我的话当放屁吧？老爸，是我，不过我可没报警，我只是在短视频里艾特了一下，这可不算不听你的话。短视频？什么短视频？宁冉冉掏出手机，得意洋洋地摆在宁仓木面前，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差点气出脑溢血。只见短视频上面的内容。怎么样，我拍的不错吧？我可是把你们每个人都拍得清清楚楚，那些旅游博主都没有我拍的好。好，没想到我宁家竟然出了你这个大聪明。你知不知道发布这个视频会有什么后果？爸，你这是在夸我吗？后果我肯定知道，不就是宁慕云那个废物被关进大牢里吗？不过没想到我这视频播放量达到了5000万，还涨了整整50万粉丝。啪的一声巨响，宁冉冉被一耳光扇在了地上。爸，你打我，我做错什么了？你凭什么打我？你该打！你这一条视频把我们宁家的脸都给丢尽了，现在所有人
人都知道我们宁家出了一个公公，你让季伯以后怎么做人？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这位宁家主打的这么轻视没吃饭吗？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家公司因为这条视频让网友觉得后继无人，股价大跌，市值蒸发了20个亿。此时宁仓木只觉得大脑嗡的一下，站在原地摇摇欲坠。那个宁仓木先生，您要不再坚持一下，别倒了。我们昨天就注意到了网上流传的这条短视频，想和您了解其中的实情。宁慕云是不是真的把您另一个儿子打成了重伤？如果事情属实，我们要带他回城主府接受调查。听到捕快的声音，宁仓木一下子回过神来，蒸发了20亿是心疼，可再心疼也没有自己小命重要，连忙否认道：没有，绝对没有，那视频上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家里过得可和谐有爱了。宁慕云先生真的没有踩爆宁季伯先生的那个吗？绝对没有，季伯他只是不小心出了车祸伤到了。不对，明明是那个废物在婚礼现场踩。给老子闭嘴！信不信我把你卡停了赶出宁家？正当2名捕快还想盘问时，宁慕云突然举起手来。街上极恶毒大姐故意烧毁我所珍惜的物品，我直接一击中枪，教她如何做人。就在这时，门口来了2名调查宁季伯蛋碎事件的捕快，而宁仓木担心宁慕云暴露他的秘密，特意为他掩盖事实。不料宁慕云并不吃这套。那个打扰一下，视频里面的事情都是真的，宁季伯是我踩爆的，躺在地上那几个也是我打的，你们把我带走吧。宁慕云这一下子直接把2名整不会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配合的义兄，可宁仓木只觉得眼前一黑。这个逆子，他是想把我害死啊！真要到那一步，自己不仅会失去眼前的一切，还得去某个地方吃2颗花生米。哎呀，2位同志，这一切都是误会，网上那些消息都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女儿胡编乱造的。我这儿子从小就善良，每天都骑着老奶奶过马路。这不是误会，那些事都是我干的，你们把我抓走吧。以前我的没选，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一旁宁仓木气得差点脑溢血，强忍着怒气小声说道：宁慕云，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你最好见好就收。过分？这就过分了。林晓东那事也不大，最多也就吃几颗花生米，多小的一件事。宁慕云，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才肯善罢甘休？很简单，我要宁冉冉在他的短视频账号上对我公开道歉，让他自己发布视频承认自己昨晚发的视频都是胡说八道。不可能，除非我死了，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向你这个废物道歉。宁家主，看来你女儿并不听你的话，也不知道待会去城主府本子厚不厚，够不够写你的某些内容。冉冉，快过来，给你哥哥道歉。爸，你竟然让我给宁慕云那个废物道歉，凭什么？凭什么？凭你这个蠢货让这条视频使公司亏损了20亿，1/10的资产就这样白白丢了。俗话说忍一时越想越气，宁仓木猛地冲到宁冉冉身前，一个大笔都甩了过去。宁冉冉，我告诉你，如果你不道歉，那我现在就把你逐出家门，你以后是生是死跟宁家没有丝毫关系，听到了没有？面对嘶吼出声的宁仓木，宁冉冉终于怕了，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宁仓木生这么大的火，对着宁慕云的方向怯怯懦懦地说道：对不起，慕云哥哥，我在网络上发布的那些都是在胡说八道，是我在栽赃陷害，我向你道歉。没听到我刚刚说什么吗？我要你在网上公开道歉。宁冉冉还不按照你哥的要求去做，你在犹豫什么？爸，我账号可是有700万粉丝呢，这一发我的事业不就毁了？宁慕云，你不要太过分了，冉冉都已经向你道歉了，你真的忍心毁了他的事业吗？哟，宁延君，你这么喜欢当圣母，不如打个车去乐山。宁家主，看来我还是得去一趟城主府喝咖啡了。行了，宁延君，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的事。宁冉冉，赶紧给我拍个视频发上去。宁冉冉很想拒绝，可面对宁仓木狰狞的眼神，只能啜泣着举起手机，按照宁慕云的要求操作起来。宁慕云，这下你满意了吧？还不错，早这样何必搞到这个地步。说完，宁慕云转头对着2名捕快说道：不好意思，刚才我有些记错了，我并没有做过那些事，不知捕快同志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此时2名捕快嘴角抽搐个不停，看着这别墅里宁家上下脸色古怪的样子，2人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自己等人不知道的内情。可现在这一家子把责任都从这宁慕云身上给撇清了，就是想把他抓回去都做不到。那个小姑娘，以后不要随便胡编乱造，我们也是很忙的，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们可就要带你回去接受教育了。我知道的。2名捕快深深地看了宁慕云一眼，随后一脸无语地离开了宁家。老张，我们就这么走了？姚局那里怎么办？他可是亲自吩咐我们要把这个宁慕云给带回去的。没办法，人家家里人全都把责任给揽下来了，我们想抓也没办法，只能和姚局实话实说了。唉，希望他不要太为难我们俩。此时宁家别墅内，宁慕云看着地上东倒西歪的宁家众人，眼中寒光四溢。想报官抓我，随便你们，有什么招式尽管使出来，我接招就是。不过我得提前告诉你们，敢对我出手就要做好手被剁下来的准备。这只是给你们一点开胃菜，下回我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话落，宁慕云转身便走，留给宁家人一个冷酷的背影。此时宁家众人气得恨不得将他撕成碎片。爸，明明是这个废物打伤了我们，为什么你不让人把他抓走？你看他多嚣张！闭嘴，我这么做有我的道理。另外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招惹他，也不准你继续在网上发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要是再敢自作主张，我就把你赶出家门。宁家以后的家产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听到宁仓木这么贬损自己为之以自豪的事业，本就委屈到极点的他终于爆发。走就走，这个家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我恨你们！冉冉，别走，别叫他，让他走。他这些年惹下的祸也不是1次2次了，也该让他尝尝记性了。宁仓木冷酷无情的话让宁延君心里一痛，刚想劝说几句，却发现后背突然刺痛起来，一下子瘫软的坐在地上。延君，我的女儿，你怎么了？老公，看来是严军脊椎病犯了，快把他送到
医院里去。另一边走出宁家别墅的宁慕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垂下头来。院长，对不起，重生一世我还是没能保护好他们，您给我最后留下来的东西还是被他们给毁掉了。这时天空突然下起雨来，猛烈的大雨仿佛要冲刷掉这世间上一切的悲伤。突然一道优雅温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只见一位高挑温婉的美人一脸关切地看着他。小云，你回来了。云烟姐，你怎么全身都淋湿了？快跟我回家。宁慕云还没有从那份悲伤里回过神来，任由着温云烟拉着向温家别墅走去。看着那只白嫩柔软的手掌，宁慕云冻结的内心终于出现一丝火光。云烟姐，不管前世今生，你还是这么的温柔。温宁两家是多年的邻居，在宁慕云幼年幸福的记忆中，温云烟一直是大姐姐的存在，比宁家姐妹要更加疼爱自己。可惜那次走丢断绝了两人13年的联系。当再次相见，温云烟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宁慕云。温云烟把自己紧紧抱在怀里，哭得撕心裂肺，嘴里还一直在跟自己说对不起。她是宁慕云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阳光。小云，你手怎么烧伤了？云烟姐，没什么，我自己回去擦点药就好了。不行，小云乖，你先在这坐着，我去找一下急救包，马上来给你处理伤口。宁慕云看着温云烟为自己忙碌的样子，不由心里一痛。上一世温云烟肺部天生虚弱，可看到她在宁家遭受虐待，一次次为她和宁家姐妹产生冲突，每次争执生气都是对她身体的摧残。可她因为那虚无缥缈的亲情和责任感，任由温云烟与那些畜生争执。对不起，云烟姐。怎么了？是不是我把你弄疼了？没有。温云烟看着陷入悲伤的宁慕云，心中刺痛，她以为又是宁家人欺负她。小云，别哭了，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一定要和云烟姐说，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自己一个人承受，好吗？云烟姐，我会的。这一世我绝对会保护好你，不会让你受到一丝委屈。算了算时间，温家会在不久后爆发财务危机，前世云烟姐差点死在那次劫难之中，到时候为了云烟姐只能去求她，希望她不要太过生气。处理好了，伤痛快飞走，我们小云很快就不痛了。云烟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温云烟见宁慕云恢复正常，终于放下心来，可突然似是想到什么，又默默低下头来。小云，对不起，昨天有事没有顾得上参加你的婚礼，你的婚礼还好吧？不太好，沈云烟她当场逃婚了。什么？岂有此理！沈云烟她怎么敢这么对你？宁家不为你出头，我温家为你出。小云，你别怕。此时温云烟水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戾气，宁慕云还是第一次见到温云烟这副样子，猝不及防的被吓了一跳，随即详细的解释了昨天婚礼现场所发生的事情。云烟姐，事情就是这样，这2天我就会和他去民政局离婚。话已经说完，可温云烟还沉浸在宁慕云那句解除婚约中没有回过神来，无法抑制的狂喜瞬间充斥温云烟全身，心下一喜的她脱口而出：太好了啊！什么？不是，我是说小云你能做出这个决定真是太好了。哦，原来是说这个。云烟姐，谢谢你为我处理伤口，我还有点事情就先走了。宁慕云随即起身轻轻拥住了温云烟，轻声但又充满力量的说道：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云烟姐。啊，小云，我先走了，云烟姐。温云烟待在原地看着宁慕云远去的背影，压抑了20年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她恨不得现在就去把宁慕云永远护在自己怀里。可理智告诉她不能这么干，她知道宁慕云还没有喜欢上她自己，对自己只有亲情。小云，这次我绝不会再放你走了，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我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温家的刀又何尝不利。另一边，宁家老三宁雨嫣看着七妹宁冉冉发的视频，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宁慕云，你竟敢毁了冉冉的网红事业，看我这次不玩死你！前世我被贾少爷恶意害死，如今重生归来，我直接一脚让他变成公公。亲妹妹得知此事，企图网暴送我去踩缝纫机，不料我只是略微出手，直接摧毁她的计划。这时宁家三姐宁雨嫣得知七妹宁冉冉受欺负，决定要找回场子。这新晋流量小花宁雨嫣突然召集一群记者，这是准备干嘛？宁家最近闹出来的事挺多呀，我有预感接下来有好戏看了。各位记者朋友，面对近期网络上的那些风言风语，我作为宁家老三在这边做出澄清，我弟弟宁继博确实做了一场手术，不过他并不是因为那里受伤，而是因为四肢被人打断才进的手术室。四肢被人打断？天哪，是谁呀？怎么这么凶残？宁雨嫣看着台下捧哏的人，露出一抹阴毒的微笑。宁慕云，你不是很嚣张吗？今天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公关。是的，打断我弟弟宁继博四肢的是我的另一个弟弟宁慕云。请问一下，那你的妹妹宁冉冉怎么今早又发一条视频，承认自己栽赃陷害的宁慕云呢？这就说来话长了。前几天是宁慕云的婚礼，可他却在婚礼前夜不干净，被抓进了警察局。我们去把他赎回来。新娘得知此事，便在婚礼当天逃婚了。我们上前安慰，可他非但不领情，还对我们大打出手。我的弟弟宁继博也是为了保护家人，这才被宁慕云打断四肢送进了医院。而且他在得知这事被我妹发出来以后，在家里对他拳打脚踢，逼着他发出那段道歉视频。太可恶了，他怎么不去死呢？宁小姐，你不要伤心了，这种败类迟早会遭报应的。非常抱歉占用了媒体资源，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尽管宁慕云行事如此荒唐，可他终究是我的弟弟，还望大家能够尽量宽恕他。今天我还听家里人说他检查出了脏病，他已经遭受了这么多的打击，请大家看在一个疼爱弟弟的亲姐姐的份上，不要再去打扰他。我在这里拜托大家了。看着这一幕，台下一个中年
年记者嘴角满是不屑。小绿茶，就你这点斤两，也就能哄哄这群没见过世面的记者，在我狗王面前也敢玩栽赃陷害这一套，看来这次真的得给你上点强度了。此时宁慕云并不知道有一场针对他的网暴正在形成，他正一脸阴沉看着眼前的女人。宁慕云，你个混蛋，为什么打电话不接？沈云烟，你要是发疯就滚去精神病院，别在我这里发癫。你敢骂我？你真是太过分了！我为了找到你租的这破位置花了多少时间？而且你知不知道你给我们沈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就因为你七妹那条破视频带上了我们沈家，公司市值整整蒸发了2亿。停，沈云烟，我有几点要跟你说清楚。第一，周一等民政局上班我们就要离婚了，所以那不是我的公司。第二，发布视频的是宁冉冉，你有火直接去找他撒去。第三，就算你们公司蒸发了2亿，那也全都怪你。如果你不逃婚，也没有后来这些事。宁慕云，你这王八蛋！侮辱性十足的话语不断从沈云烟嘴里吐出，闻言宁慕云脸色一沉，眼中寒光四溢，下一秒呼的一声。沈云烟，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给我听着，等周一民政局不见不散！宁慕云，你竟敢打我，不就是跑了一次婚吗？我那天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跟明辉是清白的。你作为一个大男人，心胸怎么这么狭隘？给我闭嘴！我一点也不想听这些，别逼我删你，老老实实给我等到周一。不，我是不可能跟你去民政局签字离婚的，这门亲事是我们宁沈两家的决定，你就不怕你爸妈责骂你吗？你是说宁家那几位牲口吗？现在就算借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在我面前叨叨一句，我的事还轮不到他们管。宁慕云，你变了，变得好陌生，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还在生婚礼现场那天的气？我答应你，我们再重新补办一场更大的婚礼，你别再生气了，好不好？沈云烟，你家是改行卖壁画了吗？一天天壁画这么多，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你们宁沈两家所有人都跟我没有1毛钱关系。说完便不再管沈云烟，转身离开。过了一会，一旁走出一名女人，眼中明显表现出幸灾乐祸。嫣嫣，你怎么了？微微，宁慕云他又打我，还非要和我离婚，这太不像话了！你不就是那天中途离开了送别你的青梅竹马吗？这有什么错？是啊，可他现在非要跟我离婚，说的比前天还要坚决。微微，我该怎么办啊？别怕，我敢肯定他这是在欲擒故纵。上次他用离婚威胁你尝到拿捏你的甜头，所以他才这样子说。到时候周一你就去，真到了离婚签字那一步，他肯定就慌了。我就不信那家伙是真想和你离婚，舔了你8年那么深的感情，他还能一下子就断了不成？对呀，我说上次跟他说了不能离婚，他就一下子变得这么硬气，原来是想拿捏我。微微，还好你把我点醒了，不然就真上了他的当。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啊，以后你再有什么事，你来问我就好。我知道了，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闺蜜。对，我们是一辈子的好闺蜜。刘小薇异常亲切地说着这句话，只是眸子里却阴冷的可怕。另一边，魔都医院内身为医生的宁家老五宁世蕊正焦急地用手机跟宁慕云打着电话。星姐犯病求我出手治疗，我直接联系酒店准备开席，只因前世我为了给四姐治疗脊椎不惜以身犯险，在自己身上练习失真好几次，把命给丢了。没想到换来的是他与宁继不联手，将自己送进监狱。如今重生回来，谁还懂他们？接上集，宁慕云刚赶走沈云烟，朝着租房走去，突然接到吴姐宁诗蕊的电话。喂，废物，快点滚到医院来！宁诗蕊，你嘴还是这么臭，怎么不赶快去找辆车碰搭你？宁慕云，你竟然敢这么咒我！一直以来以冷漠对待一切的宁诗蕊破防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过去那个任由她打骂欺辱的宁慕云，今天竟敢反抗。哎呦，还不蠢吗？知道我在咒你，那你现在就赶快去找栋楼去当超人呀！不好意思，我差点忘了，你们医院那个楼就挺高的，正好你们医院就有太平间。宁慕云，你这个死废物，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宁诗蕊，我有时候很奇怪你们宁家人的猪脑子是怎么长的，怎么好像天然你们就有一股对别人的优越感？是不是你们吃老八秘制小汉堡吃多了，只想把脑子给堵？宁慕云，你什么你？怎么你只会豪这一句是吧？你要是在我面前，早挨上我一个大笔兜了。宁诗蕊只感觉一股怒气郁结在心口，让她差点喘不过气来。可宁延君的病情拖不得，就是再有怒火，宁诗蕊也得压下来。宁慕云，你四姐现在正在医院受尽病痛折磨，你刚才这几句话我可以不当回事，之后让我抽你几个大笔兜也就算了，现在我命令你马上给我滚到医院里来救你四姐。哎呦，宁延君犯病了，那太好了。你说什么？我说他犯病真是太好了，他怎么不直接开席？到时候我随200吃个席。宁慕云，你再说一遍，他可是你亲四姐，你这样说还是个人吗？呵呵，宁诗蕊，我有时候很奇怪你是怎么理直气壮的说出这种话。我之前给他治病，他反手污蔑我偷了梅圆圆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他是不是人？我保护他免受那个被告人的打击，他反而陷害我，让我在看守所蹲了整整1个星期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他是不是人？现在你们这些畜生反而质问别人是不是人，你们也配？宁慕云，算我求你了，你赶快来医院给你四姐看病吧。呵呵，宁诗蕊，你不是医生吗？你不是平常自认为医术第一，最看不起这些针灸？那你倒是给宁延君治啊，你怎么现在这么低声下气呢？宁慕云，你这个王八蛋，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来医院？听着宁诗蕊破防的声音，宁慕云只觉得像是喝了一大口冰可乐，那叫一个通透。别好了，宁诗蕊，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去医院的，你们趁早去订个酒店准备开席，我怕晚了来不及。还有以后别打电话过来，我看见你们这一家子就觉得恶心。宁慕云，你竟敢挂我电话！宁诗蕊气得浑身发麻，继续打了过去，却再也没有接通，气得举手就把手机摔在了地上。诗蕊，那个废物还有多久才能来到医院？妈，我跟他说了，可他说不来，还说要看着四姐疼死。什么？他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严君这边该怎么办呀？我们不用管宁慕云那个贱人，四姐由我来想办法治疗，我就不信还治不好四姐的病了。宁慕云刚
刚才的一番话让宁世蕊火气也上来了，他要证明这个家没有他照样可以运转。而这时拍完戏的宁雨嫣赶过来，妈，大姐，严君怎么样了？还不清楚，施蕊叫那个小畜生过来治病，他不肯来，还放出话来要让他活活疼死，这不施蕊只好自己进去治疗了。什么？看来我今天对记者说的那些话还说轻了。三妹，你今天做了什么？随后宁雨嫣将自己在记者发布会所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大姐，我要让那个废物以后比季伯更没办法见人，我要让他被一辈子瓢虫的名号甩都甩不掉。对了，思杰，公司那边不是要准备发通告吗？让公司的公关部门也跟着老三的言论修改通稿，把宁慕云染上脏病的消息砸磁石了。这样既可以把恶名全都丢在宁慕云身上，又可以把我们宁家塑造成一个受害者，从股民们那里博取同情，一举几得的好事。这个法子好是好，只是这恶名可就全由宁慕云担了。我们突然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从病房中传出，把门外几人吓了一跳，随即纷纷露出担忧的神情。大姐，你看看严君都因为那废物疼成什么样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好吧，就按你们说的来，我现在就给公关部门的人打电话。梅圆圆在一旁看到这一幕，欣慰的笑了。殊不知一旁角落站着一位男人，眼中闪烁着玩味的光芒。好恶毒的一家人啊！不过这下证据全搞定了，宁雨嫣准备好接受我狗王给你的大礼吧。另一边，宁慕云在回家的巷子口突然遇见一个满是泥污的女孩与垃圾混为一滩，瑟瑟发抖的全身更预示了少女身体状况的糟糕。此时宁慕云突然就想到了自己小时被拐卖后也是被送到了一个废弃的垃圾回收站，当时的他做梦都想有人来拯救自己，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来回应他的愿望。坚持住，我来救你了，更是为了救当年那个孤立无援的自己。宁慕云全然不顾少女身上恶臭的污泥，伸手就把少女抱在了怀里，朝着医院跑去。另一边养病几日的宁继伯又开始作妖了。严君姐她现在好点了吗？我在隔壁病房就听到姐姐的哀嚎声。都怪那个废物不肯过来针灸，我只能暂时减轻他的痛苦。爸妈，诗蕊姐，都怪我，要是我在婚礼现场把云烟逃婚拦住了，慕云哥哥也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六亲不认，我要过去跟他道歉。季伯，你真是太善良了，宁慕云那个废物把你打成这样，你还为他开脱，吴姐以后肯定把你残余的部位治好。我是不想报复嘛，要不是宁苍木那个老东西也不知道抽什么风不让报警，你看我整不整死他。宁继伯平生第一次如此痛恨自己的白莲花人设，心里都快气死了，可脸上还得装作宽宏大量的样子。爸，你看看宁慕云这2天把家里搞成什么样了，报警还不让报，为什么他上门要断绝关系，你还在犹豫？是啊，老公，确实该给那个不懂规矩的家伙一点教训了。爸，我也赞成五妹和妈的建议，他竟然都不愿意给我治病，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就该滚出我们宁家。听到宁诗蕊的提议，宁继伯简直开心的不能自已。这句话他等宁家人说出口等了整整8年，可已经渗入骨子里的绿茶基因又让他开始了茶言茶语。爸，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虽然慕云哥哥在婚礼现场打断了你的胳膊，还把我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他终究还是我的哥哥，我们作为家人的不应该好好包容他吗？季伯，你不要再为他说话了。是啊，季伯，他不值得你这么为他着想。宁继伯装作无奈的低下了头，可心里乐得都快憋不住。宁慕云，我看你这次还不被扫地出门。爸，我知道你顾虑宁沈2家合作的那个东西，可这件事也有办法呀。我们可以在断绝关系的时候再签署一份协议，要求他不许声张，这样不就行了？对呀，和那个逆子断绝关系的时候，再让他签署一份自愿放弃所有宁家资产的协议，不就行了？至于那笔钱，只要他不和沈云烟离婚，就不妨碍宁沈2家使用，顶多是绕2层手续罢了。这样一细想，宁苍木是愈发赞成。这2天他也被宁慕云给气坏了，如此一来也能让自己出口恶气。那老爸就答应你们，等你们大姐他们处理完事情回来以后，就一起签署断绝协议书，和那个逆子一刀两断。太好了，这下宁家的财产都是我的了。而此时医院门口，宁慕云跟前来看望宁家的沈云烟碰了个正着。上集说到我拒绝为亲姐治病，并好心提醒她早日订酒席，可就在回家路上遇见一个被人遗弃的神秘少女，就在送她去医院治疗时，却与前来探望宁家4姐的沈云烟撞见。嫉妒心十足的沈云烟看到这一幕，瞬间就炸了。宁慕云，你这个废物和我离婚就是为了这个满脸流脓的脏丫头。沈云烟，你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这个女孩是被人遗弃的。被人遗弃的，怪不得跟你这个孤儿院长大的真是太般配了，你们这2个活该没人要。下一秒，宁慕云一巴掌狠狠抽在了沈云烟的右脸上。医生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银行卡，麻烦你帮忙带她下去，把骨骼、器官、血液、精神还有智力问题通通检查一遍，我这边先处理一个垃圾险。说完，宁慕云看着趴在地上的沈云烟，对于被遗弃这事一直是他心中不愿揭起的伤疤。此时此刻暴虐的怒火如同岩浆一般烧进了他的理智。沈云烟，别趴在地上装死，给我站起来，我们现在就去离婚。去就去，宁慕云，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是跪下求我，本小姐也和你离定了。好，今天谁不离，谁被钱伺候吧。沈云烟此时也被怒气冲昏了理智，让他忘记父母曾交代过不能离婚的嘱托。而此时医院门口，一辆跑车唰的停在了宁慕云身前，来人名叫沈轩逸，是沈云烟的弟弟，十足的草包瘾。那个谁，我姐在没在里面？你聋了？没听到我跟你说话？沈轩逸，你不想要你这根手指就直说，我可以免费给你射。宁慕云，谁给你勇气这样跟我说话的？别以为你跟我姐结婚就真把资格当我姐夫了，你就是我沈家的一条狗，懂不？今天就让我教你什么是规矩。沈轩逸刚抬起腿准备踹来，宁慕云脸色一沉，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踹在了沈轩逸的膝盖上。啊！你这个废物竟敢对我动手！宁慕云，你在干什么？轩逸，你没事吧？姐，我膝盖好痛，都是宁慕云那个废物打的。别怕有姐在。宁慕云，你是不是疯了？轩逸可是你的小舅子，还不快过来道歉？切，2个傻缺！宁慕云懒得搭理2人，在等着出
租车的一边联系律师，让他前往民政局。这时沈轩逸突然发现沈云烟又脸上有一个鲜红的掌印。姐，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你说呢？好啊，宁慕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今天非得揍死你！沈轩逸右手紧握成拳，朝着宁慕云猛地挥去。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转身一脚踹在沈轩逸的胸口，将他踹飞了出去。宁慕云，你为什么要打轩逸？你看都被打成什么样了？沈云烟，你是不是瞎了？没看到沈轩逸要打我，还是说我就应该乖乖站在这里让你们打？我警告你，不要再让他在我面前撒野，再有下次我就直接打断他的腿。这时来了一辆出租车。宁慕云，你有本事别跑呀，跟小爷我再大战300回合！傻缺，沈云烟，你们沈家人上上下下都让我感到恶心，我去民政局等着你来离婚。下一秒，出租车扬长而去，只留下满脸呆滞的姐弟两人。沈轩逸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直以来温和谦逊的宁慕云会和自己动手，还要和沈云烟离婚。但胸前剧烈的阵痛还是让他确定这就是现实。他今天都敢和你动手，来日我都不敢想象他敢做什么。姐别犹豫了，和他离婚吧。此时沈云烟还沉浸在宁慕云那句话，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下一秒，疯了一样开走一旁的汽车。沈轩逸正想起身，一旁被落下的沈云烟手机突然响起。云烟，今天去医院看宁延军，他怎么样了？喂，老爸，是我。轩逸，你怎么拿着你姐的手机？你姐呢？她去哪了？随后沈轩逸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轩逸，你现在立刻去民政局把他们两个拦下来，绝对不能让他们离婚。干嘛呀，爸？宁慕云那个废物都这么打我姐了，你为什么不让他离婚？少废话，让你去你就去。要是让他们两个离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老沈呀，要是宁慕云那个废物和嫣嫣离婚，那我们岂不是拿不到那笔钱了？公司难关该怎么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必须赶快去民政局阻止他们，但愿还来得及。这时民政局门口，一名中年人正站在门口，那是宁慕云联系好的律师赵征，也是宁慕云祖父最为信任的律师。小少爷，您来了。赵叔，你叫我慕云就行了。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并且离婚冷静期也安排跳过了。只是小少爷，您真的决定要离婚？确定了，只怪我们两个有缘无分。好，不管你做什么决定，赵叔都支持你。此时沈云烟也赶来了，铁青着脸取出2份离婚协议书递到了宁慕云面前。宁慕云，你不是要和我离婚吗？那就先签了它。宁慕云探头出去看了眼，嘴角露出了嘲讽的笑。条款很苛刻也很仔细，真正做到了让他从各个方面都净身出户。怎么样，你不是要和我离婚吗？现在签字吧。我不签。我就知道你不愿意和我离婚，还在这和我玩欲擒故纵。宁慕云，你就是个……给我闭嘴，别在这里发癫，给我拿着。沈云烟看着宁慕云递到自己手里的协议书，发现里面的条款和自己列好的差不多，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你这是什么意思？沈云烟，你那双手不止一次碰过吴明辉，从你手里递过来的所有东西我都觉得脏。宁慕云，我和明辉之间是明明白白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难道你忘了那年夏天明辉救你的事情了？你还是不是人？沈云烟伸出手想要给宁慕云一个大笔兜，可下一秒整个人倒飞了出去。沈云烟，你给我闭嘴，马上签字，我们现在就去离婚。那件事是宁慕云人生中的一大污点。那天是吴明辉那个人渣想谋害他，可在沈云烟这个蠢货的作证下，却变成吴明辉救了自己。那张嚣张恶心的表情，宁慕云现在还记得。离就离，今天这个婚我和你离定了。沈云烟心中的委屈已经积累到了极致，此时此刻他脑海里已经没有公司，没有沈家，也没有那笔钱。他现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情，他要和宁慕云离婚。你好，我要离婚。不好意思，离婚有1个月的冷静期，你们先去调解处吧。怪不得这2天他做事那么绝情，原来是想用冷静期来拖延离婚拿捏我，还好被我看穿了。宁慕云，你这诡计多端的男人，我告诉你，今天和你离定了。给我闭嘴，赵叔，麻烦你。赵征点了点头，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没一会儿，工作人员拿出一份文件。2位已经决定离婚，那就在上面签字吧。签字之后就正式解除婚姻关系。宁慕云，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离婚吗？我成全你，我看你怎么往下演。这次就是跪下求我，我都不会原谅你了。宁慕云冷漠地看了沈云烟一眼，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沈云烟看到这一幕傻眼了，为什么事情发展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而这时宁慕云已经把文件递回了窗口。沈云烟察觉到大事不妙，正想拿回文件反悔不认账时，可手艺熟练的小黎已经将2人的结婚证切成了2半。不要，把结婚证还给我，我不要离婚。 2位，这是你们的离婚证，你们拿好。沈云烟看到离婚证，双腿一软无力地瘫软在地。她想起公司巨大的窟窿，想起父母殷切的嘱托，又想起宁慕云这些年对自己的精心呵护，无尽懊悔的情绪在心里疯长。我明明不想离婚的，明明宁慕云认个错我就准备原谅他了，为什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赵叔，我拜托您的事情也办完了，咱们先走吧。宁慕云，你不能走，你以前说过要好好爱我一辈子的，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轻易的和我离婚？沈云烟，你是不是脑子有泡？我们2个已经离婚了，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来问我这个问题？沈云烟见宁慕云如此决绝，恐慌瞬间遍布全身，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恳求道：“我错了，我刚才不该说要和你离婚，刚刚我只是想气气你，想让你给我道个歉。你是个大男人呀，为什么你就不能大度一点？我们马上去结婚窗口复婚，好吗？”呵呵，沈云烟，你是不是聋了？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请你以后不要来纠缠我。宁慕云说完便拂袖而去，只留给沈云烟一个冷酷的背影。沈云烟这时候才感觉到宁慕云平时对她自己有多好，无尽的懊悔从4面8方疯狂涌入她的内心。小少爷，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我准备和宁家人断绝关系。您真的确定了？赵叔，我确定。那你和他们断绝关系的时候叫我就好，我随时都在。赵叔，谢谢你，那我就先走了。赵征看着宁慕云远去的背影，心中不由一沉。宁叔、沈叔，你们2个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另一边，宁慕云看着离婚证，心中感慨万千，终于和沈云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从重生为止到现在，只有这件事让自己感到满意。接下来温氏财团的危机就要爆发，得去求求她的帮助。
上集说到白眼狼妻子觉得我不敢跟他离婚，可下一秒一张离婚证直接打乱他的脸。此时宁慕云为了帮温家解除破产危机，走到一处崭新的摩天大楼，陷入了沉思。没想到当年随手投资的小丫头，如今已然成为文娱的行业巨头，集团市值150亿。看来温氏危机需要5亿的现金流，也只能厚着脸皮来求他了。一想到要祝云柔帮自己这么大一个忙，宁慕云就有些羞愧。虽说自己是第2大股东，可公司全是祝云柔一手操持壮大，他不过是在一开始解决了一些资金上问题。而此时柔云文化会议室内，宁雨嫣正看着网友对宁慕云患有脏病的消息大肆问候，不由露出一抹得意。雨嫣啊，你这次真是惹了大麻烦，因为你的发布会导致现在网上舆论越演越烈，大批记者守在片场，都影响到公司拍戏进程。据说集团高层都知道了这事。冯燕姐，淡定，你往好处想想，现在网友都在夸我大义灭亲，国民好姐姐，这波热度是不是让我咖位上升了一个台阶，身价翻了一番？而且我说的都是实情啊。真的吗？那你有城主府出具的保释证明跟医院的检测报告吗？要是这事出现了反转，舆论的压力可是会对你、对公司都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闻言，宁雨嫣心里咯噔一下，可下一秒她想到了什么，心又松了下来。看来要去找4妹和5妹帮忙做下伪证了，到时还可以利用集团公关力量，彻底将污名砸在宁慕云身上，永远都洗不清。冯燕姐那2份文件我放在家里了，随时可以拿到公司来，别太担心。而且谁又会拿自己亲弟弟的清白造假呢？另外，之前说好的分成，我可以再让出10%给你。但愿这波热度能尽早过去，我总感觉心里慌慌的。走吧，先去片场把戏拍了。而此时柔云文化宽阔的大厅内，你好，我之前有预约，我想见一下你们的董。慕云，你来啦！甜美又熟悉的声音在远处响起。宁慕云愣了一下，转头一看，只见祝云柔微笑的扑进了他的怀里，一把抱住了他。你这么长时间没联系我，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怎么可能？最近不是忙吗？这时宁雨嫣在下楼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大脑彻底宕机了。为什么董事长会那么亲切的拥抱这个小畜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那风华绝代的董事长肯定被他用了什么肮脏的手段给骗了，我要揭穿他。想到这里，宁雨嫣心中充满了怒，她不能允许心目中的偶像就这么被宁慕云给骗了。更重要的是，她担心宁慕云会说出什么打乱她的计划。死废物，你怎么在这里？宁雨嫣，你不想挨上一个大比斗，就给我闭住你那张臭嘴！你这个混蛋！董事长，你可不要相信这个人的花言巧语，他就是个人渣败类。宁雨嫣，熟悉祝云柔的冯燕知道，当祝云柔笑容变得灿烂时，就代表她生气了。这位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小宁这2天被网上的舆论风波弄得有些烦躁，说话也有些冲动，希望您可以原谅他的失礼。宁慕云看着一旁微笑的祝云柔，他不想就这样放过宁雨嫣，可他又不想在大厅里弄出动静让祝云柔难办。慕云，按照你的想法来，没事的。不用，你让他给我道歉。好的，多谢您的宽宏大量，我马上让小宁向您道歉。冯燕姐，这个废物就是闭嘴，赶紧向这位先生道歉。此时冯燕冷冰冰的声音充满了怒，宁雨嫣听得心里一触，她知道冯燕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可要她向一直以来任打任骂的宁慕云道歉，这比杀了她还难受。但接下来舆论还需要她的帮助，宁雨嫣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低下头。对不起，大点声，对不起，我错了。说完，宁雨嫣低着头委屈地流下了屈辱的泪水。宁慕云冷哼一声，没有再理会她，而被宁慕云无视的感觉更让宁雨嫣感觉屈辱至极。此时她的心里对宁慕云的怨恨也达到了顶峰。慕云，既然宁小姐都已经道了歉，那么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公关总监，你先去准备为宁小姐平息这2天的风波，等所有东西都准备妥当后，就立刻开启公关平息舆论。好的，董事长，只要宁雨嫣拿来那2份证据，我就马上去准备公关的事项。宁雨嫣听到祝云柔的话，以为这是在帮她出头，既激动又感动。她很想现在就在祝云柔的面前戳穿宁慕云，可她手里没有证据，所有人都不会相信她。宁雨嫣决定，她要现在就去制作那2份证据，以便再次来到祝云柔面前戳穿宁慕云的真面目。殊不知祝云柔看着她的背影，笑容越发灿烂。云柔，好久不见，刚才真让你见笑了。没事的，听说你前天结婚了，恭喜你啊！宁慕云叹了口气，正想解释，揣在怀里的离婚证突然掉在了地上。慕云，这是怎么回事？没什么，我刚才去和沈云嫣离婚了。祝云柔愣了一下，眼神中突然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慕云，那你这次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云柔，我来这是有一件事，我想有什么话到我的办公室里再说。祝云柔突然脸色一红，直接拉着他的手就走。下一秒，宁慕云皱起眉头，痛哼了一声。慕云，你的手怎么了？没什么，前几天手不小心烧伤了，不碍事的，已经不疼了。说谎，怎么这么不小心？祝云柔嗔怪地瞪了宁慕云一眼，又小心翼翼地挽住了他的胳膊，走向电梯。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宁慕云心里一暖。上一世祝云柔将参赛的设计图发给我，却被宁家老二宁淑贤偷看并修改成自己，害得云柔陷入了抄袭风波。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宁淑贤有任何可乘之机。另一边，宁雨嫣怒气冲冲地来到公司停车场，她正想准备离开公司去找宁延军与宁诗蕊制作证据，突然手机响起。三妹，你快点来医院一趟，我们全家准备和宁慕云那个废物断绝关系。什么？大姐，这是真的吗？爸也同意了？是的，爸也同意了。太好了，那个废物这些年还花了我们家不少钱呢，咱们必须让他把这笔钱吐出来，再和他断绝关系。我知道，爸也说了，还要让他把爷爷给他的那些钱也要让他吐出来。那就好，等我去了医院之后，先让4妹和5妹帮我开2份证明，再给那个小畜生打电话。什么证明？
明。大姐，等我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宁雨嫣挂断电话之后，露出一脸怨毒的笑容。宁慕云，我们走着瞧，这次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而此时，柔云文化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大门突然打开，宁慕云通红着脸从办公室里夺门而出，右脸上还有一道鲜红的口红印。那个云柔，我这2天会找时间帮你和温姐约着见一次面，到时候你们2个再好好商量。还有比赛要好好加油啊！你获奖那天我会去现场看你的。那我先走了。宁慕云说完便落荒而逃，祝云柔已在门口笑得花枝乱颤。暮云，慢点走，电梯在另一边。没事，我从顶楼跳下去，快一点。哈哈哈，暮云，你可真是可爱死了。笑了一会儿，祝云柔转身回到了办公室，看向桌子上宁慕云修改后的设计图，眼神似水一般温柔。暮云，你为什么会这么有才华呢？我冥思苦想了1个月的设计图，却比不上你这寥寥几笔。我会以我们2个人的名义一起参加比赛，颁奖那天你可不要忘了你的誓言啊。董事长，我们的第2大股东走了吗？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呢。这2天在新闻上你不是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吗？宁慕云，那他是不是真的得了那种病？你说呢？董事长，我马上去找冯燕，让他停止为宁雨嫣平息舆论。不必了。为什么？如果让冯燕就这么给那个宁雨嫣平息舆论，那之后带来的反转可能会让公司损失好几个亿。无妨，如果只用区几亿就能在群狼中抢到那块肉，那这几亿就这么扔了也可以。您是想用这几亿设一个局？祝云柔看着楼下渺小的人影，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谁知道呢？7个姐姐放着亲弟弟不疼，反而将万千宠爱都给贾少爷宁继伯身上，如今更是找我索要1000万才肯断绝关系。重生一世，我要让他们知道这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接上集，宁慕云刚从祝云柔办公室出来，便收到大姐宁思杰的电话。宁慕云，你立刻滚到医院来，你要的9个签名准备好了，现在我们要和你断绝关系。另外，在这之前，你得先把从宁家花掉的钱全都还回来，一共是1000万。1000万？宁思杰，你们这群畜生是想钱想疯了吗？从我16岁回来这8年时间里，你们只给我花过10万块钱。你既然要和我们宁家断绝关系，那么宁家的所有资产就都跟你无关，这包括你从爷爷那里得到的钱。宁思杰，爷爷给我的钱总共不过700万，剩余的钱又是从哪里冒出来？宁家养你到3岁不是钱，你走丢之后，宁家为你烧香拜佛不是钱，还有为你举办的婚礼，这不是钱。你要和宁家断绝关系，就必须把这些钱吐出来，否则你就永远不要想这断绝关系。宁慕云的脸色已经彻底阴郁下来，说出来的话内里压抑着极致的暴怒。宁思杰，你们这群畜生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就带着1000万去医院，至于能不能接住这1000万，那就要看你们的造化。那就不劳烦你操心了，你还是快点拿着1000万来医院吧。宁思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看向房间内另一人宁苍木。爸，你说他签了那份协议书之后，我们还能拿上那笔钱吗？没问题的，只要他还与沈云烟保持着婚姻关系，我们就依然可以拿上那笔钱，顶多是多绕了2个手续而已。那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们公司损失了20亿，是该用一大笔钱来提振股民的信心了。不用担心，宁慕云绝对不舍得跟沈云烟离婚，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1个小时后，宁慕云带着一个行李箱来到医院门口，箱里装着足足有1000万现金，这是他的全部身家。一群杂碎还想要1000万，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命啊！就在宁慕云刚进医院不久，一名青年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来人正是沈轩逸。该死的宁慕云，安安心心给我姐当舔狗不就好了，竟然还真敢给我姐离婚，害得小爷大热天被派出来到处找你。喂，老爸，宁慕云那个废物到医院这边了，手里还拿着一个超大的行李箱。好，我们知道了，你先去盯着他，我们和你姐一会儿就到。云烟呀，这次你真的给我们沈家捅了一个大篓子。不过还好宁慕云还没有和宁家断绝关系，现在他去医院估计是探望他姐的，说明他还是顾忌宁家人的。没错，就凭那个废物平时在宁家的地位，只要宁苍木强压着他和云烟复婚，他就一定会乖乖听话。到时候那笔钱我们依旧可以动用，这方面宁苍木和我是同样的想法，不愁让那个废物乖乖就范。此时宁慕云还不知道今天有这么多人要找他，他刚到病房前就听到里面传来刺耳的咒骂声。大姐，那个小畜生一定是反悔了，我就知道他不想和我们断绝关系。这个该死的废物让我们白等了1上午。别急，老四你可要把那份协议书看仔细了，绝对不能让宁慕云占便宜，一定要让他把这些年从我们宁家得到的好处全都吐出来。哎呦，姐姐们，你们不要这样子对慕云哥哥，毕竟他也是我们家人，轻轻的教训他一下就好了。季伯呀，你还是太善良了，要我说呀，咱们不仅得打他一顿，还得让他身败名裂，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雨嫣，你这是什么意思？妈，我已经在记者面前宣布，说宁慕云是因为婚前不检点染上了脏病才惹的新娘逃婚，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做人。雨嫣，你那样做不会被人说是造谣吧？妈，没事的，我已经和严军了解过了，我这个顶多算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最多也就罚款500块钱。那就好，不就是500块钱吗？我们宁家出得起，这次一定得好好把他修理一顿，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突然房门被一脚踹开，宁慕云脸色森寒地推着行李箱走进病房，眼神冰冷地看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这群贱人真是该死！此时病房里的人都被吓了一跳，当宁雨嫣发现踹门的是宁慕云时，眼睛顿时充满了怒气，想到刚刚在公司那么多人面前受到的羞辱，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了。死废物，你还敢踹门？刚才在公司放了你一马，
嘛？现在看我不打死你个没有家教的家伙！宁雨嫣抡起胳膊准备狠狠抽宁慕云几十个大笔兜，下一秒宁慕云猛地踏出一步，狠狠一拳砸在了宁雨嫣的臭脸上。一旁本就靠激素强行抑制着疼痛的宁延君被宁雨嫣这么一撞一摔，后背再次开始强烈剧痛，两人凄惨的惨叫声在病房中响起。雨嫣、严君，你们两个没事吧？宁慕云，你这个畜生，他们可是你的亲姐姐呀，你怎么能不顾姐弟情分对他们下这么狠的毒手？姐弟情分？梅圆圆，他们什么时候对我有过姐弟情分？他们打骂我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心疼，没有阻拦过？难道那时候你是嘎了？梅圆圆在宁慕云愤怒的质问下，一时半会儿竟说不出话来。可一旁的宁诗蕊看到自己努力将四姐治好，即将就可以出院了，现在却被宁慕云一拳给毁，极度的怒火从他心里迸发出来。死废物，你难道不知道四姐大病初愈吗？现在三姐还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吗？造反？宁诗蕊，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用造反这两个字？还有宁延君之所以旧病复发，完全是你医术不行，一个只会用激素的庸医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简直是个笑话。宁诗蕊她一直将医术比不过宁慕云视为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如今这番话让她直接破防了。愤怒之下，她拿起衣服上的钢笔朝着宁慕云就冲了过去，尖锐的笔尖直指着胸口的位置。宁慕云脸色冷厉，眼中杀气四溢，迎着疯狂嘶吼的宁诗蕊狠狠地踹出一脚。宁慕云，你这个死废物，你不要太过分了！别以为我们不敢报城主府，再敢打你的姐姐们，我就把你送进去。此时宁继伯见宁思杰挡在宁慕云面前，眼睛一转，胆子瞬间大了起来。刻在骨子里的小人本性让他不想错过这个挑拨离间的机会。慕云哥哥，你不要再这么对待姐姐他们了。就算你再怎么因为云烟逃婚而生气，你也不应该拿姐姐们撒气啊！如果你要撒气，就朝我。话说到一半，宁继伯突然想起婚礼现场自己好像说过同样的话，导致自己成了公主。想到这里，连忙换了句话：慕云哥哥，你在婚礼现场已经把我们都打了一顿，你也应该解恨了吧？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和爸妈他们道个歉呢？要知道我是多么想看到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啊！季伯，你不要再为他求情了，这个废物绝对不能待在我们家，我们今天一定要和他一刀两断。姐姐们，你们不要这么说，慕云哥哥他也是。在宁继伯准备继续茶言茶语的时候，宁慕云已经握紧拳头，慢慢走到宁继伯的病床前，一拳又一拳不停地挥在宁继伯的丑脸上。自己在宁家受到的虐待与打骂有60%以上都是他挑唆的，偏偏宁家这群瞎子傻子还真就信了他。我的儿子，死废物，赶紧给我从季伯身边滚开！大姐，他打得我好痛啊！我感觉看到太奶来接我。季伯别怕，有大姐在。宁慕云，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再敢动手我就报官了。宁思杰，你报！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报了这个官。你以为我不敢？我现在就报给你看。宁思杰拿出手机就要按下，一旁宁仓木冲到身前，一把将其打落。不许报！他把弟弟妹妹们都弄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还不让我们报不快？面对家人的质问，宁仓木也不会改变决定。有什么东西能比他自己的小命还重要？于是装作义正言辞的说道：四姐，你要是报警了，那我们还怎么和他断绝关系？我们今天是必须要跟他断绝关系的，就算有天大的事，也必须等和他断绝关系再说。那行吧，暂且先放过他。逆子还不快点把那1000万拿出来！你把那1000万交出来之后，我们就和你签署协议，之后你就爱滚到哪去滚哪去。我们宁家从此没有你这个人。宁仓木，你确定要这1000万？没错，这是你欠我们宁家的钱，你必须一分不少的全部还回来。宁慕云森冷的眸子冷冷的扫了宁家众人一眼，眼中泛起火光。下一秒，行李箱门猛地打开，1000万现金就这么撒在了地上，眨眼之间就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小山。不错，这里的1000万算是把你这些年欠我们宁家的都还回来了。签了这份断绝关系协议书，你就赶紧滚吧。慢着，你们从我这讨回了所谓我欠你们的东西，可你们欠我的东西我还没有从你们那讨回来。上集说到宁家众人在病房对我出言不逊，我直接一人奖励一个大衣兜，看着他们敢怒不敢言，心中顿时舒畅。果然放下个人素质，享受快乐人生。你们让我还债，现在我把这1000万带过来了，可你们欠我的东西我还没有从你们那讨回来。逆子，我们没有欠你任何东西，你讨什么？没有欠我任何东西，这些年来你们对我的打骂虐待就是你们欠我的债，今天我要向你们把这些债一一讨回来。宁慕云说完就反手抄起地下的100元大钞，狠狠地挥在了宁仓木的脸上，崭新的大钞如同钢板一样拍了过去。逆子，你还敢打我？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宁仓木手臂刚刚抬起就被宁慕云一拳砸了过来，整个人瞬间瘫坐在地。就你这个老东西还敢打我？我被你们宁家整整遗弃了13年，是你们派人来从学校里接回了我，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而我回到你们宁家也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我非常珍惜这份亲情，不是稀罕你们那些臭钱。可你们宁家人是怎么对我？我宁家哪一点对你不好？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想进我们宁家的大门？呵呵，对我任意打骂、随意处罚，这个家白送我都不要。不管我那些年做了多少好事，都得不到你的一句夸奖。而宁继伯那个杂碎，随便做一些烂事，你就高兴的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到底我是你的亲生儿子，还是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为什么这么偏心？为什么？宁慕云越说越愤怒，上一世所遭受的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发。死废物，你快给我住手！梅圆圆冲上前想把宁仓木从宁慕云手中救出来，下一秒直接倒飞了出去。老婆，你没事吧？逆子，我要你干！下一秒，沙包大的拳头出现在他的面前。宁慕云看了一眼无法动弹的宁仓木，没有继续理会，慢慢走向梅圆圆。你想干什么？别过去妈那边！宁思杰，你给我滚开！宁慕云随手一巴，宁思杰腾空飞起，随后重重的砸在了宁继伯的身上。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妈呀！别过来，快走开！梅
圆圆，我应该警告过你，不准你再说你是我妈了吧？宁慕云俯视着地上的梅圆圆，记忆中突然闪过一些残破的画面，那些画面都是梅圆圆在惩罚自己，那是一个渴望母爱的孩子，可面对的却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此时沉重的脚步声好似是为梅圆圆敲响了丧钟。小畜生，你别过来，别过来！梅圆圆，你还记得我回到您家的第一天发生的事吗？我不记得，谁关心那些陈年旧事？陈年旧事。梅圆圆，我回到你们宁家那天，你们一家人和那个杂碎坐在餐厅吃饭，你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其乐融融。那时我是多羡慕他能在我母亲那么善良的人照顾下生活了10几。那一刻我既羡慕又欣喜，我终于可以与我的亲生母亲再度生活了。她是多好的一个妈妈！听到这话，梅圆圆扭曲的眼神中罕见的出现了一丝愧疚。宁慕云没有理会，继续平静的说着：“我那时迫不及待的和你打了一个招呼，可我向你打招呼之后，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下一秒，啪的一声巨响，梅圆圆迅速肿胀起来。你就像这样狠狠打了我一鼻洞，我只是和你打个招呼，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被人拐卖之后，在孤儿院待了整整13年，整整13年4745天，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我错了，我那会那么做，只是因为我嫌弃你没有教养，所以才打了你。我错了，没有教养，梅圆圆是我没有教养，而是你眼瞎。爷爷欺世大寿这个杂碎故意当着众人的面把对着爷爷的饭碗里插着3根筷子，爷爷要责罚他，你却把他护在怀里，把我推出来让宁苍木和你那些女儿打骂，这就是你说的教养。我错了，我当年不该那么做，可季伯他那时只是不懂事，所以我20岁的人了做出那种事情，你都可以瞎着眼睛说他是不懂事，那我16岁和你打招呼，你凭什么说我是没教养？你说呀？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现在对不起有什么用？梅圆圆即使在孤儿院生活了13年，我也没有怨恨过你，可你是怎么对我的？你偏心宁季伯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杂碎，你为了他打了我不知道多少次，你还算是个人吗？还配当一个母亲吗？我错了，我只是害怕你回来之后季伯心里会乱想，所以才故意苛待你，不敢对你好，我真的后悔了。梅圆圆心中的愧疚终于压垮了她的心理防线，失声痛哭起来。宁慕云听到这个答案，凄凉的笑，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梅圆圆，你对杨子比对你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好，你可算是古今第一人了。你放心，这一生我要让你受尽所有折磨，我要你永远活在忏悔之中。死废物，你怎么敢这么对待妈妈？宁思杰，别急，接下来就轮到你。房间里的这些人都对他做过不可饶恕的事情，今天他会把这些年他们欠自己的债全都讨回来，一个都别想跑。死废物，你竟敢抓我头发，赶紧给我放开！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就是这样把我揪起来狠狠地打我？我不记得了，忘了，赶紧给我松手！忘了？那我今天就再让你记起来。宁慕云阴沉着脸挥出一个大笔兜，把宁思杰的未说完的话堵在了喉咙里。我回到宁家后的第一个生日，你因为那个杂碎的挑拨狠狠扇了我一耳光，我自己花钱买下的蛋糕也被你喂给了野狗，你还记不记得？那时我……宁思杰刚想说什么，下一秒肚子狠狠地被按了回去。我大学毕业那年，你怨我没有帮那个杂碎通过论文答辩，你就在他的注视下在家里这么踹了我，你还记得吗？随着宁慕云一声声愤怒的质问被宁思杰扔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再度浮现。原本他以为这些都是对宁慕云的一些督促和教训，可当这些耳光和拳脚一一回到他身上时，他才感觉到那些惩罚是多么的痛。他现在后悔不该那么粗暴的对待宁慕云，以至于让他今天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此时门外跟过来的沈轩一看到病房内的风景，吓得一哆嗦。我的妈呀，这也太恐怖了！宁慕云这个废物也会有这么恐怖的一天？这些事还是让城主府的人过来吧，希望他们能撑到捕快到来。不要再打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别打了。宁洛林，你终于舍得出来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只要你能放过他们，我什么都答应你。我有一个问题，宁洛林，你当年为什么要把我丢掉？话音刚落，梅圆圆的视线瞬间集中到了宁洛林身上。宁慕云失踪之后，梅圆圆每天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是宁苍木带回家的宁季伯填补了梅圆圆心中的创伤。宁洛林感受到了梅圆圆尖锐灼热的视线，心里顿时慌张了起来。这是他永远无法暴露在阳光下的污点。即使心中满是对宁慕云的愧疚，宁洛林还是摇着头说道：“我从来没有丢掉你。不说实话，我再问一遍，你当年为什么要丢掉我？”我当年真的没有丢过你。突然一声响亮的声音在房间响起，地上再次躺着一个人影。说，为什么要把我丢掉？我不知道，不知道。宁洛林，你不说没关系，迟早有一天我会亲自从你嘴里问出答案。看着丑态毕露的宁洛林跟眼前这些躺哭的宁家姐妹，宁慕云已经失去了理会他们的兴趣。他不想继续和这些垃圾待在同一个空间里。宁苍木，你不是要和我签断绝关系协议书吗？快起来签字！妮子，你这样子一定会天打雷劈的。宁苍木，快点签，不要再逼着我动手。宁苍木死死盯着宁慕云，今天发生的一切实在太让他意外了。他没想到宁慕云来了之后就给他们上演了一场真人搏击大赛，也没想到一直以来文质彬彬的宁慕云会这么能打。断绝书要我签字也可以，不过你必须先签一份放弃宁家所有财产继承权的协议书，其中包括你爷爷给你的那些钱，你也不能留。爷爷给我的那些钱也不能留。宁苍木，你还真是个畜生！面对凶残的宁慕云，宁苍木很想松口，可一想起那一大笔钱，他的信念再次坚定起来。只有先让他放弃所有财产的继承权，再和他断绝关系，这样那笔钱才能真正属于宁沈两家。妮子，要想跟我们断绝关系，就必须按照我说的来。我呸！你们宁家的所有东西我都不稀罕，你签字吧。过了一会，看着协议书上的9个血红指印和那一个血红的签名，宁慕云感觉心里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自此之后，我与你们宁家彻底恩断义绝，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孩子，不要啊！就在梅圆圆想要挽留之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上集说到偏心父亲要我拿出1000万才肯断绝关系，我直接当场教他如何做人。崭新的大钞如同钢板一样狠狠地拍在他的脸上。就在宁慕云拿到断绝书准备走人时，沈云烟等人突然推门而入，看到病房内的场景，顿时睁大了眼睛。宁慕云，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吗？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这一切跟你有何关系？别在这里挡路，给我滚开！一旁的沈文山扶着宁苍木起身，听到宁慕云冷酷的话语，当即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小宁啊，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这也太不像样了。下一秒，一扎钞票如同板砖一样砸了过来，沈文山顿时被砸得头晕目眩。老家伙，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不想躺着出去就给我闭嘴！宁慕云他可是你的岳父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对他？沈云烟，我们已经离婚了，他在我面前连根草都不如。什么离婚？他们两个离婚了？老宁啊，他们两个确实离婚了，都怪云烟他不懂事，逼着小宁去民政局，一时冲动才离了婚。完了，那笔钱这不就泡汤了吗？公司的漏洞还怎么补？此时沈文山没有注意到宁苍木苍白的脸色，还在自顾自地说道：所以啊，我现在来求老宁，你帮我个忙，你就让小宁和云烟再去民政局复婚吧。毕竟他们两个只是冲动离婚，并不是真的感情破裂。况且他们两个离婚对我们两家也不好。老宁，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已经迟了，我们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什么？那家伙就差点把你们当祖宗供起来了，怎么会断绝关系？都怪你的女儿把他刺激到了，他这几天跟疯了一样，再不断绝关系，我全家估计得原地开席了。咱们两家现在该怎么办？那钱这不泡汤了吗？此时沈云烟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他本以为有宁苍木他们在，即使自己一时冲动和宁慕云离婚，也能在宁苍木的强逼下继续复婚。可现在一切设想都成了空，顿时几人察觉到大事不妙。小宁，你看云烟和你离婚，我都打了他一耳光，现在他知道错了，你还是和他去民政局复婚吧。而且这件事一个巴掌也拍不响，你也有点小问题。下一秒，啪的一声巨响，这一鼻窦响不响？沈文山，你个老家伙，给我听好了，我已经和沈云烟离婚了，你别说打他一耳光，你就是打他10耳光、100耳光，甚至打死他也跟我没关系。此时一旁宁苍木对金钱的渴望战胜了对宁慕云刚才暴力的恐惧，连忙冲到了宁慕云面前。妮子，我告诉你，你最好马上去和沈云烟复婚，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一个不客气。宁苍木，你要是不想再挨上刚才那一顿揍，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一边。宁慕云，我向你道歉，你别对叔叔这样子，是我不该在婚礼现场抛下你一个人去送别冥婚，我以后绝对会当一个好妻子的，求求你和我去复婚吧。听着三人不断的絮絮叨叨，宁慕云心底耐心彻底消磨殆尽，下一秒又脚破空而出，3声响亮的撞墙声在病房中响起。妮子，你竟然又打你爸我！我已经断绝了所有关系，以后再让我听到你说这种话，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宁苍木气得面红耳赤，当他看到一旁呆滞的沈云烟时，想到那笔钱，还是强行忍下心底的怒。我告诉你，你马上去和云烟复婚，你和他离婚，那你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妻子。我呸！她也算好女人，真是瞎了你们的一双狗眼！死废物，你该死！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女儿？沈母张牙舞爪的就冲了上来，宁慕云站在原地，眼中闪过一丝厉芒，一把掐住她，将其扔在地上。妈，宁慕云，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前的你可从来不会这么对待你的家人，也不会这么对待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你啊！因为我。看着呆滞的沈云烟，宁慕云又想起了前世那灰暗无光的婚姻生活，甚至自己最后都是死在了他的算计之下。现在看到他难以置信的样子，只觉得心中火光大盛。没错，因为你沈云烟，我之前是喜欢你，但我从来不欠你。爷爷在我回到宁家后不久就给我定下了这门亲事，而你在定亲的那天十分不情愿，正因如此，我才决定一心一意的爱上你，因为我想让你可以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可你是怎么对我？可你在之后的8年里，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笑脸。成人礼上，你为了吴明辉那个人渣丢下我一个人跑了，让我和爷爷丢尽了脸面。之后那个人渣更是屡次想对你不，我费尽心思保护你，可你呢？你竟然在婚礼上当众逃婚，只是为了送别吴明辉那个人渣。你就为了这么一个人渣毁了我的婚礼，毁了我的一生。说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宁慕云，你听我说，明辉绝对不是。话还没说完，沈云烟脸蹦猛地趴在了地上。闭嘴！我不想听到那个人渣的名字。沈云烟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宁慕云一直对吴明辉有那么大的偏见。可他现在只知道一点，那就是他永远失去了宁慕云。这时一位装束得体的中年人提着一个公文包走进了房间。宁苍木见状，眼神中满是不可抑制的慌张。赵正，你怎么来了？宁苍木，我来找你算账。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找我来算账？哼，宁叔临终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躺在病床上再三嘱托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慕云，可你又是怎么做的？宁苍木恼羞成怒，可面对赵征严厉的目光，还是没有再说什么。小少爷，我不是告诉你和他们断绝关系要来叫我吗？对不起，赵叔。无妨，我现在已经来了。小少爷，你和他们断绝了关系没有？刚才我已经和他们签署了断绝关系协议书。当赵征看到协议书上让宁慕云放弃宁家所有资产继承权的条款时，看向宁苍木的眼神里充满了不解。他是怎么知道宁叔给小少爷留下一笔财产的？赵叔怎么了？这份协议书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签就签了。就算你和他们签了这份协议书，有很多事情也不会改变。赵正，你什么意思？宁苍木，我不管你从哪听到的什么风声，就算你费尽心机让小少爷签下这份协议书，也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赵叔，你们在说什么？小少爷，赵叔今天来是要详细告诉你那些宁叔留给你的东西。想起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宁慕云心中涌出一股暖。爷爷是不是有什么遗言让你告诉我？不是遗言，而是宁叔留给你的那笔财产。财产？爷爷什么时候留给我一笔财产？没有人告诉我呀。什么？云烟说他一早就告诉你了，怎么他没有告诉你吗？沈云烟听到这句话，脸色一白，身体剧烈的抖动起来。宁慕云想起前世那些无法理解的谜团，突然感觉全身发凉。赵叔，我什么都不知道，麻烦你帮我解释。
释一下？那是宁叔和沈叔为你和云烟定下亲事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们为你和云烟设立了一个基金，除了你们之外，宁沈两家没有任何人可以动用那笔基金，但前提必须得你们结婚以后才能动用。那这笔基金有多少钱？那笔基金有整整130亿。宁慕云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祖父会留给自己这么大一笔财产。恍惚之间，前世的许多谜题在得知这130亿的一瞬间都有了答案。怪不得前世我和沈云烟结婚后不久，沈氏与宁氏两家公司的股价开始毫无征兆的节节攀升，更是在之后沈氏与宁氏遭遇过不少危机，也都在那位神秘的投资人帮扶之下化险为夷。想到自己就像个傻子一样，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对沈云烟和宁沈两家人的怨恨达到了顶点。赵叔，我已经和他离婚了，那笔财产现在怎么办？他们也考虑过你和云烟离婚，按照他们的遗愿，给你和云烟两个人分割基金。这份基金当中出自宁叔财产的100亿加宁氏集团15%的股份，就由小少爷你来继承；而出自沈叔财产的30亿加沈氏集团30%的股份，就由云烟来继承。两笔钱只能由你们两个继承人各自继承调用，宁沈两家的其他人依然没有资格动用。听到赵征的解释，宁苍木脸色大变，他没想到不仅宁慕云那100亿飞了，就连自己公司的股份也要被他夺去一部分。不对，差点给你忽悠住了。这个逆子已经放弃了宁家所有财产的继承权，那100亿应该是我的。对不起赵叔，我确实签下了那份协议书。没关系，即使你放弃了所有财产的继承权，那些钱依然是你的，因为你爷爷一早就预料有这一天，提前额外下了一份遗嘱。说完，赵征掏出一份遗嘱，冲着宁苍木甩了过去。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在骗我，这份遗愿是你们伪造的。宁苍木，你要是听不懂话，我也略懂一些拳脚，不服气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宁苍木气坏了，可面对赵征，他还真就没有什么办法。赵征作为大律师的能力，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就在这时，病房外突然走进2名熟悉的身影，正是那天前往别墅的2名捕快。宁先生，今天恐怕你不能再包庇你的儿子了吧？该死，是哪个混蛋报的官？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命没了就真没了。一想到宁慕云会在捕快面前暴露林晓东那件事情，宁苍木就快要气炸了。宁慕云，你能打有个屁用？出来混玩的是脑筋，等你进去了以后，看我不拿捏你，让你求着我姐复婚，到时那钱还得归我们沈家，还有你们这群老家伙，这点事情都办不明白，关键时候还得靠小爷出马。上集说到宁沈两家私藏爷爷留给我的100亿遗产，被我得知真相后，当场我一人奖励一个大笔兜。就在这时，病房外突然走进2名熟悉的捕快。宁慕云，有人报官说你打人，我们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2位同志，这都是误会，我们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们还是请回吧。这不是误会，我跟你们走。该死，这逆子是真想用林晓东那是让我嘎呀，不就是坑了他100亿，这都大点的事。这个逆他真的没有打人，你们可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把他带到衙门里去。这要带走了，他跟我女儿还怎么复婚？沈家的40亿的漏洞还怎么补？对呀，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呐！我这个女婿什么也没做，你们凭什么把他带走？我知道你们2位十分心疼你们的儿子和女婿，可2位不能这么徇私枉法，我们必须带着他回去接受调查。一旁的沈云烟顿时急了，病房中的场景和宁慕云那一巴掌虽然让他心惊胆战，可沈氏集团的危机更是让他夜不能寐。更关键的是，沈云烟心里现在对宁慕云充满了愧疚，她十分后悔瞒着宁慕云那些财产的事情。这件事都是误会，我丈夫他……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鼻窦甩了过来。闭嘴！沈云烟，我已经离婚了，不要再让我听到你说我是你丈夫这种话，我听到就觉得恶心。宁慕云，我这是在帮……不需要，2位，我现在跟你们回去接受调查，现在就走。见宁慕云马上要走，3人暗叫一声不好，还没反应过来，宁慕云已经随捕快向病房外走去。宁苍木见状，连忙跑到他们面前。不准走，我不管你说什么，总而言之，你不准带他离开。你已经涉及妨碍公务，请你让开道路，否则我就要以妨碍公务来逮捕你们了。不行！下一秒，宁苍木整个人倒飞了出去。宁苍木没听到捕快说的话吗？好汪不挡道：“2位同志，我们走吧。”老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也去衙门看看这个逆子要说什么。我们走。话音刚落，宁苍木和沈文山刚准备跟上去，就突然看到躲在一旁的沈轩逸，2人顿时察觉这小子有事瞒着他们。另一边衙门内，宁慕云刚踏进大厅后，突然感觉到一股姚云静，你疯了！老朋友见面打个招呼而已。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可没想到多年没见，你现在变得这么弱。你找我干什么？自从被你打败之后，这些年我一直在磨练拳脚。原本准备在你16岁生日那天再和你打一回，谁知你直接离开了孤儿院。今天我一定要一雪前耻。我去，难怪姚局一直催着我们务必把宁慕云带回来，原来是这回事。女人的报复心真可怕，还是我2次元老婆好。姚云静，你这是趁人之危，没看到我都受伤了吗？姚云静脸色一变，急忙上前查看。此时宁慕云胳膊无比剧痛，止不住的颤抖。没想到刚才还在病房中大发神威的双手，竟然连他一回合都挡不住。这小霸王真是变得越来越厉害。怎么回事？烧伤，不碍事的。烧伤能弄得你满手血腥味，这没打几10个大比都能有这味。宁慕云只当作没听见，巧妙的扯开了话题。姚云静，你怎么在这？我是这个头，我不在这在哪？宁慕云惊讶的瞪大了眼睛，身边的2名捕快连忙向姚云静敬了一个礼。局长，我们这次完美完成了任务，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别让我们干那些事了。哼，你们2个今天做的不错，就姑且饶过你们。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喜欢玩这一套，看来这几个捕快日子不好过呀。你怎么这么看我？是不是在心里说我的坏话？宁慕云暗道一声不好，克着骨子里的记忆让他下意识想逃，可还是晚了一步。
姚云静一把箍住了宁慕云的脖子。刚刚在心里说我什么坏话呀？说出来我听听。我什么都没说。那个谁，赶紧放开我老公！哟，有意思，宁慕云你结婚了？算是吧，这是家里给我定下的亲事，3天前刚结的，不过上午已经离了。看来我们在孤儿院分别的这几年里，你经历了不少啊。姚云静心中一声哀叹，原以为她被家人接走之后能过一段好日子，可现在看来她这些年并不好过。我去心中纷乱的杂念，姚云静再次看向沈云烟。同为女人，在沈云烟的眼神里，姚云静找不到一丝一毫对宁慕云的爱意，只有一种令人不适的占有欲。与宁慕云久别重逢的喜悦也被沈云烟冲散了不少。姚云静自然而然地对沈云烟生出一股敌意，这个女人想要霸占自己的玩具。随后不着痕迹地往宁慕云身边靠了靠。这位女士，请你放开我的丈夫！闭嘴，沈云烟！刚才那一鼻斗是没挨够吗？我们已经离婚了，别再让我听到这2个字。妹妹这么暴躁，难怪会离婚。不像我，我只会心疼哥哥。沈云烟气得眼眶都红了，尽管心里很委屈，可看到姚云静那挑衅的笑容，沈云烟不服输的个性又让她提起了勇气，直直看向姚云静。这位女士，就算她现在恢复单身，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做也非常不妥。姚云静四周看了一眼，2个捕快瞬间闪人，只恨自己没有再多长一双脚。现在这不没人了吗？哪里不妥呀？你什么你？宁慕云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我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哪怕我吻他，你也管不着。你敢？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我究竟敢不敢这么做。姚云静，你要干什么？下一秒，大厅里的空气仿佛在一瞬间凝固。跟在后面赵征也没想到自己刚进来就看到了这荒诞的一幕。不是接受调查吗？怎么接受调查还亲上来？过去竟然是这位传奇女局长，24岁已然是衙内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看来我不用为小宁的婚事操心了。相比于赵征的欣慰，沈云烟现在是火冒三丈。当姚云静吻住宁慕云那一刻，沈云烟感觉好像自己的宝物被别人偷走一样，撕裂的痛楚让沈云烟怒火滔天，让她不顾一切的要把宁慕云从这个女人手里夺回来。然而下一秒，整个人倒飞了出去。你竟敢对我动手，知不知道我是魔都沈家的大小姐？信不信我跟你局长打个电话，让你立马滚蛋？恐怕是不能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这里的局长。另外，刚才我属于正当防卫，不服可以查这里的监控。沈云烟一时语噎，正当她想要说些什么，一脸阴沉的宁苍木跟沈文山带着满脸是包的沈轩逸闯了进来。上集说到我奖励宁沈2家众人99个大笔兜，宁父不仅不生气，反倒贴心问我手疼不疼，甚至当着捕快的面为我开脱，只因我得知他心底最害怕的秘密，一个能让他吃花生米的秘密。此时宁苍木带人赶来所里找我。捕快同志，宁慕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呢。那刚才是你们中的谁报的案？都是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是他在胡编乱造，我已经把他教训了一顿了。姚云静看了宁慕云一眼，他想知道对面的人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竟然逼得最爱惜家人的宁慕云对他们拳脚相向。随后又想到刚才故意用亲吻来气沈云烟，脸颊突然一红，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你们几个都跟我去会议室里，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案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宁苍木快步上前，将宁慕云悄悄拉到一旁。宁慕云报警，这是沈轩逸弄的，我跟你沈叔商量好了，待会让沈轩逸说自己看错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让你免去一顿牢狱之灾，你就把你爷爷留的那100亿遗产加股份交出来就行。哟，老东西，你这算盘打得我在太平洋都听到，那要不要我跟捕快说一下林晓东那事？逆子，你有完没完？一直提这是有意思吗？这就急了，怕什么？不就是吃一颗花生米吗？不过你想要哪遗产也可以，给我磕1000个。宁慕云，我可是你爸呀，你这么说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下一秒，宁苍木头皮一麻，整个人陷入墙壁之中。好家伙，你可真不长记性，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如果想多活几年，就别再说这几个字。说完，宁慕云转身就走，留下宁苍木在原地无能狂怒。而此时会议室内，姚云静看着眼前泾渭分明的两方，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报案人，你跟宁慕云是什么关系？我应该算是他小舅子吧。别占我便宜，我已经和他离了婚。嗨嗨，注意点影响，把鞋穿上。报案人，你在电话中说的是否属实？宁慕云到底有没有打死人？没有。那他有没有打人？也没有，他没打人。姚云静微微眯起了眼睛。宁慕云知道他一摆出这副表情，就表示他又要整人了。好，既然你说的没有，那我们现在就走。去哪？当然是去医院了，我总得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要知道报假警和做伪证都是要被拘留的。我没有报假警。那你刚才就是做伪证了。我老爸救我，这和你刚才跟我说的剧本不一样啊。好了，到了医院我们就什么都明白了。各位，我们走了。此时医院高层宁家所在的 VIP 病房内，宁家二姐宁淑贤急冲冲地跑了进来。妈，诗蕊，你们在电话里说宁慕云把你们都打了，现在大姐跟几个妹妹们呢？大姐、三姐、四姐跟六妹都给她打昏迷了，已经安排住院了。宁慕云那小畜生，闭嘴！以后不准你们再这么叫我儿子，他是你们的亲弟弟，不是什么小畜生。以后要是再让我听到你们说这种话，休怪我家法无情。梅媛媛斩钉截铁的态度让几人十分不解。就在这时，一旁的开门声打断了众人的思绪。孩子，你回来了，没受欺负吧？梅媛媛，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另外，迟来的亲情比草轻贱。宁慕云，你这是什么态度？别以为有妈在，我们就不敢收拾你。宁淑贤，你应该庆幸刚才你没来，不然你可没机会站着我面前避避。行了，你们的事一会儿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公务。报案人过来。我在。现在我问你最后一遍，宁慕云有没有打人呢？沈轩逸不敢回答，他也害怕被警察拘留，很想直截了当承认宁慕云
可沈文山跟宁苍木两人一直在路上友好的叮嘱他，绝不能说宁慕云打人。这件事是你惹出来的，你必须给我解决了，不然我给你把卡停了，以后公司继承权也没你的份。该死的老登，每次都拿这事威胁我，等你老了，我第一个把你养气管。那个局长宁慕云他没打人，谁说的？宁慕云他打。淑贤，给我闭嘴！姚云静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一切。这个宁慕云称之为父亲的男人很讨厌宁慕云，却一直在为他遮遮掩掩，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内情。突然灵光一闪，姚云静突然想到刚刚在局子听到他们说遗产，峰回路转之间，他猜出个大概，只觉得眼前这场戏更有意思。淑贤，你要想想那笔财产。爸，他已经放弃宁家财产继承权了呀，那笔钱终究是爷爷留下来的，那也是宁家的钱。如果赵叔不给我们和他打官司，从他手里夺回财产支配权不就行了？你是无法在法庭上打败赵正的，能这么做早就做了。现在想拿到那笔财产，只能通过宁慕云这一条路子。难道我们就任由宁慕云这么羞辱吗？当然不是，这个逆子做出了这么多背逆人伦的事情，不教训一顿是不行的。可现在最要紧的是财产。自从冉冉发布了那条短视频之后，这2天下降的势头虽然止住了，可市值依然蒸发了23亿。听到这话，宁淑贤、宁世蕊姐妹脸色一暗，公司这段时间确实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他们都承认。实话跟你们说吧，宁氏集团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机，有一个大财团正想和我们合作，现在急需一大笔钱来提振市场对公司的信心，否则这次的合作就会彻底终止。老爸说的你们明白了没？我们知道了，可不能把那个小畜生送进监狱，我实在不甘心啊！放心吧，爸向你们保证，等咱们把你爷爷的财产从那个逆子手中夺回来之后，爸自然会亲自出手，绝对不会让他继续逍遥自在。几位，你们谈完了吗？谈完了。那好，这位女士，请问你是？我叫宁淑贤，是他的二姐，我可以证明他没有打人。姚云静点了点头，又看向梅圆圆、宁苍木二人。没有，我是他父亲，我也能证明他没有动手。不是，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把宁慕云送进监狱里去？心里愤恨的宁继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立刻发挥出了他的绿茶技能。慕云哥哥确实没有打人，他只是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其实没把我们伤得很重的。这位局长，他前几天受了伤，这几天记性不好，请你不要把他说的话当成一回事。我刚才说的是闭嘴。宁苍木生怕宁继伯又搞什么幺蛾子，连忙对宁世蕊说道：世蕊，继伯他现在还在说胡话，你快去给你弟弟打一针镇定剂，让他好好休息。宁世蕊尽管十分不甘，但为了那一笔财产，还是硬生生的答应了下来。吴姐知道你没病，你不要担心，吴姐迟早会给你讨回公道的。现在你还是先睡一觉吧。我去，屁股好痛。身后的沈文山几人终于松了口气，这件事总算可以结束了。接下来就应该想方设法让宁慕云与云烟复婚了。就在准备进行下一步时，姚云静看向了沈轩逸。报案人，你听到了吧？事实和你在电话中说的完全不符，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局长，你就饶过我这一回吧，我也是一片好心。是啊，我弟弟他确实做错了，可他也是好心办了坏事，能看在他没有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况下宽恕他呢。宽恕他？这位女士，法律并不是你手里的弹簧，可以任由你来伸缩它的尺度。如果所有人都用好心办坏事来为自己开脱，那法律还有它存在的必要吗？任何人做了错事都必须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例外。你……沈云烟脸色一白，她总感觉这个女人话里话外都在暗戳戳的指责她。小马进来，先带报案人回去，根据刚才你们所听所见的实际情况，对其做出严肃处理。一旁沈文山傻眼了，今天先是遗产的事情公之于众，又是沈轩逸被抓，原本他还想办法让宁慕云和沈云烟复婚，可现在宁慕云阴云密布的表情一看就还在气头上，这种情况下复婚无异于痴人说梦。如今当务之急还是先处理沈轩逸的事。云烟，你先和爸一起去处理你弟弟的事情，你和慕云复婚的事之后再说。爸，你先走吧，我待会过来。原本沈云烟心中只有公司与祖父的遗愿，可自从姚云静当着他的面亲吻了宁慕云之后，他心里就一直隐隐刺痛，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开始在心里慢慢萌发，冷着脸冲到门外，站在姚云静面前。这位女士，你还有事吗？我想知道你的名字。我叫姚云静。怎么？你有什么指教？记住了，我叫沈云烟，我是宁慕云喜欢了8年的人，也是他的前妻，他是属于我的。我警告你，不要碰他。如果我非要碰呢？那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呵呵，沈小姐，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怕我碰定了，你自己弄丢了他，现在又要求别人不许碰他，你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我不许你碰他，不信我们可以走着瞧。说完便朝着沈父方向赶去。姚云静看着沈云烟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厉芒。呵呵，有意思。而此时宁家病房内，今天这只是一个开胃菜，可我们之间的恩怨还没有了结，你们这些年欠我的债我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那一天不会太远。爸，你看他那嚣张的样。没事，现在最重要的是公司的事情，这个逆子嚣张不了多久。姚云静，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呀？哟，咱俩这么多年没见，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我这不是怕你还有事要去处理吗？对了，我有件事要你帮忙。什么事？我昨天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孩子，想让你帮我查出她的身世。那还等什么？赶紧走呀！上集说到偏心父亲以为拿捏到我的把柄，能逼我交出100亿遗嘱，下一秒我直接教他做人。随后更是配合姚云静将沈轩逸送进局子里体验生活。处理完事情后，宁慕云带着姚云静去找前天送来
来检查的神秘少女。小云子，你来了！你个没良心的，前天把人交给主任就走了，还好被本小姐碰到了，替你忙前忙后。哟，季云一，你在这里当医生呀？你怎么在这？季云一是宁慕云拜师学医师傅的女儿，跟姚云静也算是老相识。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孤儿院，除了宁慕云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姚云静。很多次纪云一被她捉弄得哇哇大哭，但同为女生纪云一在姚云静的眼睛里看出来她对宁慕云的好感。这丫头要是知道我夺走宁慕云的初吻，不得气疯了！怎么，老朋友多年没见，你就这么嫌弃我？我哪敢啊！你可是宁大少多年的老相识，我就是他的使唤丫头，我哪敢嫌弃你啊！纪云一，你怎么了？你可算是给瞎子抛媚眼！纪云一气得忍不住踩了宁慕云一脚。我没事，你这个死木头！没事就没事嘛，你猜我干什么？对了，他检查完了吗？提起正事，纪云一也变得震惊起来。还没有，他的检查项目只做到一半，主任正在为他检查大脑。怎么回事？宁慕云把昨天遇到那个女孩之后的事情简单的讲了一遍。此时姚云静脸上早已阴云密布。找出她的身份信息并不难，只要你把她的指纹给我就好。可找到她信息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再让她家人把她领回去？这次逼着他们领回去又能怎么样？下次他们是不是要带她去国外继续丢掉？你的意思是，姚云静她和我们一样也是被遗弃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她再次流落街头。姚云静心里一颤，阴沉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微笑。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没变。走吧，两位，我们先去检查科室。此时科室内一名少女脸上布满脓疮，四肢满是伤痕，浑浑噩噩地坐在轮椅上。王医生，她的情况怎么样？她大脑的扫描结果很正常，不像是天生智力低下，也不像是一个天生聋哑人。我猜测这个女孩就是经受了太大的打击，神经上也受到了严重刺激，患上了失语症。话音刚落，三人的心里顿时变得沉甸甸的。宁慕云不敢想象这个女孩的人生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悲痛，自己淋过雨就想为他人撑起一把伞，那她岂不是一辈子都无法治愈？这倒不是，她变成现在这样，归根到底还是经受了太大的刺激。想治愈她，不仅要从神经方面入手，更需要治愈她的心理疾病。或许治好她的心病，她就会恢复原样也说不定。谢谢王医生，我们知道了。随后推着轮椅离开了脑科科室，三人站在走廊里，情绪都不高。宁慕云，我现在就带着他的指纹回去，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谢谢你帮我这个忙，到时候我请你吃饭。吃饭就免了，只要你和我比试一场就好。你就不能想点好事吗？哈哈，我先走了，记得照顾好那个女孩子，一有消息我马上和你联系。对了，你没我电话怎么和我联系啊？傻瓜，你的电话我一直都有。此时一旁的季云一看得都快气疯了。沈云烟现在是出局了，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盯着呢？狼多肉少，必须赶快下手。你这个臭木头，就不能少招惹一些女孩子吗？云一，你说什么？没什么。对了，刚才我取来了血液检查报告，疑惑的是检验结果很正常。这怎么可能？他全身上下这么多脓疮，血液怎么可能没问题？那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明天去我家里，让我爸再给他看一看。你是说去师傅那里？是啊，反正你也看不出来，不如让我爸来看一看，他那么多年经验了，你不知道的病情，说不定他知道。也好，那我明天就带着他去你家，让师傅给他看一看。行，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们一起走。就在这时，一旁的楼梯间突然传来短暂的惊呼声，宁诗蕊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这些年来，她十分好奇宁慕云的医术到底是从哪学来的，如今终于得知真相了。纪云一的父亲竟然就是宁慕云的师傅，这下四姐的脊椎终于有救了。死废物，没有你，我照样能找到人。翌日清晨，宁诗蕊扶着脸色苍白的宁延君向着前方一幢独栋别墅走去。四姐，等一会儿见到那个医生，绝对不能说自己姓名，我们要提防宁慕云那个小畜生在他师傅那里说我们的坏话。五妹，那我们该叫什么？一会儿你就说自己叫秦云烟，而我就叫秦瑞诗。行，我记住了。此时大门处刚好有一位中年男人正晒着太阳。请问您是季天明先生吗？没错，我就是。不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季先生，请你救救我的姐姐吧，她的脊椎天生有问题，我们找了不知道多少医生都没有用，后来我们听说您的医术很高明，所以才来这里向您求救。那你们两个快进来吧。宁诗蕊连忙道谢后搀扶着宁延君走进了别墅。五妹，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放心吧，那个死废物的医术是由这个男人教的，没理由他能治好的病他师傅治不好。那就好，我一定要报复那个死废物，再把他送到监狱里去。四姐别气了，对你身体不好，就在昨天爸拦住不让我们送他去衙门，我就已经报复了那个小畜生了。那天三姐不是说公司要为他引导舆论吗？我昨天就把你和我开具的证明送了过去，现在关于他的黑料已经是全网乱飞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婚前不检点染了脏病的人渣。就在这时，季天明走了过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季小姐，你姐姐发病之后具体的症状是什么？我姐她天生就有脊椎病，每次一发病她就疼得直不起腰来，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其他医生都对这束手无策。这样啊。季天明敛去微笑，闭着眼细细感觉着脉搏。你姐姐的病乍一看是脊椎病，但实际上是她脊椎附近的经脉有问题，天生有缺。说来也巧，这病和我徒弟他姐姐的病一模一样。是吗？没错，他的姐姐也是这种怪病。我那个徒弟的天分比我要高多了，可以称得上是天才。可就
就是他面对这种怪病也是差点赔上性命才治好他的姐姐。听到这话，宁延君与宁诗蕊脸色齐齐一变，他们不相信凭宁慕云的品行能做出这种事来。那真是太巧了。是啊，我这套针法能练成也多亏了他。秦小姐看好你姐姐，我准备试针了。说完，季天明捻起一枚银针，对着宁延君的穴道扎了进去。而此时，宁慕云推着轮椅和纪云一走在纪家别墅路上，神秘少女也经过昨日的休息，精神头已经好多了。幸不辱命，你姐姐的脊椎病暂时是治好了。谢谢季先生，姐姐，你感觉怎么样？很好，我感觉现在非常舒服，谢谢你治好我，我们一定会付给你很大一笔诊费的。不用了，如果为了诊费，我根本不可能给你姐姐治病。就在这时，门铃声响起，打断姐妹两人的开口。两位待会再说，有客人来了，我先去开门。诗蕊，刚才他师傅的话是真的吗？那个小畜生真的为了给我治病，差点赔上性命？怎么可能？他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一定是做了别的事情，才让他自己差点殒命。宁延君听到宁诗蕊的回答，心里依然在不停动摇。这个极具冲击力的事实让宁延君一时无法接受。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在两人耳边响起：“师傅，我来看您了。”宁慕云推着轮椅走进别墅，当他看到沙发上慌张的姐妹两人后，脸上的微笑瞬间散去，一股阴冷凶厉的气息从他周身弥散而出。宁延君、宁诗蕊，你们两个为什么在我师傅这里？慕云，怎么了？你们和秦小姐认识？秦小姐，哟，你们家那老家伙知道你们改姓了吗？慕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师傅，他们两个就是我已经断绝了关系的宁家老四和老五，宁延君和宁诗蕊。我们今天来是来找季先生的，又不是来找你的。你已经和我们断绝了关系，没有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你们季云一，你先推着他去休息，我来和他们说。哼，小云子，不要顾及我爸，好好收拾他们。两人离开后，客厅里只剩宁慕云师徒和宁延君姐妹两人。此时，宁延君眼神复杂的看着宁慕云。宁慕云，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真的为了给我治病，差点丢掉性命？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宁慕云，你不要不识好歹。四姐问你个问题，怎么了？本来在医院憋了一肚子火的宁诗蕊再也忍不住，一时间也忘记了场所，冲上来就想给宁慕云两个大耳洞，可下一秒直接被提了起来。宁诗蕊，你还是这么的没有脑，我这就给你清醒清醒。此时一旁的季天明也看不下去，两位宁小姐，我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现在就离开吧。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让宁慕云说话注意点。宁诗蕊顿时急了，连忙解释，这要是得罪了人家四姐，以后脊椎再发病该怎么办？我季某人这里不欢迎你们这种铁石心肠的人，现在请你们马上离开。宁诗蕊见季天明真的生了气，自知以后很难再让他给宁延君治病彻底破罐子破摔。我难道说错了吗？他如果真的能为我四姐做到那种地步，昨天又怎么会在医院把我们一家人打成那个样子？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多烂的一个人，你真是有眼无珠。话刚说完，直接被宁慕云一脚狠狠按进地下。宁诗蕊，谁允许你侮辱我师傅？对不起师傅，让你见笑了。哎，慕云，师傅知道你很生气，可是再生气也不能打人呢。以后面对这种事情，可不能再像今天这样这么冲动了。我知道了，师傅。宁小姐，你姐姐的病已经治好了，你们也该离开了。不过我不希望你们下次再来，就是委屈我徒弟曾经的付出了。季先生，这些话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只有证据摆在面前我才会相信，否则你就是在说谎。宁延君也疑惑地看向了宁慕云。自从回到宁慕云宁家，自己因为怕季伯感觉受到了冷落，对宁慕云一直不好。一个屡屡遭受苛待的人，会为了给苛待他的人治病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宁延君无法相信这一点。师傅，你不用和他们多说了，他们这种蛇蝎心肠的人，哪怕你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会相信。我现在就把他们撵出去。慕云，师傅以前是怎么教你的？自己做过的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要逃避，只有直面过去，才能走向未来。哼，宁慕云，你这是心虚了吗？师徒俩都是骗子。宁小姐，请你说话做事不要太过分了。如果我把证据拿出来了，你能和我的徒弟道个歉吗？只要你拿得出来，别说道歉，就是我给他跪下磕3个响头都行。好，希望你能记住你的话。不过我不需要你跪下，只需要你给我徒弟诚心诚意地道个歉就好了。上集说到师傅暴露我为了学医给四姐治病差点丧命，可宁家姐妹不仅不信，还当场侮辱我师傅。一怒之下，我直接请他吃了一个大比洞。慕云呀，以后再生气也不能打人，咱们要以德服人。师傅，你这德看起来真不错。宁慕云，你这个死废物竟然敢打我，是不是我拆穿了你的谎言，恼羞成怒了？我就知道像你这种没有教养的人，怎么可能做出为他人舍命学医的事？宁小姐，你非要见到证据才会相信吗？没错，既然你说有证据，那你就拿出来。只要你拿得出来，我立马给他磕99个响头。希望你能记住你的话。不过我不需要你跪下，只需要你给我徒弟诚心诚意道个歉就好了。季天明说着就把宁慕云的袖子给拉了上去，只见胳膊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红点，还有几条诡异的疤痕。这就是你要的证据？我徒弟胳膊上的每一个小红点都是练习针灸留下的针孔。这算什么？这只能说他学医不精，跟为我四姐学医差点丢掉性命又有什么关系？师傅，要我说就不用跟他们解释这么多，直接把他们赶出去就行。别急，今天师傅一定要为你讨一个公道。我倒要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编。宁小姐，如果不是为了给你四姐治病，我徒弟他根本不用留下这些针孔。慕云6岁随我学习医术，因针灸学起来颇为复杂，原本打算16岁那年教给他，可没想到他被你们宁家接了回去。季先生，那他怎么回到家不久就开始给我治病了？你不是说这针法极难学会吗？季天明没有理会宁延君的疑问，依然在娓娓道来。可没想到刚回到你们宁家没几天，慕云求我给他四姐治病，我知其病凶险难愈，还易惹上人命官司，就拒绝了。可他竟要自学针灸，我不同意。他一个没有学过针灸的人，如何能治得了那种疑难杂症？可他不惜下跪求我说，那是他喜欢的四姐，他不能让他四姐承受这份痛苦。季天
天明像是想起那时的情景，忍不住红了眼，抹了抹眼角，接着说道：宁小姐，你不是要看证据？我徒弟胳膊这里的这几条伤疤，就是他差点丧命的证据。那天他为了练习那套针法，气息出偏，真气沿着督脉直直向下逆行。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我徒弟当时就死了，你知道吗？宁延君身体一颤，双眼通红的看着宁慕云，一想到他为了救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可自己却对他做出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宁延君感觉心里像被刀戳了几个窟窿。宁诗蕊也低着头，有些不敢看宁慕云。面对姐妹俩的反应，宁慕云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那淡漠的眼神深处有一抹化不开的悲伤。慕云，对不起，四姐知道错了。哎，这么好的一个孩子，那年回到你们宁家后，不到1年就只剩90斤，差点被你们虐待死。昨天晚上我从我女儿那里得知慕云和你们断绝了关系，我由衷的为她感到高兴，也为她不用再受到你们这些所谓家人的虐待了。师傅，这些事情都过去了，这笔账我以后慢慢的再跟他们算。季天明叹了口气，轻轻拍了拍宁慕云的肩膀，转头看向一旁的宁诗蕊。宁小姐，你能按照刚才的约定向我徒弟诚恳的道个歉吗？我即使知道宁慕云对宁延君付出这么多，可在宁诗蕊心里，宁慕云昨天在病房做出的事情依然无法饶恕。他的骄傲不允许让他向他讨厌的人道歉。宁慕云看到宁诗蕊那支支吾吾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愿意。师傅，他这种人是不会道歉的，我也不需要他的道歉。既然慕云不需要你们道歉，那就算了，你们2位现在就离开吧。今天算我是给你们最后的治疗，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来了。季先生，我们……宁诗蕊没听到我师傅的话吗？还是等我给你们扔出去？走就走，一个快要被淘汰的中医，我才不稀罕。这句话瞬间点燃了宁慕云的怒，他不允许有人侮辱他师傅一辈子所追求的医术。此时他再也装不出的样子。宁诗蕊，就你一个只会用激素的庸医，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有本事你就治好宁延君的颈椎，今天算你走运，在师傅这我不想见红，下次你可没这么走运。说完直接一脚将宁诗蕊踢出别墅。宁延君见状连忙起身准备追出去，可走到宁慕云身边时停了下来。慕云，四姐知道错了，四姐以后一定会改正，你原谅四姐好吗？原谅你？你能让我回到4年前的那个端午节吗？宁延君一听，浑身上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不知该怎么回答宁慕云的问题。4年前端午节那天，宁继伯在外面不小心犯了事，他身为律师，但为了宁继伯的名声，逼着宁慕云代替宁继伯进看守所。很好，看来你还记得那天的事。如果你能带我回到4年前的那个端午节，并且把宁继伯送进看守所，我就可以原谅你。怎么样？不能就给我滚出去！此时无尽的懊悔像一座大山，重重的压在了宁延君的心上，失魂落魄的向外走去。就在他踏出别墅大门那一刻，一股撕心裂肺的痛突然在他心底涌现。慕云，对不起，四姐对不起你，对不起。四姐，你快起来，犯不上为了宁慕云这个小畜生这么伤心。你没看到他刚才把我打得这么狠吗？不是我对不起他。宁延君哭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宁诗蕊见状只能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四姐，你之前不是还想报复宁慕云吗？我们2个给3姐开具的报告已经送到他公司去了，过2天宁慕云他就彻底身败名裂了。不能，我们不能这么对待慕云。快走，我们去3姐公司把那份证明要回来。四姐慢点，等等我，我们一起去。宁诗蕊2人离去后，客厅里再次恢复了宁静。而这时纪云一将轮椅上的神秘少女推了出来。慕云，你跟师傅说实话，这个女孩是从哪来的？师傅，她是我在垃圾堆里捡到的，难道她有什么问题吗？她本人没什么问题，她身上的那些脓疮有问题。这脓疮的样子，师傅偶然在一本医书上见过一次，此毒非常稀有，配置的材料个个都是稀世奇珍，价值不菲。这女孩身世不简单呀！吴姐将我师傅一生所追求的中医贬得1分不值，一怒之下，我让她给我师傅帮磕了99个响头。而此时宁家3姐得知我为她学医差点丧命的真相后，良心发现，急忙想去拿回陷害我的报告。另一边恢复平静的季家客厅内，慕云，你捡回来这女孩身世不简单呀，她身上脓疮中的毒极其罕见，所需要的材料个个都是稀世奇珍。师傅，你能解开她的毒吗？我看的那本医书只记载了中毒的症状和几味药材，并没有给出完整的方子，我现在也没办法给她解毒。宁慕云觉得少女身上的谜团又多了许多，只能希望姚云静能尽早查出少女的真实身份。爸，宁慕云，你们2个不要发愁啊，那本医书不是给了你们几味药材吗？反正他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一个个方子的试一试。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慕云呢？这2天你就留在这里帮我一起试验药方。我知道了，师傅。那太好了，慕云，我这就给你把房间清出来。真是个傻女儿，掩饰都不会掩饰。爸可是为了你想尽办法了，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争气，我还指望明年抱外孙呢。对了，师傅，我在医院还查出这个女孩脑子受过刺激，现在得上了失语症和失忆症。既然如此，那咱们师徒2人这几天就一并试着给她解决这些问题。另一边，柔云文化会议室内心怀愧疚的宁延君找上公关总监冯燕。2位，不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总监，我们那文件。一旁宁诗蕊连忙拉了一下宁延君。冯总监，是这样的，我昨天给你的那份文件里有一些小问题，所以想拿回来换一下。换一下？公关通稿在昨天晚上已经连夜发出去，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法更改。如果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2位就不必进行调换了。什么？那慕云的名声不就彻底毁了吗？不行，一定还有机会改变的。冯总监，如果那些文件里有一些错误呢？如果文件有问题，那我们公司的所出具的公关通告就会被推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仅宁雨嫣小姐声名会受损，就连我们公司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宁雨嫣小姐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她不仅会被公司解约，还要赔付我们天价违约金。所以我想在这里问2位一句，那2份文件该不会是你们
们伪造的吧？面对冯燕的质问，宁延君无比纠结。如果坦白，那么三姐星途竟会背负巨额违约金；反之，关于宁慕云黑料的公关通稿就会一直流传，人人喊打。一旁的宁诗蕊看到宁延君处在动摇之中，心中暗道不好，生怕宁延君说出对宁雨嫣不利的话。冯总监，那2份文件绝对是真的，只是我们觉得有一些小问题，所以才想来换一下。四姐，你说是吧？面对宁诗蕊殷切又带着压迫的目光，宁延君犹豫少许，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宁慕云，对不起，四姐不能毁了三姐呀，现在只能暂时先委屈你了。等这阵风波过去之后，我一定给你赔罪。既然事情属实，那就不需要更换了。两位，你们找我就这些事吗？是啊，我们也是怕那些小问题会影响你们的工作，所以才来麻烦你们。既然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先走了。说完，拉着脸色苍白的宁延君转身离开。宁延君犹豫着看了冯燕一眼，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什么。待两人走后，冯燕拿起电话跟董事长祝云柔说明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忙吧。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只等着什么时候引爆这颗定时炸弹了。宁家人，你们的劣根性果然没有让我失望。3天悄然流逝，宁氏集团股价与宁雨嫣风评持续上扬。与之相反，宁慕云的风评在网络上沦为人渣的代名词。好在这2天宁慕云都在和师傅试验药方，没有上网，在治疗下少女摆脱了意志溃烂的状况。虽仍不会说话，眼神依旧痴傻，但精神已好了许多。糟了，这几天都忙糊涂了。说好了要给祝云柔联系云嫣姐谈合作的，怎么把这事给忘了？随即连忙给2人发送短信，约定好明日见面。而此时的温云嫣坐在办公桌前愁眉不展。最近温氏急需一大笔资金注入，可现金流都分散到了其他项目里。就在这时，看到宁慕云发来的短信，恋爱脑瞬间上头，立马把公司的不开心抛在了脑后。太好了，小云她终于开窍了，她这是要向我表白吗？也不知道我们以后的小孩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另一边，祝云柔也收到宁慕云的短信，明天要去和慕云见面了，明天的对手可是一个劲敌，不容小觑。云嫣学姐，我一定要赢你一回。次日，陇居茶社门口，温云嫣站在原地焦急等待时，宁慕云刚好从一辆出租车上走了下来。云嫣姐，你什么时候到的？没多久，我也是刚到。温云嫣笑着说完，装作不在意地问了一下：小云，你第一次主动叫我出来是想要干什么？云嫣姐。慕云，祝云柔，她怎么来了？小云，学妹来这是？云嫣姐，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约你们2个人出来，是想让云柔和你谈一笔生意。生意？难道小云不是要和我表白吗？是的，云嫣学姐，我和慕云前几天单独见面时，慕云说你们温氏最近有一笔生意急需合作伙伴注入资金，所以想我和你谈一谈。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小云，你对云嫣姐真是太好了，这几天我正为缺少这部分资金发愁呢。祝云柔看到温云嫣对宁慕云如此亲密，眼中闪过一层阴影。云嫣学姐不愧是我最大的劲敌，还好我提前布下的一招暗棋，只要引爆，我就能超越你们一大步。相比于斗志昂扬的温云嫣、祝云柔2人，沈云嫣还在为找不到宁慕云复婚而郁闷。可下一秒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只见宁慕云在这左拥右抱，想到这几天受的委屈，瞬间化作怒火爆发出来。宁慕云，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勾三搭四？沈云嫣，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没有资格管我。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我没有资格管你？看着如同疯子般的沈云嫣，宁慕云上去直接将她提了起来，猛地向后一甩。沈云嫣，你脑子不清醒，我免费帮你一下，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宁慕云，我和你拼了！沈云嫣不顾一切的朝宁慕云冲了过来，祝云柔和温云嫣忍不了，脸上的笑容同时敛去。够了，沈云嫣，你不要太过分了。宁慕云，你还是不是男人？有本事你别躲在女人身后。下一秒，2记响亮的耳光各自抽在了沈云嫣脸上。沈云嫣，你再侮辱慕云一句试试。看着眼前2女突然出手，宁慕云都惊呆了，随后连忙把2女挡在身后，以防再生出什么事端。而沈云嫣看到这么体贴的一幕，心里委屈一股脑爆发。宁慕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哟，你怎么会错呢？你不是永远都是对的吗？既然我没错，那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和他们勾三搭四？闭嘴！沈云嫣，你真比我想象中的还没有脑子，嘴巴不干净就别要了。宁慕云没有理会倒在一旁沈云嫣，转过头来对着2女道了个歉。云柔、云嫣姐，对不起，让你们看笑话了，我们换个地方谈吧。你别走，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哪里错了？沈云嫣，你烦不烦？你到底哪里做错了？难道自己不清楚吗？看着大学时的竞争对手站在眼前，沈云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祝云柔，你给我把话说清楚，我到底犯什么错了？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我什么。你说慕云和我们勾三搭四，那你和吴明辉又算什么？我和明辉之间是清白的。好一个清白的，那我们和慕云就不是清白的吗？那能一样吗？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从小就有婚约，你们不应该和宁慕云待在一起。你也知道你和慕云有婚约啊，大学4年你为了吴明辉3番5次的侮辱慕云，这些事你忘了吗？沈云嫣浑身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过去的记忆化成了一个个回旋镖，统统砸在了她的身上。沈云嫣已经开始后悔，可祝云柔仍然没有放过她。你当时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有考虑过慕云是你的婚约者吗？现在你竟然还恬不知耻地站在我们面前说这些，难道真的不怕你会有报应吗？你现在已经和慕云离婚了，你过去对慕云造成的伤害，除非时间倒流，否则根本无法挽回，你还是放弃吧。沈云嫣听得内心一痛，第一次单独考虑起了自己和宁慕云之间的感情，而没有考虑沈家的事情，愧疚懊悔的情绪如同风暴一般在撕裂着沈云嫣的大脑。云柔，我们走吧，没必要跟他说太多。别走，宁慕云，我知道自己过去无意间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我真的没有想伤害你啊，你一定要相信我。沈云嫣，你无意间的行为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你从心底里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所有的说辞
词都在掩盖你冷血的本质。不是的，不是的。不用狡辩了，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吧。你能像称呼吴明辉、明辉那样称呼我一声暮云吗？当然可以。沈云烟很想说出口，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叫不出来。祝云柔和温云烟看着沈云烟的眼神又冷了几分。好了，沈云烟，你继续在这里待着吧，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见，因为看到你我就想做噩梦，你比吴明辉更让我恶心。此时角落处一名中年男子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那个人就是宁慕云，长得倒是挺帅的，桃花运也不错，我突然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上一世我为了妻子沈云烟倾尽所有，却敌不过黄毛一句多喝热水。如今重生归来，我拳打黑心岳父，脚踹坑虎小舅子。可没想到沈云烟竟然拿出30亿之位和我复婚。接上集我邀请祝云柔前来解决温家资金问题，不料遭遇沈云烟前来发疯，当场我就奖励她最爱的大笔兜。云柔、云烟姐，真是抱歉了，因为我耽误了你们俩的正事。你们两个现在先聊聊，我去一下卫生间。看着宁慕云的背影走远之后，两女立马展现出了各自的本性。学妹，实话实说吧，我准备追求小云，所以希望你不要来打搅我。云烟学姐真是凑巧了，我也准备追求暮云学姐，你能成人之美吗？学妹你，祝云柔那层出不穷的手段让温云烟感到心悸，无奈之下，温云烟只能打起感情牌。我从小云出生开始就认识她了，学妹你是比不过我们的，我劝你放弃也是为了你好，免得你以后黯然神伤，徒增烦恼。我和暮云的缘分也不浅，虽然没有学姐你早，但我们两个一起相处的时间可比你久。这怎么可能？这是我和暮云之间的秘密，所以请你以后就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了，我是不可能放弃暮云的。温云烟还想再说什么，宁慕云已经回来了。云柔、云烟姐，你们聊什么呢？这么高兴？暮云，我刚刚正和云烟学姐谈生意的事情呢，我们都觉得对方的提案不错，所以认真考虑了一下。是的，我和学妹都很赞成对方的提议。祝云柔和温云烟互相对视了一眼，仿佛刚才的对话根本不存在。两人本就是业界有名的女强人，互相权衡利弊之后，一笔投资高达5亿的合同就此谈成。宁慕云看到温氏集团未来破产的事态终于改变，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有了云柔加入进来，前世温氏破产的结局将不再发生，云烟姐也不用受那些苦。对了，小云，3天之后是我的生日，这次家里给我办了一次生日晚宴，我想请你过去。那我肯定会去的。温云烟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幻想生日那天和宁慕云翩翩起舞的样子，但祝云柔的声音又把温云烟的美梦敲得粉碎。学姐，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你的生日晚宴？当然可以呀，我的好学妹。三人约定之后就准备分别。临行之前，祝云柔和温云烟互相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神在空气当中纠缠，迸发出了无形的火花。另一边，沈云烟脸色苍白如纸，坐在办公桌前。宁慕云三人离去前的话语让他心里不停的抽痛。难道我之前真的因为明辉对宁慕云做出过那些不可饶恕的事情？可我真的没有那个心思呀。云烟别哭，你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说，天塌不下来。沈云烟看到闺蜜一脸关切走过来，随后将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云烟，你说你们对宁慕云隐藏的遗嘱，今天还看到他跟其他女生在一起。蓉蓉，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无意间把他伤得那么深，我很想和他道个歉，可他不愿意再理我了，我该怎么办啊？云烟，以前你做下的事已经不可挽回了，现在最关键的事情是让宁慕云看到你认错的态度，你愿意付出一切对他做出补偿吗？我愿意，可宁慕云他现在不愿意见我了。这个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让你见到宁慕云。另一边，宁慕云刚准备返回几家别墅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看着来电号码，一道身影渐渐从记忆中浮现而出。他是为数不多在沈云烟多次因为吴明辉对自己发难时站在自己这边劝说沈云烟的人。宁慕云心里也一直对这位大学同学心怀感激。孙蓉蓉，宁慕云，你还记得我吗？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你能帮我吗？是不是有急事？我现在就过去。不用，我们待会在静安公园见面吧。见了面之后，我再和你说具体什么事。好，那我马上赶过去。云烟，待会你看我眼色行事，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另一边，宁慕云挂断电话不久便赶到了静安公园，刚准备向孙蓉蓉打招呼，突然一道身影从背后准备扑进他的怀里。宁慕云下意识伸腿就是一脚。怎么是你沈云烟？你来这么干嘛？是我之前对你说的话不够明白吗？慕云，你不要这个样子，你之前不是让我叫你昵称吗？我现在能叫出来了。我知道我之前很不好，我心里一直也很后悔，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对你补偿好吗？说的这么冠冕堂皇，那我倒想问问你想怎么对我补偿？这个我还没想过，不过只要你说出来，我就一定可以做到。你确定我说的任何条件你都会答应？你说，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答应你。我要你现在就和沈家断绝所有关系，并且要把基金里属于沈家的30亿全部交给我。听到宁慕云的话，沈云烟如坠冰窟。这个要求和杀了他有什么区别？刚准备拒绝，就看到孙蓉蓉在一旁不顾一切的给自己打眼色。沈云烟想起孙蓉蓉的吩咐，又想了想沈氏集团债务超过30亿的现状，决定狠下心来赌一赌。慕云，我答应你的要求。什么？你确定你答应我的要求？对，我现在就把那30亿转给你。宁慕云也没想到沈云烟会同意，他提出这个条件只是为了戏耍沈云烟而已。此时他还是表现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赵叔，沈云烟说要把基金里属于他的30亿全部转到我的名下。小少爷，你们又和赵叔开玩笑了。沈云烟现在就在这里，我让他自己和您说。赵叔叔，我是沈云烟，慕云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想把基金里属于我的30亿全部转到慕云的名下。行吧，待会我把相关文件拿过去跟你们签署一下。慕云，那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吧？沈云烟，我说出的要求可是2个，你还需要把我剩下的那个要求也一并实现，才有资格和我谈其他。沈云烟看着宁慕云冰冷的视线，想到刚刚已经同意30亿转到了他名下，现在想反悔也迟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宁慕云的要求。慕云，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提出来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的。那就走吧，去沈家找他们断绝关系。云烟，还愣着干嘛？你快点跟上去啊！蓉蓉，宁慕云要我现在和家里人断绝关系，难道我这也要答应吗？云烟啊，你要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挽回宁慕云，只有宁慕云回心转意，你还有你们家才有转危为安的可能。这件事你得自己去办，我没办法陪着你去，不管有什么事，我都在背后默默支持你。那蓉蓉，我先去了。上集说到前世婚礼当天，为了追求真爱跟着黄毛跑了的妻子，如今不惜拿出30亿找我复婚。慕云，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急什么？我的要求可是2个，你现在只达成了1个。走吧，去沈家和他们断绝关系。沈云烟，前世你害我那么惨，现在就让我先拿回一点利息，至于原谅你，这事归上帝管。此时沈家别墅内，沈文山夫妇正一脸关切地围着一个狼吞虎咽的少女。我可怜的孩子，都怪宁慕云那个小畜生，你放心，妈一定不会放过他。妈，我在那里面什么也吃不上，这几天都把我饿瘦了。宁慕云那个王八蛋可把我害惨了。你们2个给我闭嘴！现在公司都成什么样了？你们还在想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不知云烟到底谈得怎么样了。如果再不让宁慕云回心转意，那沈氏可就真完了。老爷，小姐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宁慕云少爷。老沈，你看，我就说那舔狗逃不出我女儿的手掌心，看我这回不给他点颜色瞧瞧。就在沈文山准备阻拦时，白燕已经朝着门口冲了过去。此时宁慕云刚进院子，还没站稳，就听到白燕刺耳的尖叫声：“小畜生，你害我儿子在里面关了几天，我今天一定不会放过你！”哟，看来在医院还是下手太温柔，这才几天就敢在我面前逼逼奶奶。死废物，老娘今天弄死你！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没有丝毫犹豫，左右开弓，直接把白燕扇倒在地。老女人，你知道吗？我忍你很久。死废物，你竟敢打我！话音未落，又是一个大笔都甩了过来，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还需要问吗？宁慕云，你干什么？沈云烟，你在教我做事，别忘了你回家的目的是什么。沈云烟身形一滞，脸色变得苍白无比。一旁的沈母听不太清2人的对话，以为宁慕云又变成舔狗任人拿捏，顿时又觉得自己行了。宁慕云，你今天老老实实站着，让我出口恶气，不然我可不同意让我女儿跟你复婚。妈，不要！沈云烟话还没说完，砰的一声，只见白燕捂着肚子，比以来时的速度更快的倒飞了回去。此时客厅内，沈文山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原本他以为宁慕云这次回来是沈云烟劝动他，2人准备复婚，看着情况估计不对，这不一下子就变得清静了。怎么，沈轩逸，你是要对我动手吗？哥，那个你吃鸡腿吗？哎，你别过来，我害怕。沈轩逸看到宁慕云，打心底冒出一股寒气。前几天宁慕云在医院大发神威的样子，他可是记忆犹新。怕什么？谁不知道我宁慕云主打一个以德服人？哥，你这得正经吗？说好打了他就不能打我了？没事，随手的事。随着几声大锤80，小锤40的声音，沈轩逸成功晕了过去。这下心情通畅了。上回医院还想把我送进去，这件事别以为我忘了，以后看到我低着头走路。一旁沈文山在经过短暂的失神之后，终于回过神来。墨云，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好端端动起手来？沈云烟，你自己和你爸妈解释一下吧。沈文山感觉宁慕云的态度不对劲，连忙看向沈云烟，只见沈云烟低下头，不敢看着他。爸，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件事想和你们商量，宁慕云要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什么？云烟，你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沈文山连忙冲到沈云烟身前，他想让宁慕云和沈云烟复婚，以便从宁慕云的基金取钱帮沈家渡过难关，而非让沈云烟与沈家断绝关系。更关键是怕断绝关系后，宁慕云又让他拿走30亿，那沈家就完了。爸，我和慕云谈过了，以前我对慕云做过很多过分的事情，为了对他做出补偿，乃至之后他能原谅我，我答应了慕云2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让我和爸妈还有轩逸你们断绝关系。跟家里断绝关系倒是也行，反正沈家的财产最后的都是属于轩逸的，省得将来还要给沈云烟分财产，只要他可以从宁慕云那里掏出钱来挽救沈氏集团，也是可以接受的。云烟，那第2个要求是什么？爸，宁慕云第2个要求是让我把基金里属于我的30亿全都转到他的名下，我已经做了。你怎么能这么自作主张？你把30亿转到宁慕云名下，那我们家公司怎么办？沈文山简直快要气炸了，不仅没有从宁慕云手中弄出那笔钱来，还把属于沈家的30亿也丢。老登，看什么看？要不咱以理说话。不了，我就是看你站着可不渴，要不要喝水？沈文山想到宁慕云武力值，可不敢当着他的面发作，只能将目光再次看向沈云烟。云烟，我不管你怎么做，你必须把属于沈家的30亿从宁慕云手中要回来，否则我和你没完。爸，可赵叔已经把钱转到宁慕云名下了，我没有办法从他手里再要回来。既然你要不回来，那你就哄好他，让他和你复婚，这样你才能继续动用那笔基金，听到了没有？可是宁慕云要我和你们断绝关系，那我要照做吗？绝对不行，你可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最爱的掌上明珠，我怎么舍得让你离开沈家？沈文山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沈云烟，现在钱已经不在沈云烟手里，要是再和他们断绝了关系，万一沈云烟放弃了他们怎么办？喂，沈云烟，你到底
谈好了没有？你能不能和他们断绝关系？木云，我爸不同意断绝关系，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我的要求已经告诉你，你现在断绝不了关系，那你就继续和他们耗着，等哪一天你和他们正式断绝了关系，你再来和我说其他。宁慕云说完转身就走，丝毫没有拖泥带水。木云，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小畜生，我绝对不会让云烟和我们断绝关系，你也不用妄想可以独吞那130亿，我一定要让你把那些钱全都吐出来。我们走着瞧。另一边魔都 VIP 病房内，宁家老大宁思杰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大姐，你醒来真是太好了。严军，公司怎么样了？大姐，公关通告发布之后，公司的市值正在回升，已经涨回了8亿，那真是太好了。面对这个好消息，宁严军想起昨天帮三姐做假证明的事，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大姐，公司市值能回升，都是靠着败坏慕云名声而做到的，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好？为了宁家只能如此。四妹，我知你想说什么，我们过去有错也应该对他进行补偿，但当下要紧的是让公司市值涨回来，迎接一家大公司的合作。至于宁慕云，虽与我们断绝关系，可终究留着宁家血，紧要关头他应为宁家做贡献。宁严军听得很不是滋味，宁慕云都被家里人那样苛待，可现在还要为家里做出贡献。尽管情感上宁严军同情宁慕云，可从利益上宁严军也同意宁思杰的这个观点。大姐，我知道了。对了，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做。宁慕云他继承了太多爷爷留下的财产，那些都是宁家的钱，你得想办法从宁慕云手中要出20亿，用于公司提振股民的信心。大姐，我知道合作这件事情很重要，可20亿是不是太多了？宁慕云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整整100亿，区区20亿他拿出来不费吹灰之力，况且他还有宁氏集团15%的股份，理应为宁家分忧。宁严军见宁思杰态度这么坚定，也不好再说什么，而且他也觉得理所应当，毕竟宁慕云可是继承了整整100亿，况且还有宁氏集团15%的股份。大姐，他这几天正在气头上，等他冷静下来之后，我再去找他。宁慕云此时还不知道又有刁民打他的主意，此时他一脸阴沉看着面前的男人，跟踪我这么久，有什么事？宁先生你好，我叫吴海达，一名记者，大家也叫我狗王，这次来是想和你谈一谈你三姐宁雨嫣的事情。宁雨嫣，我已经和那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断绝了关系，对于他们我没什么好谈的。宁先生，我知道这2天网上对您的风评一直很恶劣，我手里有一份关键证据，可以将您的风评一举扭转。对于宁雨嫣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宁慕云一直很想报复他，这下怨气终于有了发泄的通道。证据？什么证据？宁先生，证据在这里，你先看看吧。宁慕云惊讶地看了狗王一眼，视线渐渐被那视频中的画面所吸。上集说到前岳母以为我前来沈家是为了复婚，妄图借此机会拿捏我为他儿子入狱出口恶气，不料我反手便是一记重拳，当场教他做人。处理完沈家事后，在回季家途中遇到一名自称狗王的记者，并且带来能摧毁宁雨嫣星途的证据。宁先生，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吴先生刚才说的那几件事，我这几天会尽快搞定，一定不会耽误了我们的计划。那我就放心了，相信这次事件之后，宁雨嫣这等品行败坏的艺人一定会受到惩罚，而宁先生你想报复他的想法也一定会实现。借你吉言，合作愉快。宁慕云一想到和吴海达商量的事情实现之后，宁雨嫣那悲惨的下场，心里就隐隐浮现出一股报复的快感。而此时季家别墅门外一道熟悉的倩影瞬间让他脸色阴沉下来。宁严军，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你还来这里干什么？慕云，四姐求你帮个忙，从你的基金里拿出20亿来帮公司，可以吗？20亿！宁慕云眼中寒光四射，他没想到宁家人能够这么无耻。此时宁严军还以为宁慕云正在考虑，连忙和他痛陈厉害。对，20亿，如果公司市值没有大幅提升，那个大财团很可能会放弃和我们合作。四姐想让你拿出20亿来提振一下公司的市值，毕竟公司里也有你15%的股份，这么一来也是对你好。闭嘴！我真是高看了你们宁家人的无耻。宁严军，你给我从哪里来滚哪里去！你这么凶干什么？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公司啊！再说了，那些钱虽然是爷爷留给你的，可那也是宁家的钱呐。现在家里有难，你帮家里又能怎么样？这也是对你有好处的。为我好，宁严军，你怎么不去干呀？慕云，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说话？我可是你的四姐呀！四姐，宁严军，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怎么骂我？我说不出来是吧？那我来告诉你，你从以前就一直在说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宁继伯才是你的弟弟。前几天你还一口一个小畜生的骂我，这事就这么忘了？宁严军身体颤了一下，自从得知宁慕云为了救自己付出那么多后，宁严军才感觉到自己之前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尽管心里十分痛苦，可他依旧没有放弃劝说，因为这次的合作对宁家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机会，绝对不容错过。四姐知道以前对不起你，也知道以前说过很多过分的话，等公司达成这次合作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哟，真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任由你们呼来喝去的弟弟？不过你想要我拿出20亿来也可以，我有一个条件。你说，只要你说出来，四姐一定答应你。话别说得太满，如果我说出条件之后你做不到，我一定可以做到。如果四姐做不到，那以后就再也不来见你。好，你现在就去医院把宁继伯送进监狱里去，我立马就去向赵叔取出20亿来，怎么样？我说出的要求你能不能做到？这个要求，你让四姐怎么做得到啊？那你还跟我说什么？给我滚！此时的宁慕云让宁严军发自内心的恐惧，但大家
姐宁思杰临行之前的吩咐又让他无法就这么回去。慕云，四姐知道你很生气，但你自己也有公司15%的股份呀。如果可以达成这次合作，那你也会大大受益。所以四姐恳求你拿出20亿来帮帮公司吧。宁延君，既然你们把公司看得比什么都重，不如就让我把宁氏集团给毁。宁慕云，你敢！此时宁慕云内心的怒气彻底爆发，一个箭步上去直接掐住他的脖子提了起来。宁延君，你看我敢不敢？你千万不要冲动，四姐跟你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也是为了你好，毕竟你有。话还没有说完，直接被宁慕云甩飞了出去。毕竟我有15%的股份，对吧？不久之后就是宁氏集团的股东大会，等到了那一天我也会出席，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想干什么。慕云，你不能那么做呀！宁延君，我还没开始这就急了，我警告你马上离开这里，否则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准备做什么。你不要冲动，四姐马上离开。话一出口，宁延君也不敢继续待在这里，坐在车座上，宁延君哭得泪流满面。大姐，我搞砸了，不仅没有要到20亿，还让慕云准备毁了宁氏。宁慕云看着宁延君离去后吐出一口浊气，刚准备回到季家查看神秘少女的伤势时，手机突然响起。喂，姚云静，你是查出那个女孩的身世了吗？宁慕云，这事有些麻烦，我们见面之后再详谈。好，你现在说个地址，我马上过去。得知位置后，宁慕云立马挂断了电话，朝着目的地赶去。而此时，宁雨嫣经过3天的休养，便急匆匆召开新电影发布会。宁雨嫣小姐，你这次住院听说是被人给打了，请问是不是真的？是呀，我们还听说你们公司发布有关你弟弟婚前不检点个患有脏病的证据，这是后续怎么了？临出院时，宁思杰已经被宁家人叮嘱过，绝对不能在记者面前说出那天的事情，以免动摇宁家集团股价。我这几天只是突发肠胃炎，所以才住进了医院。至于其他事情，我之前已经说过了，那些都是真的，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宁小姐，这不对吧？我听说你这次住进医院完全是被人打的，听说这还和你之前说你弟弟不检点的事情有关。关于这位记者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现在换下一位提问。别急啊，我可是打听到您的弟弟根本没有那些问题，至于他患病更是子虚乌有。一旁公关总监冯燕看清楚来人的那一刻吓坏了，连忙凑到宁雨嫣耳边小声提醒道：雨嫣，你可千万不能得罪他，他可是记者中大名鼎鼎的狗王，专门挖掘各种明星艺人的黑料，你可要小心啊！宁雨嫣深深看了男人一眼，强行压下了火气。这位记者，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都有证据能证明。如果你的那份证据是假的呢？狗王不紧不慢地逼问着。宁雨嫣此时恨不得活吞了他，可这么多记者在前，他还真不敢翻脸，情急之下只能对着记者们宣布道：各位记者朋友，我之前所说的一切包括证据全部属实，如果有半点虚假，我将向我的弟弟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他一切损失。宁小姐，你对自己的惩罚说得这么轻，是不是心里有鬼不敢多说啊？这位记者朋友，请你适可而止。如果我所说的证据有半点虚假，那我在之后就向我弟弟下跪道歉，并且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不错，宁雨嫣小姐，那我们可就一言为定了。宁雨嫣瞪了狗王一眼，怒火冲天的他再也不想接受采访。看着宁雨嫣消瘦的背影，狗王露出一脸冷笑：小绿茶，还敢跟我玩这一套？本狗王看你这次怎么死！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看那位宁小哥什么时候能把那2份证据拿过来了。好戏马上要开场了。上集说到8年前，青姐为了给贾少爷脱罪，将我关进看守所里，如今他竟然厚着脸皮找我索要20亿重振公司股价。俗话说忍一时越想气，我直接掐住他脖子将他甩了出去。赶走宁延君后，我便收到姚云静跟我发来的消息：宁慕云，你前天让我查的那个女孩我已经查过了，怎么样？查出她的身世没有？没有，这就是我要你出来面谈的原因。那天我把她的指纹输入电脑之后，在全国系统都查不到，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说明那个女孩的国籍不在国内，而且她还是偷溜进来，因为正常入境不可能没有记录。说的不错，不过你还少说了一种可能，这个女孩的信息可能是有人故意从数据库中删除的。现场突然陷入了寂静之中，宁慕云只感觉有一股寒气直冲后背。姚云静，你先不要查了，那个女孩的身世非同小可，你不要牵扯到这些事情里来。等我和师傅把她治疗好之后，我来亲自问她。宁慕云，你这么关心我吗？是啊，我在担心你，我不想你出事。姚云静愣了一下，随后笑得更灿烂了，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这时宁慕云手机收到来自温云嫣的消息。怎么了？没事，云嫣姐要我早点参加她的生日宴会。那走吧，我也想去玩玩，就免费当你一次女伴了，你就偷着乐吧。而此时魔都上流社会众多名流也纷纷前往宴会所在的酒店，其中包含了宁家的宁雨嫣。云嫣姐，我们来给你庆祝生日了。小云你来了，这位是？我叫姚云静，跟宁慕云从小在孤儿院一起长大的，生日快乐。温云嫣只感觉压力山大，一个祝云柔就够让她头大了，现在又冒出一个竞争对手。而此时宁雨嫣刚好从另一边走了过来。小畜生，你怎么在这？宁雨嫣，不准你对小云这么无礼，马上给小云道歉。温云嫣，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家事，你没有资格参与。云嫣姐，你不用跟他废话，这是我来处理。宁慕云连忙将温云嫣护在身后，阴冷的目光直直盯着宁雨嫣。宁雨嫣，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在医院治你这脑残的毛病吗？你个该死的小畜生，竟然敢骂我，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宁雨嫣本就因为昨天狗王砸场子的事烦恼，再加上医院的被打的旧仇，当即怒火冲天。宁慕云见状，轻轻伸出脚一绊，一个没站稳，宁雨嫣直接跪地一个滑铲。哟，这还没过年就给我行大礼，我可没压岁钱给你。宁慕云，你竟敢羞辱我！宁雨嫣，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打又打不过，骂也骂不赢，这一天天非得来找存在感，还上几个大的斗，你就特别开心了。死废物，我打死你这个没有家教的东西！面对疯狂嘶吼的宁雨嫣，宁慕云猛地踏出一步，狠狠一脚踢在了他的臭脸上。
云烟姐不好意思，我去赶走一只草人苍蝇，马上就回来，但会自罚3倍。宁慕云，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宁雨嫣，你刚才不是很强硬吗？见面就想给我一个鼻斗，怎么现在不停往后退啊？还是说你怕我？死废物，谁会怕你啊？不怕就好。前几天在医院没有跟你好好玩耍，接下来我们把游戏补上。宁慕云漫步走到宁雨嫣面前，一把将她提了起来，猛地朝墙面砸去。你为什么要在媒体面前对我栽赃陷害？我什么时候不检点，又什么时候染上了脏病？我难道说错了吗？6年前你在外面不检点找的女人还上门来向我们要过钱，这些你能赖账吗？我只是现在才向大众说出来而已，有什么问题吗？提起那件事，宁慕云不由怒火中烧。这事是宁继伯冒充他的名字干的，而之后告诉宁雨嫣事情后，他竟然说自己冤枉宁继伯。想到这里，刚下去的怒火再次涌了上来，随手就是一套小连招。宁雨嫣，我们来打个赌吧，3天之内如果我身败名裂，就算我输。自此之后，我宁慕云每当遇到你都要低头认错，任你打骂。我接了，如果我输了，那我以后每次见到你都向你3跪9叩，磕头认错。好，记住你说的话。宁雨嫣，我等着你向我3跪9叩。宁慕云冷睨了宁雨嫣一眼，随后跟着温云烟等人离开了现场。死废物，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要让你永远身败名裂。此时宴会大厅内，温云烟拉着宁慕云走到正在和宋展豪交谈的温父面前。小云，你来了。伯父您好，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我的长林建设正想要承接温氏旗下的一个工程，我正在和温伯父商谈。怎么，宁先生也有兴趣？前世拖累温家导致破产的长林建设出现，这次绝对不能让宋展豪这个人渣得逞。伯父，长林建设是一个皮包公司，根本没有承接工程的资格。这个宋展豪在谋害温家。宋展豪脸色一变，自从知道温家遭遇足足5亿的资金缺口后，就起了心思。不可能，温伯父，你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长林建设绝不是他口中的皮包公司。小云，我也派人查过了，长林建设那些方面的证件确实没有问题。温伯父，很多资料都可以伪造，更关键的是有些人是很贪婪的。温景华不是蠢货，前世温氏财团之所以能着了宋展豪的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内部出了内部。温景华当即明白过来，随即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该死的宁慕云，竟然敢破坏我的计划，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宋展豪暗自发狠，决定搅浑这滩浑水。温伯父，我只是想帮助温家，别无二心。实际上，我觉得这位宁先生才是别有用心。他明知道温家现在难关当前，却没有任何帮助，只会在这里捕风捉影、颠红倒黑。宋展豪，你给我闭嘴！公司的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小云给我介绍的柔云文化的董事长，我们2家将共同开发那项工程。该死的宁慕云，你竟敢坏我的好事，差一点我就能财色双收。就在宋展豪心里怒骂宁慕云祖宗18代时，温景华正一脸凝重看完手机上的短信。宋展豪，我们温家不欢迎你，请你现在立马出去。温伯父，我闭嘴，别逼我在这么开心的日子扇你。宋展豪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已经败露，没有了任何转机。经过宁慕云时，停了下来，低声说道：“姓宁的，你坏了我的好事，我们之间没完，来日我要让你加倍偿还。”宋展豪说完就走。宁慕云回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陡生一股戾气。宋展豪，不要说你不会放过我，我更不会放过你。前世今生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都要和你算清楚。我宁慕云发誓，一定要你家破人亡。另一边，宁雨嫣离开宴会以后，便联系公关总监，加大舆论力度。而此时，狗王看着手机上的新闻，露出一抹笑容。宁先生，我是狗王，时机已经到了，一切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好戏可以开始了。婚礼当天，妻子追求真爱，跟着黄毛跑了。可父亲劝我为了公司合作，格局大点。重生归来，我当场给了他100个大笔，都让他冷静一下。接上即面对3姐恶意大肆宣扬我染上脏病，我直接就是一套丝滑小连招。回到柔云文化的宁雨嫣加大舆论力量，企图彻底坐实对宁慕云的污名。该死的小畜生，就你还敢对我动手？这场打赌我赢定了，你就等着给我跪下磕头认错吧。呵呵，宁雨嫣，记住你现在的笑脸，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死废物，你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这就急了，给你准备的大惊喜，请注意查收。说完，宁慕云挂断电话，随即给狗王发了一条消息。此时，宁雨嫣正想着宁慕云刚才所说的意思，被一旁公关总监一脸匆忙打断了。大事不好了，你弟弟宁慕云突然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现在各大媒体网站都在播放，你快看看吧。宁雨嫣接过手机点开一看，视频开头瞬间让她脸色变得惨白。画面中正是她与宁家众姐妹商量给宁慕云泼脏水的一幕，下一秒画面一黑，宁慕云的身影出现在视频中。大家请看，这是我前不久开具的2张证明。第1张城主府出具证据，我根本没有因为不检点被抓进去。第2张专业医院可以证明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感染脏病的可能。所以宁雨嫣所说的一切都是栽赃陷害。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星途要完了。不对，我可是国内文娱顶流公司柔云文化的艺人，只要公司肯救我，我还可以翻盘。冯燕杰，我绝不能就这样被毁了。你能通过公司帮我联系那些网站，让他们下架这个视频，不管什么代价我都愿意。雨嫣，你要我怎么帮你啊？这个视频一经发出就已经在网上疯传，现在已经掩盖不住了，记者都堵在公司大门了。你当务之急是要先离开公司，可不能让他们抓到。对，我们先离开这里。然而就当宁雨嫣从内部电梯刚出来，就被闻到血腥味的记者们围个水泄不通。宁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还记得那天的保证吗？是你，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宁小姐，这就不劳你操心了。几天之前你可是说过，要是你的证据有半点虚假，你就会向你的弟弟公开下跪道歉，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在你应该实现你的诺言了吧？你就在宁雨嫣不知该怎么处理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她像是找到一个情绪的发泄口，不顾记者在前，连忙把手机接了起来。雨嫣，你们姐妹之间在搞什么？知不知道公司的股价今天开盘之后再次暴跌？爸，公司股价跌了多少？因为你们姐妹弄的那份公关通告，公司又少了整整5亿。你现在马上回家里来，我要你们马上给我解释这一切。宁雨嫣还处在懵懂之中，冯燕已经跑了过来。雨嫣，刚刚总裁打电话过来说，公司因为你股价大跌，要追究你的责任，现在怎么办啊？这接二连三的噩耗给了宁雨嫣重重一击，身体一软，直接晕倒过去。小绿茶，只承受了这一点点就不行了。本狗王还没有开始上强度呢，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狗王深深看了宁雨嫣一眼，便悄悄退了出去。他要趁着宁雨嫣晕倒这段时间里，再给她一个惊喜。宁先生你好，宁雨嫣气的已经晕倒了。吴先生，今天看来真是多谢你了。客气了，我们这也算是合作共赢啊。只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第2阶段呢？吴先生，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宁雨嫣，你可千万别嘎了呀，我的大礼可不止这一份。宁慕云吐出一口浊气，再次拨通了电话。喂，是城主府吗？我要举报有人冒用捕快的名义伪造证明。另一边还是熟悉的病房，宁家的大美女明星宁雨嫣正躺在她前天的病床上面。一旁大姐宁思杰得知这一切，快要气疯了。宁慕云，你这个小畜生真是该死！你把公司害成这个样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一旁宁延君此时心情无比复杂，后悔没阻拦对宁慕云的抹黑，导致公司蒸发5亿，也埋怨宁慕云为什么不能委屈一下。身为律师的他又因宁慕云称2份证明是伪造，满心惶恐。四妹，你现在就去找宁慕云那个小畜生，让他把嘴闭上。大姐，我上次已经找过他了，他对我们一家都十分痛恨，现在他绝对不会同意撤下那个视频的。这个死废物，现在三妹让他害得再次晕倒，公司又让他狠狠捅了一刀，那可是整整5亿啊！当初就应该打死他，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大姐，你不要再这么说了，我们之前就不应该这么做的。闭嘴，不要怪大姐吼你，公司实在是经不起损失了。我知道，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回头，你现在就去动用公司力量，让网络上的所有人都认定宁慕云这事是真的。宁延君刚准备开口，这时一名捕快走了进来。宁延君小姐在吗？我们这里有一桩案子要你接受调查。此时宁延君赶到刚苏醒的宁雨嫣身边，小声说道：三姐，捕快来了，我不能让他们带走，你快想想办法啊！四妹，怎么了？三姐，你忘了我给你开的证明了，如果查出来是我冒用捕快名义做的证明，那我的律师生涯就彻底完蛋了。四妹，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几位，你们几个人当中到底谁是宁延君？宁延君见再也无法拖延，对着宁雨嫣小声说道：三姐，我先和他们走一趟，你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宁慕云，让他撤销对我们的控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平安无事。宁延君的身影最终消失在病房之外，宁雨嫣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向宁慕云拨去了电话。宁慕云，我警告你赶快撤销控诉，否则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宁雨嫣，你算什么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说要原谅我？是不是夏天太热把你脑子给烧坏了？宁慕云，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撤销控诉？呵呵，当初你们给我身上泼脏水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天？宁雨嫣，你的好日子还在后面。一阵潇洒的笑声过后，宁慕云再次挂断了电话。宁雨嫣看着手机，陷入极致的癫狂当中，丝毫没有注意到冯燕的到来。雨嫣，你醒来就好，公司对你处理结果出来了。冯燕姐，什么处理结果？由于你拿出来的证据涉嫌伪造，导致公司股价大跌，风评受损，新电影中断制作，需要你赔付7.92亿，之后还要你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体记者解释并公开道歉。宁雨嫣在一旁听着如遭雷击，这些事情全做完，那未来她还怎么继续做大明星？无尽的怒火灼烧着宁雨嫣的灵魂，让她宛如厉鬼一般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宁慕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绝对会不得好死！急火攻心的宁雨嫣话音刚落，就直接喷出一大口彩。上集说到三姐与四姐联手对我泼脏水，妄图将我的名声彻底毁去，岂料我略施小计，便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土崩瓦解。三姐得知失败，急火攻心，口吐实情惨功，而四姐也成功喜提公寓套房一间。此时冰冷的房间中，宁延君惶惶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捕快的询问。宁延君小姐，我们接到宁慕云先生的电话，说你冒用我们捕快的名义开具了一份证明，请问是不是真的？宁延君还是不说话，表面上若无其事，实际上慌得一批。就在一旁捕快一筹莫展之际，房间大门突然打开，局长姚云静走了进来。你先出去，我先和他谈一谈。好的，局长。你就是宁延君，宁慕云的四姐。你认识宁慕云？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宁慕云吗？我为什么要帮你呢？说起来，我有一个问题，你们之前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是呀，如果那时我要是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发生？我真的很后悔曾经对小云做的那些事情。看来你还不是无可救药。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见宁慕云一面，你会怎么做？我会付出一切对小云做出补偿。好，可不要忘记你现在说的话。下一秒，只见宁慕云缓缓走进房间，脸上还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哟，宁延君这里还坐得舒服吧？小云，你来啦。是啊，我来了。我要是不来，还怎么看你被关进监狱呢？小云，四姐知道你在开玩笑，你不要吓四姐好不好？开玩笑？5年前你把我送进看守所的时候，怎么不说那是开玩笑？你该不会忘了以前的事了吧？我宁延君后悔曾经不应该为了掩盖宁继伯的错误而把宁慕云送进监狱。过去他做下的那些事情，就是一把回旋镖齐齐打回了自己身上，疼得他忍不住流下2行眼泪。小云，四姐错了，四姐以前不该对你那样子。你知道错关我什么事？俗话说小人报仇从早到晚，我只想让你也被关进监狱里，好好尝一下我
之前遭受过的那些痛。姚云静轻轻地拉了宁慕云一下，悄悄使了个眼色。宁小姐，你刚才不是说愿意付出一切补偿宁慕云吗？你和他说说愿意付出什么吧。小云她说的对，只要你愿意撤销对四姐的控诉，我愿意付出一切对你进行补偿。宁延君，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如果我要你现在去嘎呢？森冷的黄瓜让宁延君忍不住后背发寒，让他下意识想拒绝，可一想到拒绝宁慕云之后进入监狱的下场，宁延君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如果四姐的离开可以让你原谅我的话，那么四姐愿意。嗨嗨，宁慕云注意点影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开个玩笑，我可是良好市民，这不聊得有点饿了吗？吃口黄瓜垫一垫。放心吧，大律师，我不会要你的命的。宁慕云冷睨宁延君一眼，眼中满是嘲讽。他顺着姚云静的台阶下，只因宁延君有利用价值。几天后是宁氏股东大会，他虽有祖父留下的15%股份，但跟宁仓木握有32%股份掌控集团相比还是太少。另外还有19%股份在宁家几姐妹手中，其中宁延君就有4%。宁慕云欲夺其股份，要在股东大会给宁仓木一个惊喜。小云，四姐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对待我的，我知道你一直都是以前那个好弟弟。慢着，宁大律师，我不要你的命，但我需要你帮我做3件事，我就会撤销对你的控诉。你还可以继续当你的大律师，也不用进监狱吃牢饭，怎么样？小云，你说只要你提出来，四姐一定答应你。听好了，第一，把你名下宁氏集团4%股份转给我；第二，出去之后马上对宁继博提起诉讼，他以前做过的那些缺德事，别说你不知道，人做错了事就必须付出代价。第三，如果之后我要和宁雨嫣对簿公堂，你要作为我的律师，用尽全力向宁雨嫣追责，即使要把他告到蹲大牢也在所不惜。小云，我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这3个条件有点……刚才不是说能为我付出一切吗？怎么现在又一副为难的样子？既然如此，那你就蹲大牢吧，以后每逢初一15我都会给你寄点蜡烛过去。姚云静，我先走了。小云，等一下。看着宁慕云冷酷的面庞，宁延君知道今天无法像以前一样搪塞过去。小云，公司的股份我可以给你，可你能不能放过季博和3姐？放过他们？可谁又放过了我？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你们咎由自取，现在你还要我放过他们？宁延君是不是脑子烧坏？是啊，3姐他们对小云做过太多过分的事了，小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宁延君身形一颤，想起自己付出不少心血才有了如今的律师口碑，心里挣扎良久，最终开口道：四姐可以答应你的3个条件，只是四姐也想求你一件事，希望四姐这次帮你之后，你不要再报复季博和3姐，好吗？宁延君，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要么你答应我的3个要求，我之后撤诉，要么你就继续待在这里等着蹲大牢，要走哪条路你自己选，不然我就走了。不要，我答应你，股份我待会联系助理转给你，那你现在可以撤诉了吧？宁慕云没有再理会宁延君，而是看了姚云静一眼。姚云静，我现在决定撤销对宁延君的控诉。那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吧？等一下，宁小姐，虽然宁慕云刚刚已经撤销了对你的控诉，可你现在依然不能离开，你这次确实是冒用了我们的名义给开具了证明，这是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什么意思？难道我还需要进监狱吗？进监狱倒是不用，现在宁慕云已经撤销控诉，理论上你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但依照规定我们要对你判处罚金以及15日的拘留，你敢为法律的尊严？不，怎么会这样？宁延君看守所的日子可是非常美妙，这半个月你就在里面好好享受吧。15天后我们在看守所外见，可别忘了剩下的2个条件。宁慕云离开看守所，看着天空，心里感觉非常痛快。今天不仅从宁延君手中得到了宁氏集团4%的股份，还给了宁雨嫣重重一击。我就不信面对舆论如此剧烈的反转，还能继续当他的大明星。另一边，柔云文化董事长办公室内，祝云柔看着新闻，嘴角露出一抹微笑。这颗炸弹终于引爆了，云嫣学姐，这下我可要比你先走一步喽。企图网暴我的3姐，在得知我是国内文娱头部公司的股东后，为了保住她的明星生涯，直接跪地一个滑铲，求我放过她。我当场就是一脚飞踢，重生归来，谁还当圣母？接上集，宁慕云刚把污蔑给她的4姐送进看守所后，便收到祝云柔的电话。慕云，对不起，原本我是看宁雨嫣是你的姐姐，对她放权比较多，我真的不知道你3姐宁雨嫣会通过公关部侮辱你，染上脏病。糟了，光顾着打击宁雨嫣了，都忘了柔云文化是祝云柔的产业了。这下舆论反转的，害得她市值跌不少吧？没事，这也怪我没有一早跟你说明我和他们之间早已断绝关系。不过现在柔云文化股价跌了多少？差不多6个亿吧。宁慕云倒吸一口凉气，心中对祝云柔的愧疚更加深重。云柔，那个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大笔钱，我之后给你再转过6个亿来，当做我这次的补偿吧。不要，这次害得慕云你声名受损，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好吧，那云柔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的吗？慕云，这次损失不仅仅在于股价，你姐姐主演的那部电影是柔云文化最近的一次大制作，因为你姐姐的缘故已经停拍了。如果彻底废弃这个项目，那么对公司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损失。那这个我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吗？你可以为了我担任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吗？你的外形还有性格是我见过最好的，你来的话绰绰有余。云柔，你就别夸我了，我这2下子怕毁了这部电影，我先到公司跟你商量一下吧。没关系，我会为你配一个贴身助理，他会教给你该怎么发挥，其余你的就别管了。挂断电话后，祝云柔露出一抹得意。花7亿换一个跟慕云独处的机会，这也太值了。
云烟学姐不好意思，这次好像我要赢了。另一边苏醒过来的宁雨嫣也连忙赶往柔云文化，她想争取再挽回一下自己的星途。雨嫣，董事长说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今天心情有点好，待会去会议室你嘴巴甜一点，希望董事长能看在你是公司花旦的份上放过你一马。冯燕姐，我知道的。然而就当宁雨嫣轻快推开会议室大门，眼前的一幕突然让她脸色一僵。她怎么也没想到宁慕云就坐在董事长的身边，看起来还非常亲密。云柔，你叫他来审。之前因为我的疏忽让你受了委屈，现在我叫宁雨嫣小姐过来是想听听她的解释，顺便让她向你道个歉。董事长，我之前拿出来的证据虽然有些疑点，可宁慕云不检点染上脏病都是真的呀。宁雨嫣，你放屁！宁慕云，你5年前就因为不检点被关进看守所，从那里出来之后，你身上起了一身红斑，这你还怎么抵赖？提到这事，宁慕云心中涌起一团怒。宁雨嫣，我会遭遇那些事情，全都是拜你们所赐。我被关进看守所是宁严君为了给宁继伯顶罪所致，起红斑更是给你那严重洁癖的妩媚调配一种魔手油时起了过敏反应。这点作为慕云的大学同学，我可以给他作证。在被关进看守所前一天，我正陪着他写论文。什么？宁雨嫣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眼中的创业偶像会是宁慕云的大学同学。宁小姐，慕云是什么品行，我心里是清清楚楚。今天叫你过来，只是想让你解释一下前几天为什么要那样暗害慕云，顺便道个歉。可没想到你现在还撕咬慕云。董事长，我错了，可我知道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啊。宁雨嫣小姐，现在先向慕云道个歉吧。宁雨嫣深深看了一眼祝云柔，心里万分不愿意，但为了自己的星途，还是无奈的低下了头。对不起，宁慕云，我之后可以在记者发布会上对你道歉。我也十分深刻的认识到了我的错误。董事长，另外那部电影的女主角我非常珍惜，这也是剧组同志们共同辛劳的结果，所以我想请求董事长恢复这部电影的拍摄。董事长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吗？这你就要问问我旁边这位股东的意见了。什么？宁慕云，你就是公司那个神秘的股东？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宁雨嫣，你还记得那天我们打的赌吗？谁输了谁就磕头认错。我相信你也不希望电影暂停拍摄吧，我的好三姐。宁慕云，你什么你？宁雨嫣，我告诉你，如果你想恢复电影拍摄，就老老实实履行约定，不然就给我滚。宁雨嫣挣扎再三，她不想失去被灯光环绕、被万人追捧的待遇，最终心不甘情不愿的缓缓低下她的膝盖。宁慕云，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没吃饭吧？给我大声点。对不起，我错了，小畜生。等这部电影成功上演之后，我再来收拾你。还不错，柔云，既然这位宁小姐这么心疼剧组成员们的心血，那还是恢复拍摄吧。听你的，那就准备恢复拍摄。谢谢董事长。那我的女主角哦，宁雨嫣小姐，鉴于你这段时间正处于舆论风波之中，公司决定先放你3个月大假，等待风波平息之后再行商议。我休息3个月内女主角该怎么办？我之前和男主角拍摄的戏份不就作废了吗？这个你不用担心，由于你的舆论风波电影情节要做一些适当的修改，之前的宣发也要重新制作。董事长，这意思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和男主角都换人了吗？也可以这样说，女主角的人选暂时还没有决定，不过男主角的人选就是我身边的慕云。宁雨嫣直接炸了，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下来，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开始破罐子破摔。我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玩我，你为了宁慕云这个小畜生害我，你根本不配当这个董事长。下一秒，响亮的一耳光猛地抽在了宁雨嫣的脸上。宁雨嫣，注意你的言辞，慕云可是你的亲弟弟，本来因为你公司股价下跌了6亿，我也没有太过生气，我还打算让公司放弃对你的追责，可你刚才那一番表现真的太让我失望了。董事长，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现在公然反对公司的决议，那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一会我会让艺人不与你解除合同关系，同时让公司的法务部开始对你进行追责。就因为我反对宁慕云出演男主角，你就要开除我？你这是假公济私，我不服。宁雨嫣，你已经被开除了，就赶紧滚蛋，别在这里发癫。好好好，你们给我等着，今天带给我的屈辱来日，我要全部还给你们。祝云柔，我告诉你，你们说的那些钱，我1分都不会赔给你们。既然宁雨嫣小姐这么说了，那公司只好让法务部出面跟你在法庭上见了。见就见，谁怕你们？我四妹是一个大律师，你们绝对赢不了她。哈哈哈，不好意思，想到了一个笑话，你继续。宁慕云，你得意什么？别以为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了，你一定会不得好死。下一秒话没有说完，直接被祝云柔一脚踢飞出去。这个讨人厌的苍蝇终于走了。云柔，别和宁雨嫣那种人生气，不值得。我实在无法容忍他那么说你，即使她是你的亲姐姐。看着祝云柔温柔的眼神，宁慕云默默叹了口气，他一定要拍好这部电影，给宁雨嫣那种门缝里看人的小人看看。大姐，我要宁慕云这个死废物干。雨嫣别哭，发生什么事了？随后宁雨嫣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雨嫣，大姐会给你做主的，他们敢这么耍你，大姐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至于那些损失，我们宁家不会赔他1分，打官司我们不怕，严君一定能给你打赢。大姐，别忘了还有宁慕云。放心吧，宁慕云他害得公司损失了那么多，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这次大姐带了2个保镖，保证让你狠狠出口恶气，动手之后只会让挨打的人无比痛苦，绝对不会留下伤痕，捕快想验伤都验不了。太好了，我们赶紧去柔云文化，免得他们跑了。宁雨嫣迫不及待地拉着大姐出门，然而宁思杰在起身时发了一条短信出去，前世陷害我去世的三姐，如今在得知我是文娱头部公司的股东后，跪地一个滑铲求我让他成为哥哥一样的明星，我当场就是一脚飞踢，重生归来谁还当圣母？接上即被我扫地出门的三姐找上大姐宁思杰，2人商量带上2名武力超群的保镖，势必要给我一点颜色瞧瞧。
笑。大姐，那个小畜生在那，就是那个祝云柔不在。走，大姐给你先收拾一下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至于祝云柔，待会再说。此时宁慕云正准备上车，还没有反应过来，一鼻窦已经打在了脸上。宁思杰，在找死！说完抡起胳膊准备给宁思杰一拳，不料却被2名保镖钳住了手臂。宁慕云，刚才你不是在办公室很牛吗？还敢把我赶出公司，剥夺我电影女主角的位置？你现在再给我牛一个看看！宁雨嫣，你最好别让我挣脱，否则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还敢嘴硬，你们2个给他点教训尝尝。是。随即他们用特殊技巧在宁慕云肚子上抡了一拳又一拳，每一拳都痛得宁慕云无法言语，可又刚刚好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小畜生，你先在婚礼现场把季伯伤成那个样子，又让公司蒙受了那么多损失，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宁思杰，我宁慕云发誓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还敢嘴硬，今天我就代替爸妈先来管教你，你们2个给他再上点强度。是，大小姐。此时刚来到停车场的祝云柔看到这一幕，顿时急了，连忙冲过来准备挡在宁慕云身前。云柔，你不要过来，快走啊！此废物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你还管得了谁？你们2个把这个女人赶走。只见刚冲过来的祝云柔被保镖狠狠一脚拍到附近座椅上，直接晕了过去。云柔，你们找死！宁慕云怒气上涌，胳膊里突然生出一股巨力，反手一拳狠狠轰在了其中1名保镖的脸上，随即冲到祝云柔身边检查，发现还好，并无大碍。你还在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制服他！是，大小姐。剩下的保镖趁着宁慕云检查的空隙，以擒拿的方式再次将他狠狠地按了下去。宁慕云，你再挣脱一次给我看看，怎么现在被人像条狗一样压着动弹不得？懂不懂全国武术冠军的含金量？宁思杰，你不用在这里得意，我发誓绝对要让你跪在地上求我放过你。还求你？我呸！是不是这几个鼻窦把你打蒙圈了？三妹，现在让你也出恶气。宁慕云，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前几天你那嚣张劲呢，今天还敢联合祝云柔耍我。处理完你以后，看我不好好整治一下他。宁雨嫣，你在找死！话音刚落，猛地一踏地，身体整个出现一个前冲的巨力，保镖手被震开。刚刚就是你这只脚踢的云柔吧？先把你处理了，再去处理那2个垃圾。不好，好快的速度！你要干什么？你这样做是会被城主府抓住的。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学医多年，精通各种学道关节。刚才你那一脚，我要你100倍1000倍的偿还回。我错了，大哥，我真的错了。看着躺在地上不停哀嚎的2名保镖，宁思杰和宁雨嫣傻眼了。宁慕云转过头，冷冷盯着宁思杰2人。现在该算我们之间的账。不要，小畜生，你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报官了。下一秒，一鼻窦把宁思杰扇得往右一撇。宁慕云，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我和大姐继续动手，我就让律师告你一个故意伤害。只要你敢动手，我们就有证据。呵呵，别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们保镖会内部留下伤痕招式。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宁慕云说罢，就把那种技巧施展在了宁思杰身上，一声声惨叫听得宁雨嫣脸色一变。死废物，快给我住手！宁雨嫣，别着急，你也别想跑。说罢，直接对着宁雨嫣来了一套小连招，顺势再奖励他们一脚。此时宁慕云俯视着2人，眼中满是化不开的寒霜。宁雨嫣，不要这么看着我，我不喜欢你这眼神。你刚才那气势呢？不是要我好看吗？说话呀，怎么哑巴？给我住手！她可是你3姐呀！现在挨打记起来是我3姐，那刚才呢？这一鼻窦，那你就替他挨吧。别激动，我还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过几天就是宁氏集团的股东大会，我已经把宁延军名下那4%的股份收回了手里。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你想干什么？没什么，我只是准备了一份惊喜，准备在股东大会上送给你。宁思杰心中满是懊悔和无助，宁延军做出的决定太过草率，让他现在陷入2难境地。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打公司的主意，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打不打宁氏集团的主意就不劳你操心了。不过你说话的态度让我很讨厌。啪的一声，地上再次溅出几滴颜色。宁思杰，你应该学会对我是宁氏集团第2大股东保持谦卑。小畜生，你该死！看来你还是没学会谦卑啊。那我继续教你。话音刚落，宁慕云一把将宁思杰提了起来，使用刚才能隐蔽伤势的招式，狠狠就是一顿揍。宁思杰，今天你来堵我，还敢堵我身边的人，我看你们胆子真是有够肥的。看来上次在医院还没有给你们打服，今天我们就好好玩了。宁慕云，住手！沈云烟，她怎么来了？宁慕云思虑一二，露出一脸冷笑。宁思杰，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生怕我挨揍的样子别人看不到，还把她给叫来了。宁慕云，你疯了不成？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大姐？你又算什么东西来这里说3道4？宁慕云，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变得这么绝情，这么凶残？因为过去的宁慕云已经死了，你们选的吗？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宁慕云死死盯着一脸呆滞的沈云烟，不由心中一阵冷笑。前世沈云烟和宁思杰、宁雨嫣这些人都是害死自己的凶手。听不懂？怎么？你们已经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我可一直都记得。不是，宁慕云，你这段时间在抽什么风？我不就是在婚礼上暂时离开去送了一下明辉吗？这算什么大事？我和明辉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而且我还把基金里属于我的30亿也给了你了，你就不能大度点吗？现在你还整天和别的女人待在一起不清不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啪的一声，沈云烟猛地往后一倒，闭嘴！真不愧是版本T0，沈云烟你一点错也没有，新娘就应该在婚礼现场
场抛下新郎去送别别的男人。既然你认为把那30亿给了我是对我的恩赐，那我就还给你。从今以后，你也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此时沈云烟理智恢复过来了，30亿根本不够填沈氏集团的窟窿。之前把这钱转给宁慕云，就是为了想让他回心转意，可以把属于他名下的100亿里再抽调出一些资金来挽救沈氏集团。不要，我错了，我不该提起吴明辉和那30亿，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以后绝对不这样了。你能不能原谅我？原谅你，沈云烟，你刚才不是说我绝情凶残，还问我到底要干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慕云，你沈云烟，你最看重的不就是沈氏集团吗？我要当着你的面亲手毁掉它，我要让你们全家全部滚到大街上去要饭。现在你满意了吧？不要，你千万不能这样做，是我不好，我道歉还不行吗？慕云，慕云，祝云柔的声音传来，宁慕云再也顾不上几人，连忙跑回到祝云柔身边。云柔，你怎么样了？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慕云，你没事真是太好了。闻言，宁慕云眼一热，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云柔，走，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慕云，我们再谈一谈好吗？宁慕云不想再理会沈云烟，抱着祝云柔正想离开，一名捕快突然来到了停车场。我们接到电话说这里有人打架，就是你们几个对吧？跟我们走一趟吧。神色各异的几人最终还是被带到了城主府，可到了之后的验伤环节都如各自所说的那样，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最后只能对几人进行了警告以及罚款。宁思杰、宁雨嫣，你们今天带人来堵我，既然你们敢做初一，就不要怪我做失误。宁慕云，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要以为只有你有手段，我们今天的事没完。宁慕云剜了几人一眼，便带着祝云柔赶去了医院。小王，你派人盯着宁慕云的一举一动，我要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是，总经理。宁慕云有什么阴谋诡计，你尽管使出来，我绝对不会让你得。上集说到我在停车场被大姐跟三姐带人堵了，祝云柔为了保护我被人一脚踹到陷入晕迷，当场我怒气爆发，肆虐全场求饶声充斥着整个空间。此时看着病床上躺着休息的祝云柔，我脸腹寒霜，周遭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宁家、沈家还有宋展豪、吴明辉，你们这些前世害死我的凶手，虽然不知道你们后面是怎么合起伙来，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云柔，你先好好休息，接下来换我保护你。宁慕云刚出病房就遇到身为医生的吴姐宁诗蕊。死废物，你还敢来医院？宁诗蕊，闭住你那张臭嘴，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倒自己撞上来。算账？你把大姐、三姐和四姐害得那么惨，你还敢跟我们算账？今天你不给我个说法，你别想走。说法？宁诗蕊，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让我给你说法？你配吗？宁慕云一个闪身，直接将他的手指对折了过去。死废物，你竟然对我动手，信不信我给你病房那个女人动点手脚？宁诗蕊，你在找死！拳头如同暴雨一般落在宁诗蕊身上，浑身剧痛无比，可丝毫看不出伤势。小畜生，别让我抓住机会，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看来你这嘴还真是硬，不过我就喜欢硬骨头。此时严重洁癖的宁诗蕊感觉到脸上的血底，立刻陷入癫狂之中，发出了尖锐的吼叫。小畜生，我要打了你！哎呀，我今天就等着你出手！宁诗蕊双手在地上胡乱扒拉，想要从宁慕云的脚底挣脱，可坚硬的鞋底犹如镇压孙大圣的五指山，压得他根本无法动弹。宁诗蕊，你不是有严重洁癖吗？你不是最爱干净吗？怎么让人就这么用鞋底把你踩在脚下？你这该死的废物，我不会放过你的！呵呵，不会放过我，我还不会放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说我染上脏病的证明是给你开的，这事我可没忘。要是这事我对医院说了，你这医生还做得下去？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那你这听力也就不需要。宁慕云一脚下去，剧烈的耳鸣声充斥着宁诗蕊的脑袋。宁慕云缓缓蹲下身，用一双冰寒的眸子盯着眼神涣散的宁诗蕊，声音彻骨的冰凉。宁诗蕊，你看你把走廊地板弄得多脏啊！面对这种事情，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小畜生，我要嘎了你！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应该用你擦去这些污渍。脸颊与地板的摩擦让宁诗蕊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但宁慕云没有丝毫停滞，反而越擦越快。你不是有严重洁癖吗？现在地板被你擦得这么干净，你满不满意？给我说话！你什么你？宁诗蕊，你不要这么看我，我很不喜欢你这眼神。宁慕云，我不会放过你。那真是太好了，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不过在那天到来之前，你应该保持失败者该有的谦卑。你要干什么？这里是医院，马上保安就要来了。你在害怕什么？别怕，我是不会让你们打的，这太便宜你们，我要亲手毁了你们所拥有的一切，让你们全部如同蝼蚁一般挣扎，惶惶不可终日。魔鬼，你这个魔鬼！哈哈哈哈！我这个魔鬼也是给你们逼出来的。宁慕云抓着他往地上狠狠就是一下，宁诗蕊彻底失去了意识，趴在地上昏迷不醒。随即宁慕云跟身为医生的纪云一打去电话，安排好祝云柔转院的事。宁先生，这么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大新闻吗？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家公司的黑料，请问你可以爆料一下吗？宁先生，那家公司有多大？宋氏集团它的总资产也就几个亿，总经理名叫宋展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爆料的话需要多少钱？谈钱多见外啊！以后您有什么独家消息直接提供给我就好了。好的，待会资料我发给你，合作愉快。看着狗王离开的背影，宁慕云露出了一抹戾气。现在柔云文化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需要一大批版权来填充自己的版权库。宋家，恭喜你成为我报复的下一个目标。次日，宋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内，废物，你最近得罪什么人吗？我已经托人问过了，有人故意在网上爆我们公司的黑料，现在公司跌了4000多万。我惹了什么人？我知道了，
是温云烟和温锦华做的，肯定是因为那天生日宴会的事。不可能，他们不可能做这种背后耍手段的事情。你再想想还有谁？对，宁慕云，宁家的小少爷，前几天的生日宴就是这个人破坏了我的计划。宁家的实力比起温家虽然稍逊一筹，可比起我们宋家还是强多了。展豪，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和他和解？我们凭什么呀？他害得我们公司损失了4000多万。闭嘴蠢货！对付你的敌人，要先让他们放松警惕，等可以随意接近他们身边之后，自然会有大把的机会可以除掉他们。而且你觉得他没有后面的黑料吗？我们股价可经不起这么跌。宋展豪头压得更低了，让他和宁慕云交朋友，他死也不愿意。可多年以来，父亲的威严深深矗立在宋展豪心里。爸，我知道了。对了，温家那边你也不要放弃，不能正常谈，你还不能在背后动下手脚吗？只要你得到了他，他慢慢就会瞥向你。等温锦华将来去世了，温家的那些财产不都是你的？殊不知两人的对话被窗户外的狗王拍得清清楚楚。另一边在看完狗王发来的消息，宁慕云怒火中烧，眼中煞气隐隐。是宁先生吗？我是宋展豪，我想和你谈谈。好啊，待会我发个地址给你。还想对云烟姐下手，我看你真是在找死。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玩啊。过了一会，宋展豪赶到约定地点，看着一脸闲适的宁慕云，快要恨死了，可脸上还是挤出一副微笑的样子。宁先生真是好兴致啊！我前几天不小心得罪了宁先生，还希望宁先生高抬贵手。你想和我和解，签了他，我就和你和解。宋展豪拿起文件看了一下，脸色瞬间一凛。你想要我把宋氏旗下的昌辉51%的股份转给你？没错，500万把你昌辉51%的股份给我，否则我不会停手。你宋氏股价自己看着办。宋展豪看着宁慕云有些摸不着头脑。昌辉是宋家发家时的一家小公司，市值仅1000万，旗下包括很多老旧的版权。而现在的宋家主营业务已经不再是出版业。宁先生，这件事情我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先去洗手间方便一下。宋先生请便。喂，展豪，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爸，宁慕云那个混蛋胃口不小，他要昌辉51%的股权，控股昌辉。控股昌辉那边除了那些老旧的版权之外，就是一些办公用品，他要干什么？不知道，不过他只肯出500万。宋父此时疑惑不已，这个价钱跟昌辉一半的市值差不多，价格也算公平合理。可这个富家子弟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就是为了控股昌辉，让他觉得整件事情里都透着邪性。你听着，按我说的这么做。爸，我知道怎么做了。宁慕云，这次你不死也得脱一层皮。此时无处不在的狗王也恰好的拍下来这一切，并通知了宁慕云。身为医师的吴姐竟然拿住云柔威胁我，随即我一脚把这严重洁癖的家伙狠狠踩在脚下。随后我将目光放在宋家身上，他旗下公司有我所需要的版权，也是前世害死我的凶手之一。接上即在记者狗王的帮助下，成功让宋家市值亏损4000万，让他们答应跟我的交易。宁先生，我已经考虑好了，我们现在马上去签署合同。那行，走吧。宁慕云起身时悄悄发出一条短信，过了一会，两人便来到昌辉所在的办公楼里。一名中年人走了出来，宋展豪眼神一喜，用着只有两人能听到声音说道：“我让你准备的事情怎么样了？宋总，2份合同已经准备好了，一会你们去签合同的时候，我也会在外面同步签署合同，这样一来，总公司那些债务自然就转移到昌辉来了。那就好，不管这家伙要这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咱们永远也不吃亏。合同准备好了没？我赶时间。准备好了，我们进去签吧。”袁平看着宋展豪和宁慕云走进办公室中，准备签署合同，嘴角露出一抹得意。可下一秒，一名捕快走了过来：“你就是袁平吗？”“是我，您这是？”“你涉及一桩经济犯罪的案件中，请和我们走一趟。”此时办公室内，宋展豪还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正一脸得意的与宁慕云签下合同。然而下一秒，宋总，不好了，捕快刚刚把袁总带走了，说涉及一桩经济犯罪当中。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宁先生，我们是温总特意派过来接管这家公司的团队，一切听您差遣。好，这是我的收购合同，你们帮我保存起来。从现在开始接管整家公司，将不适合的人按照法律手段全部清退出去。温总，温云烟，宁慕云，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公司是我的，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我的权利。眼看事情彻底失去控制，此时宋展豪后知后觉的醒悟了过来，当即勃然大怒：“宁慕云，这一切是不是你搞的鬼？刚刚签了字，转眼温云烟就派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现在昌辉科技已经是我的公司了，和你有什么关系？该死的宁慕云，你在找死！”宋展豪面容扭曲的扑了过来，可还没有接触到宁慕云的身体，就被一脚踹了回去。我告诉你，宋展豪，出来混，有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脑子不行就别想着算计别人。宁慕云，你什么你？前几天在宴会，要不是温父在，这一鼻窦你早挨上了。宁慕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不会放过。话音刚落，宁慕云猛地一脚直接将宋展豪双腿踩得对折了过去。啊！宁慕云，你怎么敢的？我宋家不会放过你的！闭嘴！知不知道你太吵了？那个谁过来把你前老板拖出去？宋展豪就这样狼狈的被赶出了昌辉科技，心中满腔怒。宁慕云，这是你逼我的，咱们新仇旧仇一块算吧。此时宁慕云并不知道即将有一场危机等着他，他正处理着公司版权事项，当下不值钱的版权在不久将会爆发巨大的财富。如今我截胡了未来宋氏暴富的机缘，这一世看你们怎么晋升千亿集团。这份礼物我就勉为其难送给云柔。宋少，等了这么久了，你那个仇人真的会从这里下来？放心吧，老李，这栋办公楼只有这一个出口，并且这里的监控我都派人关了，待会你们可以尽情发挥，只要留他一口气就行。话音刚落，电梯开了，宁慕云刚出来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宁慕云，你再给我狂一下看看！小爷玩了一辈子的鹰，却被鹰啄了眼睛，看在你是魔都宁家的面子上，把昌辉还回来，再把宋家今天亏的4000万补上，这事就这么算了。宁慕云脸色一沉，迅速的甩出了一个鼻窦，力道很大，声音很响。小子，谁允许你对宋少动手的？怎么打就打了？难道还要挑个良辰吉日不成？宁慕云，看来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原
原本我看在您家面子上放你一马，现在只能动用一些特殊手段了。老李，给他点颜色尝尝。小子，要怪就怪你得罪不该得罪的人。说完，猛地朝宁慕云冲来，只见宁慕云反应迅速，一把夺过对方的咸鱼反手，直接刺了下去。老家伙，你也不行呀，给你机会也不中用啊！小子能打有个屁用！现在出来混讲的是人多，还愣着干嘛？还不给我上！宁慕云，你现在给小爷跪地磕几个，再给我把双腿砸了，说不定我心情好放了你。我呸！看来刚才那一鼻窦还是没有把你脑子里的水打出来，要不你过来，我免费再给你治治。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给我上，给我留口气就行。周围的打手面色阴沉下来，就要对宁慕云动手。下一秒，只见宁慕云掏出一根香蕉，1个月3000块，你们玩什么命？慌什么？小子，我们这么多人，就你这一根破香蕉，识相点放弃抵抗，我可以让你少吃点苦头。我去你二大爷！宁慕云猛地抱起，一脚将老李踹出数米外，剧烈的疼痛使其面色苍白。你老东西，别以为带了点人我就怕你！上，都给我上！我看谁敢上前一步，谁动这根香蕉谁吃！不信的话，你们就试试。狠辣的手段和张狂的姿态，让一众拿钱办事的打手顿时心里有些没底。二狗，你上啊！刚才在楼下，你不是说要第一个给他一笔豆吗？你怎么不上？谁知道300块的火对方竟然有香蕉？你们还愣着干嘛？给我上啊！老大，那个我家里狗要生了，我得回去照顾一下。对了，老大，我家猪也要生了，明天你要还活着，我请你吃席。不到片刻的功夫，一众打手纷纷跑得没影。宋展豪，你这是要去哪里啊？你想干什么？难不成还想嘎了我？你还真猜对了，我真的很想嘎了你。宁慕云想起前世所遭受的羞辱，他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此时宋展豪感受到对方流露出来的杀意，连忙喊道：嘎了我，你也跑不掉，我宋家不会放过你的，宁家也会因为避免股价波动而放弃你，这一命抵一命的代价，你真的要这么做吗？从你对温家设局开始，我们之间早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还需要考虑什么后果？宁慕云，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对温家动心思了，昌辉我也不要了，只求你放过我，以后我以你马首是瞻，好不好？好啊！就在宋展豪松了一口气，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之际，一个大笔都迎面而来。好你二大爷啊，小瘪三，就你还想当我小弟？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有你出现的位置，我低头绕路走。错了，你刚才那嚣张气势呢？再整一个给我看看！别打了，别打了，我感觉看到我太奶了。就在这时，楼下传来捕快的脚步声。老大，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希望你还有一口气。宁慕云，捕快来了，我看你怎么办？就你持有香蕉就够你进城主府待到老了。你是说这个吗？肚子饿了，随身携带一根香蕉，怎么了？我去，这真是根香蕉！下一秒，宁慕云猛地一脚踹了过来，这次算你走运。不过我跟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就在宁慕云离开不久，一个黑影走了出来，对宋展豪说了什么，顿时露出一抹笑容。上集说到被我坑了一刀的宋展豪带着老李一伙人想要找回场子，不料被我一根破香蕉吓得跑路，装13不成，反倒又挨了我几十个大笔兜。然而就在我刚走不久，一道黑影走了出来。你就是宋展豪？你是谁？我是宁慕云那个小可爱的大姐，我知道你和他有过节，我可以帮你。次日，宁慕云刚完成将昌辉旗下版权全部转移的工作，便收到狗王的电话。宁先生，宋家股价回升了，有人在帮助宋家。是什么人在和我们作对？宋展豪离开你的公司之后，就和你的大姐见了面，我把录音发给你，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挂了电话，宁慕云按下录音，脸色也越来越差。想帮宋展豪，那我就继续爆破宋氏企业，把你宁家也硬生生的拖下水。吴先生，多谢你的提醒，恰巧我这里也有一条宁雨嫣的黑料，不知吴先生需要不需要？当然要，宁雨嫣可是现在争议最大的明星，有她的黑料，那我可就赚翻了。待会我把宁雨嫣的黑料交给你。对了，之前让你帮忙搜集宁诗蕊的一些资料，你收集的怎么样了？已经收集好了，等整理出来以后我发给你。宁慕云笑着挂断了电话。这2天不动宁诗蕊是因为资料不齐。就在这时，办公室大门忽地打开，宁慕云抬头一看，脸色突然黑了下来。给我滚出去！宁慕云，来者皆是客，你连这点礼貌都不懂吗？客？就你们2个人渣也算是客？宁思杰冷冷盯着宁慕云，身后还跟着4名保镖，像是在防备他突然袭击。宁慕云，你以为那天的事情完了吗？你把雨嫣害成那个样子，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对，宁慕云，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识相点，把昌辉科技还给我，否则我一定会聘请大律师起诉你。吓得我好怕呀！我倒要看看你们2个废物可以整出点什么东西来。宁慕云，别以为你有收购合同你就稳赢，告诉你，这场官司我们打定了，就是拖也要拖死你。你这话的意思是要彻底站在宋展豪那边吗？既然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不久后股东大会上，我会罢免你宁氏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你敢这么做，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你。切，我做不做得到，还不需要你这个废物来指手画脚。来人，把这几个垃圾撵出去。宁慕云，你别得意，我们走着瞧。2人看着周围围上来的员工，眼中满是不甘，但最终也只能转身离开。宁总，昌辉科技正式开始进入破产清算，估计很快就能办完。还想告我？公司都要没了，你们拿投告。宁思杰，你以为就你能出招？接下来轮到我出手。被赶出昌辉科技的宁思杰想要继续下一步操作时，宁雨嫣出事了。网上再次爆出了他的一些黑料，本就处于风口浪尖的宁雨嫣现在更是被放在了火上烤。该死的，肯定是宁慕云这个小畜生做的，没想到他的反击来得这么快。四姐，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让公司为一个小小的宋氏澄清那些丑闻？爸，宁慕云那个小畜生刚刚收购了宋氏旗下一个小公司，我让宋氏起诉宁慕云，把他拖住，吸引他的注意，我们就可以从中间找机会收拾他。可这样能行吗？放心吧，我已经聘请了最专业的律师，况且只要打赢了宁慕云，他就必须掏出5亿违约金，那些违约金里我们可以拿3亿。好吧，我可以同意你这么干，不过你也得小心一点，一旦
旦不成，要立马把公司撤出来，绝对不能被他们拖累，导致股价大跌。就在几人畅想宁慕云败诉痛哭流涕时，一道电话打了过来。宁小姐，我们被宁慕云耍了，昌辉科技已经彻底注销，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宁思杰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扶持宋展豪就是因为两人在这个昌辉科技上有过节，宁思杰可以利用宋展豪让他去饲养宁慕云，结果现在宁慕云直接把昌辉科技给注销了，那宋展豪还怎么找宁慕云的麻烦？思姐，刚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你之前让公司帮忙澄清的宋氏企业又出现了丑闻，他们公司跌停板不说，连带着我们家公司也出现了股价下跌。下一秒病房被踢开，哟，大伙都在呢，我还以为你们都嘎了。宁慕云，你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给我放尊重点，上回教你对待股东的态度，你学哪里去？败犬就别在这里说话。行了，宁慕云，你不用在这里冷嘲热讽，你来这肯定有你的目的，你大可以直接说出来，不用在那里藏头露尾的。宁苍木，你变聪明了，告诉你最好现在罢免宁思杰的总经理职务。宁慕云，你做梦，过几天你就知道是不是做梦了。宁思杰，你串通宋展豪那个人渣想整我，现在目的达成了没有？我猜宁氏股价应该再次大跌了吧？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你在搞鬼，告诉你，你彻底把我惹火了，我们之间没完。切，惹火你又怎么样？如果愤怒有用的话，你们这些人应该早就死绝了。要知道我的怒火可远在你之上。够了，妮子，我是不会同意你的要求。宁苍木，我决定了的事情，你们还拦不住我。宁思杰，还记得那天你烧毁我的物品我说过的话吗？你所珍惜的东西，我要一点点摧毁。这才刚开始，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下一个躺在病床上涂彩虹，可就要轮到你。在悠扬轻快的欢笑声中，宁慕云悠悠离去，留下病房中面色铁青的宁家姐。思杰，这几天你准备一下，等股东大会时宣布增发股票。这个逆子的手上掌握的股份太多，必须要增发股票，削弱他持股比例。爸，可增持股票需要股东全体同意。宁慕云那个小畜生手里有19%的股份，万一他不同意怎么办？这个你不用担心，股东里面还有几位是我的好友，再加上我手里的股份，一定可以压倒宁慕云。另一边，刚走去医院大门的宁慕云跟狗王打去了电话。吴先生，准备可以将宋家最后的黑料都爆出来，是时候彻底解决这只碍眼的苍蝇。这一刻，宋展豪才明白什么叫心狠手辣。十几天的时间里，宁慕云每天都会在媒体上爆出宋氏集团的黑料，更是迎来了连续多天的跌停板。妮子，你看看你招惹的人，现在公司都跌成什么样了？如果这一波宋家没有撑过去，外面那些债主第一个要了我们的命。爸，我也不知道呀，都怪宁思杰那个女人，竟然拿我当枪使，现在让我独立承受宁慕云一个人的报复。董事长，不好了，城主府那边派捕快，说您涉及到一桩行贿案件中，要带您回去调查。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展豪，你现在立马去求宁慕云放过宋家，要不然咱们宋家马上就要完蛋了。爸，我知道了。随即，宋展豪立马出门打听宁慕云的下落，得知消息后便赶过去。宁先生，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只要你能收手，我愿意把宋氏集团的股份贱卖给你。宋展豪，从你算计温家起，你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天。那都是我爸逼我的，我也是被他蛊惑了，而且他现在已经被你送进去了，你也应该消气了吧？这才哪到哪，说好一家人团团圆圆，少一个人都不算。别急，很快就轮到你。宁慕云，你确定要做的这么绝吗？你就不怕我来一个鱼死网破？就你，那我倒要看看是你这鱼厉害，还是我这网结实。你确定？那你可别怪我，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不，你还有一身的债务。宁慕云，你这混蛋，好好珍惜你现在的时光吧，说不定明天就得在城主府待上99年。看着宁慕云离开的背影，宋展豪眼神变得愈发疯狂。宁慕云，这是你逼我的。宋展豪，机会我给你了，你可别让我失望。上一世陷害我致死的仇人之一宋展豪，如今被我从富家阔少逼到流落街头，可这还不够，我要他在城主府里痛苦的生活下去。此时无尽的仇恨灼烧着宋展豪灰暗的灵魂，让他眼神变得愈发疯狂。喂，你找到宁慕云在哪了吗？宋先生，我已经找到宁慕云了，不过我们的酬劳问题，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欠你，我现在就把钱打在你的卡上，你立马把地址发我。宋展豪眼中闪烁着仇恨的怒火，想到欠了那么多债，早已没有翻盘的可能，他要在最后的时间里赶了宁慕云。宁慕云，既然你不肯放过我，那就跟我一起走吧。而此时一直监听着宋展豪的狗王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计划。对于宁慕云这么一个经常提供大新闻的合作伙伴，狗王才舍不得他死。吴先生，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吧，我先去找个人，等一会儿我会把地址告诉你，你到时候再和你那个记者同行说，把宋展豪引到那边去，我自有办法对付这条疯狗。宁先生，我知道了，那你可得小心呢。宋展豪，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舞台已经给你铺好了，就等你登台了。此时某酒店包间内，姚云静，我有一件事要你帮我，你一会儿可以派捕快去温氏大厦楼下了。怎么了？有人要嘎我，我准备将计就计，把他送进城主府去。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姚云静的疑惑，宁慕云粗略的解释了一二。姚云静，你可以帮我吗？目前温氏大厦下面地势空旷，那里适合进行抓捕行动。没问题，我现在就派人在那里守着。不过这个计划还是太凶险了，万一你出事怎么办？我的身手你也知道，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那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呀。放心，我会的。那现在就去温氏大厦吧，也该和宋展豪那个人渣做个断。而此时，一辆黑色的汽车在魔都街头横冲直撞。他在哪？宁慕云他到底在哪？你不是说他在外滩吗？为什么我到了那里
里什么人都没有。宋先生，宁慕云刚刚他确实去了外滩，可你来的太晚了，他已经走了呀。那他现在在哪？你不要急嘛，他现在在温氏大厦。宋展豪眼中寒光一闪，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温云烟那个女人好像就喜欢宁慕云吧？今天我就当着温云烟面亲手嘎了她。狂袭而来的汽车眨眼之间就来到了温氏大厦，远远的便看到了在广场散步的宁慕云。太好了，宁慕云这个杂碎没有看到，这次一定要嘎了他。周围的路人已经感觉到不对劲，看到来势汹汹的汽车发出阵阵惊呼，纷纷躲了出去。可宁慕云还是没有动静，不仅如此，还停在那里抬头仰望着天空。宁慕云，这回你死定了！就在宋展豪准备撞到宁慕云那一刻，宁慕云纵身一跃，直接躲开了狂袭而来的汽车，失去撞击目标的汽车在急速之下。宋展豪，就凭你这个废物也想嘎我？此时宋展豪踉跄着从车里走了出来，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仇恨冲溢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宁慕云，一定要嘎了你！来得正好，宋展豪，我要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只见宋展豪握着咸鱼直指宁慕云心口刺来，宁慕云眼中寒光闪烁，随即重重挥出一拳，狠狠砸在了宋展豪的手腕上。啊！宁慕云，你该死！废物就是废物，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现在轮到我正当防卫了，你准备好了吗？话音刚落，反手一拳砸在了宋展豪的脸上，紧接着一脚踹在了宋展豪的膝盖上，伴随着咔嚓一声，宋展豪痛苦的半跪在了地上。告诉你一件事，我的位置是故意派人泄密给你，为了就是今天能合规整你，要不然你早就随你老爹送进城主府。宁慕云，你在这里狗叫什么？我要嘎了你！说完，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咸鱼准备出击，可下一秒，宁慕云迅速握住宋展豪的手腕，反向一摆。啊！痛死我了！闭嘴！不知道魔都禁止大声喧哗吗？吓到路边的花花草草怎么办？宁慕云，有本事就嘎了我！小瘪三，你想得美！咱们游戏才刚刚开始，不知道四肢经脉断裂的人在城主府能待多久？你不能这么做！别过来，听到没？还没等宋展豪说完，宁慕云快速在他身上几个穴道点了几下，顿时四肢耷拉了下来。这看起来就舒服多了。放心好了，我的技术可是非常好，保证让你无人能治得好。你这个魔鬼，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死废物，死到临头就你这破嘴是硬的。看好了，这一拳是为了云烟姐打啊！宋展豪，这一拳是为了我打的。宁慕云，你不得好嘎！我做鬼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宋展豪，我等着你变！变啊变啊！在宋展豪凄厉的惨叫声中，数不清的重拳如同雨点一样砸在他的身上。宁慕云前世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发泄了出来。宁慕云，别再打了！一旁埋伏好的姚云静看到宁慕云陷入疯狂，连忙跑过来拉住宁慕云。宁慕云住手，他会被你打死的！别为了这种人把自己拉下水。宁慕云滔天的怒火在姚云静安抚下渐渐平息下来，随即姚云静对着一旁捕快喊道：“你们两个快把这个歹徒带走！放开我！听到没？宁慕云，我不会放过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宋展豪，你这次是彻底废人一个。现在宋氏破产，外面一堆债主等着你，再加上你这次恶劣的行为，你估计得在城主府待到老。宁慕云，不要以为你能逃得了，你把我伤成这样，你也得进城主府！傻缺，这里有这么多人看到是你拿着咸鱼想要砍我，我这么做完全是正当防卫。宁慕云，宁慕云，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脑子清醒过来的宋展豪死死盯着宁慕云，恨不得把他活活咬死。看来你还不蠢，倒是你宋展豪这一次估计得牢底坐穿了。啧，我真心祝你在监狱里长命百岁。宁慕云，你这个畜生！别激动，我在里面给你们父子俩准备了一份礼物，你就在里面好好享受吧。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宁慕云看着宋展豪渐渐被拖走的身影，心中一股郁气渐渐消散于无形。前世的仇人终于处理掉了一个，突然觉得心灵轻松了许多。接下来该轮到宁思杰了，明天就是股东大会，你不是喜欢摧毁别人最珍惜的东西，现在我就要让你体验一下这种。贾少爷一句我的东西充满了细菌，大姐便将承载我童年的记忆的物品当做垃圾烧掉。如今我要亲手一点点摧毁他所珍惜的一切。此时宁氏集团股东大会召开，宁仓木跟宁思杰两人发现没有宁慕云的身影，轻轻松了一口气。各位宁氏集团的股东，我们的股东大会马上开。就在这时，会议室大门突然被打开，看来我还没有来迟啊！该死的废物，不就是前段时间把你那一堆垃圾烧了吗？你竟然想把总经理的权利从我手中夺走，这可是我为之自豪的东西。来人，给我关上会议室大门，股东大会不允许无关人等进来。宁思杰给门口的2名工作人员使了一个眼色，想要把宁慕云赶出去。当狗当傻了，主人都不记得是谁了？看清楚，这是我的股权证明，滚下去！一人删99个大笔都少一个，立马滚蛋！对不起，先生，是我们搞错了，不知道您是股东。小畜生，你别得意，一会儿我看你怎么笑得出来。既然我们各位股东已经到齐，那我们会议正式开始。各位股东，我们宁氏集团最近遭遇了一些风波，为了挽回公司的股价，董事会研究决定，准备增发股票。增发股票？对，增发股票会产生一些影响，不过我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位股东都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利益。桌上是我们所采用的方案，各位股东可以先行查看计划书，稍后我们开始投票。只要这计划成功，宁慕云这个畜生持股份额就会大幅下跌。这样一来，自己想对宁氏集团做什么，他也无法反对。我同意。伴随着宁仓木的发声，他那几个好友也纷纷赞同起来，同意的比例已经到达45%。我反对这项决议。宁慕云，你凭什么反对？我手握宁氏集团19%的股份，是集团第2大股东，我为什么不能反对？宁慕云，你思杰冷静，宁慕云，你反对
对只是你一个人的意见，在座还有这么多股东，我们照样会按照投票结果来。各位股东，此次股价下跌是总经理操作不当引起，可他非但没承担损失，还想增发股票，这会使大家持股比例降低，且即便增发能提升利益，也需股价上涨。但股价下跌的关键正是他操作愚蠢所致，所以增发无意义。我发言结束，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话音刚落，会议室中一片寂静，股东们面面相觑，眼中少了几分雀跃，多了几分凝重。我反对，我也不同意。最终投票结果出来了，不同意增发股票的票数有53%，宁慕云完胜。睿智的总经理，看来这次你无法增发股票。现在我也提出一项议案，希望诸位股东可以同意。我提议罢免宁思杰宁氏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什么？我是不会同意的。作为宁氏集团的董事长，我拒绝这项提议。宁仓木，不要忘了，宁氏集团是一家股份制公司，就算你是董事长，你也得服从股东大会的决议。你既然想罢免宁思杰总经理的职务，那你也必须说出你的理由。理由：宁思杰滥用宁氏集团的公关为其他企业洗白，现在舆论反噬影响了宁氏集团的股价。各位股东应该听说了吧？提起这件事，宁思杰更是怒火中烧。这件事如果不是宁慕云在背后搞鬼，宁氏集团根本不会遭遇如此损失。一旁宁仓木见股东们议论纷纷，暗道不好。现在的他无法阻止宁慕云发言，只能一口咬死宁慕云，空口无凭。宁慕云，你所说的一切都是臆想，根本不能作为凭证。呵呵，宁仓木，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既然你们想要证据，那我就把证据给你们。各位股东，你们听了录音之后，自然知道我刚才说的是真是假。说完，宁慕云拿出手机摆在桌面上，录音里正是宁思杰以宁氏的声誉帮助宋氏洗白为诱饵，吸引宋展豪合伙算计他的对话。这是假的，这是你用 AI 做出来的，是不是假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各位股东，我们开始投票吧。随着投票进程的进行，宁思杰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冷。支持宁慕云提案的股东票数总计有70%，看来我的决议通过了。宁思杰，现在你已经不是宁氏集团的总经理了，你可以滚出会议室了。不，这不是真的。听到结果，宁思杰脑子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大学未毕业就进入宁氏集团工作，10多年来不顾个人问题，全身心投入。在他眼中，宁氏集团如同自己悉心照料的孩子。思杰，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先出去休息一下，剩下的事情爸来处理。宁思杰离开后，宁仓木等人的后手也全部作废。后面股东大会只是介绍了一些宁氏集团最近的数据。宁慕云刚刚离开会议室，还没有站稳，宁思杰就扑了上来。宁慕云，你这个小畜生真该死！给我滚！哪里来的疯子？宁慕云一脚便把宁思杰踹地上飞了出去。宁思杰痛苦地躺在地上，可眼神依旧死死盯着宁慕云。宁思杰，我今天这份礼物你还满意吗？宁慕云，你不得好死！到底谁不得好死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要把你珍视的东西全部摧毁？今天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很快你就会知道自己珍视的东西被人摧毁会有多么痛。宁思杰身体跟心灵同时遭受到了暴击，一时之间吐出一大滩彩虹。哟，你这承受能力也不行呀！别急，很快会有人陪你一起。你这个疯子又想做什么？今天是宁严君离开看守所的日子吧？宁慕云，你要是敢伤害严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怎么会伤害他呢？我伤害了他，谁来帮我把宁继伯送进监狱呢？不，你不能这么做。严君跟继伯可都是你的亲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互相伤害？闭嘴！谁跟你们这群畜生是亲人？如果不是想看到你们活着生不如死，你们都活不过一集。记住了，游戏已经开始，你们就老老实实按照我的节奏了，不然宋展豪就是你的下场。宁慕云说完就走，留下背后的宁思杰满眼惊恐。糟了，继伯要有危险了。上一世全家放着我这个亲生儿子不疼，却将万千宠爱都给了养子宁继伯身上，而我更是被他设计陷害致死。如今重生归来，我一脚让他变成爆丸小子。接上集我在股东大会上罢免了大姐宁思杰的总经理职位，斩断了宁仓木控制宁氏集团的左膀右臂。随即我将复仇的目光转向宁继伯身上。继伯，今天身体好一点了吗？大姐你辛苦了，这么忙还要照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下一秒病房大门被一脚踹飞，哟，爆丸小子还躺着呢。宁慕云，你个无耻的人渣，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宁继伯死了没有。宁继伯头上青筋暴起，可还是一点都不忘自己的绿茶本色。慕云哥哥，是不是我哪里又惹你不高兴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啊？我替你个 ABC， 听到你这绿茶声音我就来气。慕云哥哥，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我会伤心的。伤心？我让你伤心，让你装绿茶。小畜生，你竟然敢这么对待继伯，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你们两个上去给他一个教训。2名保镖朝着宁慕云冲了过去，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飞起一脚狠狠踹在1名保镖的肚子上，在下落期间转身回旋一踢，2名保镖痛哼一声倒飞了出去。宁慕云，你今天到这里到底想干什么？想干嘛？宁思杰，昨天我都给你提示了，你还是这么没脑子。宁慕云轻笑一声，看向门外，只见病房中走进2名脸色严肃的捕快。那位是宁继伯，你涉及到一桩杀人案件当中，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不可能，我弟弟他怎么可能会牵扯到杀人案件当中？宁思杰，是不是在你眼中宁继伯就是一朵纯洁无瑕的白莲花？不信你就问问你那刚出狱的四妹，看看宁继伯到底做过些什么龌龊事。严君，这到底怎么回事？大姐，继伯那几年确实是淘气了一些，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改了。继伯，你告诉大姐，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大姐，我没干什么呀。没干什么？刘依婷，你还记不记得？宁继伯愣了一下，脸色突然变得惨白一片。宁思杰一看就知道里面有事。大姐，我真的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你什么都没干？那刘依婷为什么会去自首？我……宁继伯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
么开口，一旁2名捕快已经不想继续拖延下去。几位，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自己私下去了解，我们先要把宁继伯带回警局接受调查。宁思杰见状也顾不上再了解那些详情，如果现在就让捕快把他带走，那么季伯很可能在审讯中留下什么话，到时候可就怎么也无法挽回。身为律师的宁延军一看宁思杰的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捕快同志，我弟弟他现在浑身有伤，按照法律我们应该可以取保候审。这位小姐，取保候审那是犯罪嫌疑人进入拘留所之后的事情。宁继伯先生现在需要和我们先去城主府。那可不可以通融通融？我弟弟受伤，他现在没办法跟你们离开，你们要问话能不能就在这里问，我们绝对不会打扰的。这方面宁慕云先生跟我们反映过，我们特意安排了一辆救护车。宁慕云，这就是你对季伯的报复？你可别乱说哦，这可不是报复，这是一个正义的市民应该做的。宁继伯此时也意识到大事不妙，也顾不上风轻云淡白莲花的形象，连忙看向宁延军和宁思杰。大姐、四姐，你们快救我啊！然而2名捕快可没惯着他，直接找来一个轮椅推着他走人。可刚到走廊处，宁母梅圆圆看到这一幕，顿时急了。思杰，这是怎么回事？妈，捕快说季伯牵扯到了一桩杀人案中，要带着他回去调查案情。这怎么可能？季伯他怎么可能打人？这件事是宁慕云搞的鬼。几位，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可以私下再说，我们现在就要带走宁继伯。妈，救我！我没有打人。对呀，你们怎么能没有证据，不管青红皂白就抓人呢？这位女士，我们发布拘留证明都是有事实依据的，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梅圆圆可不管这些。不行，你们不能就这么带走我儿子。请你立刻让开，否则我们将会以妨碍公务的名义来将你一起逮捕。妈，你千万不要犯傻事。捕快同志，我母亲她绝对不会妨碍公务的。2名警察冷哼一声，推着宁继伯就往外走。梅圆圆身体一软，失魂落魄的瘫软在地。妈，你快起来，季伯他只是被带走了，他一定会没事的。当务之急是得赶快想办法把季伯从里面捞出来呀！你们要是真能把宁继伯从里面捞出来，我直播吃1顿老八汉堡。宁慕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已经把季伯打成了残疾，为什么还要把季伯送进监狱？你的心为什么这么毒啊？梅圆圆，就你也配说我心狠？宁慕云想起这些年宁家人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当即怒火冲天，一脚就把冲过来的梅圆圆踹飞到了墙上。宁慕云，你心肠这么歹毒，根本不是人！我梅圆圆从今以后没你这个儿子。你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了？别忘了，我早就跟你断绝关系了。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始。宁慕云扫了一眼在场的宁家众人，丝毫不掩饰眼中的杀意。不仅是宁继伯，你生出来的这些杂碎，他们对我犯过的那些罪，我会一个一个的把你们全都送走，一个都别想跑。妈别怕，有我在，你们几个给我教训教训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教训我？你们找死！宁慕云冲上去狠狠就是一脚，带头的保镖惨叫一声，倒飞回去撞在了后面的2名保镖身上。你怕什么？给我上，把他揍趴下，我当场给你100万。是，老板。100万话一出，剩余还能行动的保镖眼睛立刻亮了起来，急忙朝着宁慕云冲了过去。呵呵，100万！宁思杰，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掏出这100万！宁慕云毫不避讳的与冲在前面那名保镖的拳头对轰在了一起，随着沉闷的声响，保镖的胳膊以怪异的方式扭曲了回去，随即被宁慕云抓住空隙，狠狠向一旁墙上甩去。就你这种软弱无力的拳头，我早在12岁之前就尝过不知多少次。宁慕云，你要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听到没？宁思杰，你躲什么？你不是想教训我吗？话音刚落，拳头如同雨点般落了下来。别怕，我说过我不会现在要你们嘎的，比起这样，我更喜欢你们生不如死的样子。下一秒，宁思杰如同垃圾一般被宁慕云甩到一旁。哟，宁延军，看来你把我前几天的话当做耳旁风了。你以为你躲起来就没事了？小云，四姐对不起你，四姐之前错了。错不错我不感兴趣，告诉我你到底能不能出任律师，把宁继伯送进去？宁延军浑身一颤，双眼通红的看了宁慕云一眼，随后慢慢跪了下来。小云，四姐求求你放过季伯吧，他受伤了，真的不能被关进去。宁延军，既然给了你机会，你不要，以后你也不用再当什么律师了。不要啊，小云，你千万不要那样做啊！给我闭嘴！这几天多给宁继伯吃点好的吧，很快他就吃不上了。说完，宁慕云丝毫没有理会走廊上的宁家众人，此时他有更重要的人要见。严军，给我振作一点，你可是魔都有名的律师，区区一个废物的威胁有什么好怕？如今当务之急得把季伯的案件调查清楚。上一世全家放着我这个亲生儿子不疼，却将万千宠爱都给了养子宁继伯身上，而我更是被他设计陷害致死。如今重生归来，我一脚让他变成爆丸小子。接上集我爆出宁继伯背负命案，成功送进牢房接受调查。你到底是什么人？昨晚跟你打电话的人就是我。恩人是你，我刘根宝给您磕一个。男子说完，猛地朝着宁慕云跪了下来。恩人，谢谢你，谢谢你能告诉我真相，谢谢你可以让我为妹妹报仇。快起来！这种人渣人人得而诛之，我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过你妹妹死因很复杂。宁先生，我妹妹她到底是怎么死的？我看过她的尸检报告，报告上说她跳楼之前就死，并且还患有身孕。我就知道是那个杂碎害死她的，我一定要嘎了她。放心，我会帮你把宁继伯送进监狱。我不要他进监狱，我要他嘎。让他嘎岂不是太便宜他？你放心吧，我绝对会让他生不如死。不过这离不开你的帮助。恩人，你放心，只要能让我为妹妹报仇，我都听你的。现在先回趟你老家，那个杂碎几个姐姐也该将这个案件打听出来，估计准备花钱让你父母封口。该死的，差点忘了家里那2个杂碎了。这是怎么回事？恩人，这是说来话长，路上我们再说。另一边，宁家别墅大厅内，梅圆圆等人正从宁延军口中得知此事的大致情况。当年这个女孩与季伯交往后意外怀孕，季伯不想要那个孩子，可女孩执意要生，季伯便与之分手。后来那个女孩家人知晓后，不知说了什么，那个
女孩想不开，一气之下怀着孕跳了下去。严君，当年那个女孩自杀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怎么处理的？那个女孩去世后，她的父母过来闹过，我和季伯私下给了她父母50万，她父母这才作罢回到乡下去。你不是给了她父母50万吗？为什么捕快又拿这件事情叫季伯过去接受调查？难道是宁慕云撺掇着他父母报的？大姐，我也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可现在不能让季伯继续待在城主府接受调查。现在捕快拒绝我们探望，万一季伯失言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一切就都完了。四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妈别急，严君，你知道那个女孩的父母住在哪里吗？我就不信这种事情和她的家人没有关系，大不了再给他们50万，总能封了他们的口。大姐，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就去那个女孩的家。而此时某乡下院子中，一对中年夫妇看到宁慕云跟刘根宝脸色闪过一丝慌张。根宝，这还没到过年，你怎么就回来了？这位是你的朋友？然而下一秒，一个大笔都扇了过来。刘根宝，你疯了！我可是你母亲啊！母亲，你不配当一个母亲。11岁那年，父亲发生意外死了，你第2年就抛下我和妹妹跑了。那时我才11岁。从那之后，我和妹妹那时饿得到处乞讨，村子里的人可怜我们，才给了我们一口饭吃。可我后面不是回来了吗？你还有脸说，如果你不是为了爸给我跟妹妹的留下来的房子，你会带着这个到处乱混的人渣回来吗？根宝，再怎么说我可是你继父，对我放尊重一点。尊重？我兄弟在说话，你插什么嘴？人渣就给我好好闭嘴，待会就轮到你。恩人，谢谢了。根宝，妈知道错了，你妹妹溺死了，妈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生骨肉了。咱们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闭嘴！到现在你还满嘴谎言，我妹妹根本不是溺死的，她是被你们害死的。你乱说什么？妈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孩子？话还没有说完，数不清的拳头如同雨点一般落在他的身上。依婷那么乖，哪怕你跟那个人渣在家苛责虐待她，她为了你这个母亲求我不要把你赶出去，可你做了什么？给我说话啊！我，而你却为了区区50万，骗我说我妹妹是溺水淹死的，害我连她最后一眼都没有见上。你和宁继伯那个杂碎一样，都是害死我妹的凶手。你怎么知道的？啊，妹妹，哥哥对不起你，我要你们2个给我妹妹陪葬。男子如同野兽一般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就在动手的那一刻，宁慕云跑过来拦住了他。为了这2个人渣把自己搭进去不值得，我跟你一样也有几个人渣亲人，我这边有一套秘术可以让他们4肢断裂，就算捕快也查不出原因。恩人，只要你肯帮我把我妹的仇报了，我刘根宝这条命就是你的。你的命自己好好留着，把你妹妹那一份带上，好好活下去。你要干什么？根宝妈真的知道错了，那50万我都给你，我1分钱也不要了。错了，我看你是不知道错了，是知道要嘎了。下一秒，院子里充斥着刺耳的惨叫声，2人4肢怪异的扭曲起来，昏厥了过去。而此时，宁思杰等人刚好赶了过去。请问这里是刘依婷的家吗？你是刘根宝，我来吧。他们是宁继伯那个杂碎的姐姐，也是我刚才说的人渣亲人。好在我跟他们不久前断绝了关系。恩人，放心，我既然打电话给你，就会帮你一起复仇。你妹妹的命，宁继伯必须赔给他。宁慕云，你这个死废物，怎么哪里都有你？宁思杰，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孩子，季伯可是你的弟弟的，你为什么要帮着外人？没圆圆，你要是不想挨上一个鼻窦，就给我闭嘴。我可没有一个太监弟。够了，宁慕云，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吵。这位先生，我们可以给你500万补偿，只求你能放过季伯。500万，再多的钱也换不来我妹妹的命。你们这些畜生，要不是看着恩人的面子上，早给我躺在 ICU 里面了。听到没？你们就死了这条心，不如趁现在早点为那个杂碎去酒店订上几桌，我怕到时候可没位置。宁慕云，那个女孩是自己跳楼自杀的，你们为什么要把季伯也逼死？一派胡言，那个女孩是被宁继伯亲手害死。不可能，小云那个女孩真的是自杀的。宁延君，你要是不信，你可以自己问问宁继伯那个杂碎。不过我猜他可能不会说实话。宁思杰还准备上前说什么，手机突然响了起来，随即朝身后使了一个眼色。恩人，他们就这样走了？难道他们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没那么简单，估计是衙门那边打来电话，咱们也顺路给宁继伯送个礼物。上一世陷害我致死的贾少爷，如今被我爆出背负命案，送进牢房接受调查。可大姐嚣张表示想用500万封住报案人的，不料下一秒就被人一斧砍出去。恩人，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别急，这群人肯定会想办法救出宁继伯这个杂碎，咱们见招拆招。现在先去给那个牢房里的报完小子送点礼物。而此时宁继伯在牢房里看着周围煞白的墙面，眼中满是怨恨。宁慕云，你竟然敢报官抓我，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哟，报完小子，你叫我呢？宁继伯看着突然走进牢房的宁慕云，瞪大了眼睛。宁慕云，你怎么进来的？你猜怎么样？你的丸子还疼不疼？你这个死废物，你还有脸问我疼不疼？你以为我忘记是你做的吗？哟，这下怎么不装白莲花了？这2颗丸子只能算一道甜品，主菜我还没上。宁慕云，你伤了我又能怎么样？宁家根本容不下你，宁家那个位置始终是属于我的。宁继伯，谁给你勇气这样给我说话？那群垃圾也就你这杂碎稀罕吧？宁慕云，你……对了，我已经见过刘依婷哥哥了，他说绝对不会放过你，发誓要宰了你。切，那个穷鬼我可不怕，我离开这里之后，你的亲姐姐自然会给我雇上10几个保镖保护我。下一秒，宁慕云一脚将牢门踹飞，一把掐住宁继伯的脖子。
宁继伯，你还真是个畜生啊！你难道就没有一丝对刘依婷的愧疚？我又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对她愧疚？你说这种话也不怕她晚上来找你吗？她打的时候可是怀着你的孩子。此时房间里突然吹过一阵凉风，吹得宁继伯身上满身鸡皮疙瘩，可还是嘴硬的说道：“我才不怕，这都什么年代了，也就你这种乡下人才信这些。既然你不怕，那我就放心了。你要干什么？”宁慕云笑眯眯的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宁继伯床前。宁继伯看着照片上那道柔弱的人影，差点吓尿。宁慕云，你嘘，别说话。话音刚落，宁慕云掏出一根根银针扎在了他的身上。宁继伯顿时只能发出一些支支吾吾的低声，声音低的只有靠近才能听到。宁继伯，是不是不能说话了？四肢也动不了了吧？不用谢我，我考虑到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悄悄话想说，所以先让你的声带失效一晚上，让你和他在心里好好说话。宁继伯眼神一缩，紧紧盯着宁慕云，心中充满了恐惧。该死的，怎么闭眼也闭不上了？是不是感觉眼皮也动不了了？别白费力气了，毕竟你们也有很长时间没见了，所以我想让你尽可能长时间的看着他。宁慕云，你这个魔鬼！宁继伯，我一早就说过了，一定要玩死，这不过才刚刚开始，你就好好享受吧。宁慕云说完，走到门口，缓缓停下，微笑着转过头来。哦，对了，我先帮你把灯关上了，毕竟他现在不适合见光。黑暗中，宁继伯只感觉无尽的恐惧笼罩全身，低不可闻的惨叫声在昏暗的房间里悠悠响起，房间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息。宁慕云，别做的太过分，房间里面可是全天24小时监控。我又没做什么，只是给他留下一些礼物而已。你自己心里有分寸就好。对了，开车撞你那个宋展豪案子判了，因为有你提供的一些资料，法官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现在一直嚷嚷着要见你，我可没功夫也没兴趣去见一个杀人犯。姚云静，这次多谢你了，我就先走了。此时门外刘根宝看到宁慕云出来，立马迎了上去。恩人怎么样？放心吧，宁继伯这次不疯也得半残，再过段时间就要开庭。现在你要做的是防止他那几个姐姐接触到你的父母。我知道的，这段时间我就在乡下待着，等恩人你的消息。另一边，宁家姐妹接到捕快协助调查的电话，本以为可以将宁继伯带走，可现实给他们当头一棒。谢谢你们配合，现在你们可以走了。捕快同志，那我们可以走流程把宁继伯带走吗？不能。该死的，取保候审都不行，连让我们见继伯一面都不肯。大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严军，你马上开始调查刘依婷当年死亡的真正原因，如果事实对继伯不利，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大姐，可是难道你想让继伯被判死刑吗？宁严军心里一颤，沉重又无奈地低下了头。大姐，我知道了。此时门外宁家老六宁洛林正在门外等着两人，得知两人所发生的事情，顿时怒火中烧。大姐、四姐，这肯定是宁慕云搞的鬼，我们不能任由他这么为所欲为下去了，必须得反制他。洛林，我们该怎么反制宁慕云？既然宁慕云身上没有任何错漏，那他身边的人总有错漏吧？六妹，你怎么能这么做？宁慕云他都开始对我们下手了，难道我们还不能反击吗？六妹，你闭嘴！严军，现在不是你妇人之仁的时候，你不看看家里都让他害成什么样了？雨嫣的明星生涯不仅被毁，还背上了巨额的赔偿。继伯现在更是被他害得关进了大牢，难道真的要我们姐妹几个都被他害死，我们再出手吗？面对宁思杰言辞激烈的反问，宁严军一时语噎，再也说不下去。洛林，你说该怎么从他身边人下手？大姐，我们可以这么做。你想出来的办法很好，或许按照你的方法来对付宁慕云身边的人，能获得奇效也说不定。我们必须让宁慕云屈服，不能让他和那个乡下疯子联合在一起，不然继伯可就危险了。宁严军看着合谋在一起的宁思杰和宁洛林，不由为宁慕云感到非常担心。大姐，你们先上车，我去上个厕所。喂，宁严军，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我挂了。先别挂，慕云，你最近一定要小心你身边那些人。大姐和六妹准备对你身边那个医生女孩和那个公司总裁下手。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四姐只是不想你受到伤害，还有妈被你赶走之后哭得晕倒了，妈现在真的后悔了，你能不能去看看她？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宁慕云说完便挂断了电话，还敢对我身边的人动手？宁思杰、宁洛林，你们真是在找死！自从把宁思杰的总经理职务罢免之后，宁慕云就一直在盯着宁思杰，准备对他进行下一步动作。原本想留在最后一步再收拾宁洛林，如今他自己主动蹦跶出来，那就不要怪他。宁洛林，前世你不是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吗？不久后就是你音乐生涯最重要的比赛，希望你会喜欢我这份礼物。上一世我本该是魔都豪门少爷，站在人生巅峰，却在6岁那年被六姐宁洛林故意带到游乐园弄丢，而他却丝毫没有感到愧疚，依旧追求着他的音乐道路。如今重生归来，他竟然打算对我身边人动手，这一次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慕云，怎么脸色这么差劲？发生什么事了？云一，你这2天能请假吗？我想你一直待在我身边。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说的是真的。纪云一心脏猛地颤抖了一下，低头嗫嚅地说道：宁慕云，你说的是真的吗？既然如此，那本小姐就……我担心这2天宁思杰和宁洛林可能会对你下手，所以想让你这2天请假待在我身边。纪云一脸色一滞，阴沉地抬起头来。宁慕云，你让我陪在你身边就是因为这些？是啊，你怎么了？咋脸色这么难看？宁慕云，你去死吧！哼！纪云一狠狠踩了宁慕云一脚，气呼呼地走了出去。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发什么脾气啊？算了，还是给他找个保镖吧。宁慕云怎么刚走不久就跟我打来电话？就这么想我吗？姚云静，你以前上警校的时候有没有认识一些身手很好的没有当捕快的女生？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哎呦，我们的宁大少竟然换口味了，还想认识警花？你看我够不够格呀？我和你说正经的，我是想请一个女保镖保护纪云一。宁思杰和宁洛林准备对我身边的人下手，我怕他受到伤害。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姚云静的声音也从阴阳怪气变得严肃起来。宁慕云，你还好吗？还好，我已经习惯了。
惯了。以后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好，不要藏着掖着。对了，我那些学妹出手可不便宜，你可要有个心理准备。没问题，只要她身手好，一切都好商量。好，那就这样，明天我们8点在外滩见面。翌日清晨，宁慕云一下车就看到了等候在一旁的姚云静等人。怎么是你？你们2个认识？几年以前，我和师傅一起去山里采药，在路上碰到他父亲突发急症，师傅帮他们治好之后，我们就直接进了山。对了，小大夫，这次我的任务是保护你吗？那个霍万玲小姐，这次的保护人不是我，而是我师傅的女儿。原来是那位大夫的女儿，这次的保镖任务就交到我手上吧，我一定会保护她周全，绝不让她损失一根毫毛。这次多谢你了，这张卡里有600万，算是我提前预支给你的报酬。这个不用了，我爸爸这几年一直在找你师傅，现在有这么好的报恩的机会，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好了，他给你就拿着吧。时间紧急，我们先去医院，给你介绍介绍这次你要保护的人是谁。现在纪云一安全问题处理好，祝云柔那边有保镖，不需要我操心。接下来宁洛琳准备好迎接我给你的惊喜。此时临江一处豪华别墅，宁洛琳闺蜜魏莹莹正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典礼。两人虽然不是亲姐妹，但胜似亲姐妹。可以说宁洛琳能够在音乐道路获得成功，魏莹莹是出了很大力气。莹莹，祝你生日快乐！洛琳，谢谢你来帮我庆祝生日。对了，后面你那音乐比赛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准备好了。莹莹，你真好。宁洛琳微笑地看着魏莹莹，心思却已经飘到了不久之后的音乐比赛。有了魏莹莹的帮助，她庞然无措的心情突然镇定了一些。哇，莹莹，那辆车好帅啊！你说车里会是谁呢？该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参加魏莹莹的生日晚宴？这可是全国限量5辆的，难道是她新交的男朋友？宁洛琳你好啊，看到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一旁的魏莹莹从宁慕云的语气中听出来来者不善，随即提起了戒备。你是谁？为什么要来我的生日派对？魏莹莹小姐你好，我叫宁慕云，我是你身后宁洛琳已经断绝了关系的亲弟弟。亲弟弟？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洛琳有你这样的亲弟弟。他亲弟弟不是只有宁继伯吗？你口中宁洛琳的亲弟弟宁继伯只是一个领养的杂碎。至于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宁洛琳提起我，8成是他嫌我丢人，没有跟你说过吧。洛琳，他真的是你的亲弟弟吗？宁慕云确实是我的亲弟弟，不过我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魏莹莹诧异的看了一眼宁洛琳，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和自己说过？不过现在并不是追根问底的时候，身为好闺蜜的她绝不能任由宁慕云欺负了宁洛琳。既然你已经和洛琳断绝了关系，我的生日宴会不欢迎你，请你马上离开。魏莹莹小姐，我和你无仇无怨，来这也并不是为了找你麻烦，我来这是想告诉你一些事情，让你认清楚身边的一些人。莹莹，你千万不能听他的，他都是在胡说八道。我还什么都没有说呢，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胡说八道？宁洛琳，你这么慌张，是不是做了一些对不起魏莹莹小姐的事情？你胡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莹莹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洛琳，我知道你没做过，你别激动，他想说就任他说，我看他能说出些什么来。该死的，这废物虽然不清楚他知道了什么，但绝对不能让他开口，不然我的比赛名次可就没戏了。宁洛琳随即朝不远处一名追求者使了一个眼色。洛琳，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人来找麻烦？是啊，这人故意在莹莹生日晚宴上闹事，你们帮我赶走他。小子，快点滚！再不滚，小心收拾你！宁慕云就像是没有听到一般，眼神依旧死死盯着宁洛琳，还敢装作没听到？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面对冲过来的公子哥，宁慕云飞起就是一脚直接。什么时候垃圾也敢出来当出头鸟？宁洛琳这回可没人打扰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宁慕云，你这个暴力狂！莹莹，快叫保镖把他赶走！宁洛琳，你在慌什么？谁慌了？我只是不想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影响到我们生日的气氛。好了，洛琳，我们就听听他能说些什么话出来，别因为他影响我们之间的闺蜜情。然而下一秒，宁慕云的话顿时让宁洛琳整个人差点跪了下来。上一世陷害我致死的贾少爷被我爆出背负命案，送进大牢接受处罚。六姐得知此事，准备向我身边人动手，我直接出手断送她为此自豪的音乐道路。魏莹莹小姐这只猫你还记得吧？她可不是自己淹死。你什么意思？难道是有人害死她的？没错，那位凶手就是你身边的宁洛琳干的。不可能，洛琳她不可能做这些事情。你要是不信，可以查看一下宁洛琳手臂上是不是有一道爪。闻言，宁洛琳心里一颤，身体不可抑制的颤抖了起来，但还是强行镇定的说道：莹莹，我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你要相信我呀，这都是宁慕云胡说八道的。女人就是麻烦，看我的！宁慕云，你要做什么？只见宁慕云直接将宁洛琳袖子卷了上来，一道清晰爪印出现在眼前。洛琳，这怎么回事？莹莹，我可以解释的，那是我以前不小心磕到的，这不是爪印，我没有害死咪咪。魏莹莹虽然震惊，可心里还是愿意相信多年的闺蜜宁洛琳没有做出这些事来。这位宁先生，一道多年伤痕也无法证明这是不是一场误会。好一个姐妹情深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贯彻始终。魏莹莹小姐，你当年是不是谈过一个男朋友？对啊，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当然知道，你的这位好闺蜜可是在你男朋友那里说你和别人不检点，还堕过胎。你说谎，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都是你在下边。宁慕云，你这个小畜生，快给我滚出去！面对冲过来的宁洛琳，宁慕云猛地一脚踹出，随即在空中完成90连击。宁洛琳，我可不会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插嘴，只会送他一个大笔兜，这可能跟我的家教有关吧。宁慕云，你这个卑鄙小人！莹莹，你相信我，这一切都是他在瞎编，是吗？郑宇豪出来吧，当年害你和女朋友分手的罪魁祸首就在这。话音刚落，人群中缓缓走出一个面色颓废的年轻人，一双眼睛满是仇恨，死死盯着宁洛琳。宇豪，你真的是宇豪吗？当初你为什么要突然离去？为什么？莹莹，我对不起你。那天为你挑生日礼物时，宁洛琳给我你不检点的证据，我气昏头去了国外。这几年我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如果不是这位
宁先生，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竟然是被宁若琳蒙骗的。莹莹，我不配做你恋人，我只希望能在生命最后获得你原谅。不，宇豪，你千万不要说这些傻话，我们以后的日子还多着呢。莹莹，最后能见到你真好。郑宇豪笑着说完便倒了下去，周围的人全都用鄙视的目光投向宁若琳。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宁慕云说的那些话是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想让他们分手，没想让人死啊！宁若琳，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莹莹，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想让他接近你，对不起，对不起。你害死了宇豪，还敢在这里哭，我要让你偿命！数不清伟大笔都朝着宁若琳上来，顿时几口彩虹喷涌而出。魏小姐，再打下去，宁若琳估计会被你打死。那又怎么样？宇豪死了，我绝对不会让宁若琳好过。他没死，不过确实是快死了。他这几年一直处于抑郁当中，精神一直在内耗，身子已经被熬垮了。好在现在心结已经解开，慢慢静养就好。真的，谢谢你。我该怎么才能报答你？很简单，只要魏小姐你帮我好好报复宁若琳就行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这些年我和宇豪遭受的痛苦全都报复回去。那我就放心了。宁若琳，今天我给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宁慕云，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害得莹莹和我绝交？呵呵，宁若琳，你不就是贪图别人魏家在音乐界的资源吗？接下来比赛我看你怎么办。你这个死废物，我要你的命！垃圾，别在这里狗叫！你们这群人渣就等着一点点失去自己所珍惜的东西，这是你们应该偿还的罪孽。魏小姐，记得要报复宁若琳哦。你放心吧，我一定答应你。宁若琳看着魏莹莹仇恨的目光和周围人那指指点点的目光，无尽的懊悔和愤恨压在心头，压得她再也喘不过气来，直接晕了过去。宁慕云，你来一趟巡捕房。宁继伯突然疯了，你昨天到底干了些什么？我马上过去，到了跟你说。此时大牢中，宁继伯疯狂的大吼着：“刘依婷，你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我不是故意的。”现在是什么情况？还不是怪你，谁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我也没干什么呀，就是让他看了张照片。刘依婷的照片，你可真损呐！我这不是怕他忘了刘依婷吗？哟，爆丸小子，你怎么样了？宁继伯整个被吓坏了，根本分不清眼前到底是什么人。你不要过来，我没想害你，我也没想到你会变成那个样子。这杂碎得做了多少亏心事能吓成这样？宁慕云并不希望他疯，比起让他稀里糊涂的变疯变傻，宁慕云更希望他可以清醒的受到惩罚。你看他现在变成了这样，我们还怎么审讯他？这个你不用担心，可能是他一晚上没睡，精神太疲惫了，我给他来一针就好。宁慕云说着，缓缓走到宁继伯身边，正要抽出银针帮他进入睡眠。宁继伯突然激动的喊叫起来：“不要！你不要过来！那天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你会死的。”宁慕云，等一下，再听听他后面说什么。两人眼神交流之后，准备来个将计就计。宁继伯，你那天为什么要害死我？我不是故意的，那天你非要逼我结婚，我只是想让你冷静一下，我不是故意把你推到台阶上的。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推下楼顶？我一开始没想把你推下楼去的，可你的尸体就在那里，万一要是被人发现了，我就完蛋了。宁慕云和姚云静眼神一凛，自此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他虽然是个人渣，可他确实是过失杀人，不可能判他死刑的。我再去找证据，绝对不能让他在外面逍遥快活。如果找不到怎么办？那就让他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不能死刑，也绝对要他生不如死。姚云静点了点头，随即两人缓缓向外走去。然而就在这时，宁慕云手机突然响起：“慕云，救命啊！我好害怕。”上一世全家放着我这个亲生儿子不疼，却将万千宠爱都给了养子宁继伯，而我更是被他设计陷害致死。如今重生归来，我一脚让他变成爆丸小子。接上集宁慕云在大牢得知宁继伯过失杀人真相后，另一边被宁慕云断掉音乐道路最重要的机缘的宁若琳，找上了宁家大姐等人密谋如何反击。若琳别哭了，宁慕云这小畜生不是断了你的音乐机缘吗？五姐给你好好治治他那小师妹，我要让他再也当不了医生。琳琳，我出去方便一下，马上回来。季医生，等我一下，我陪你一起。不用了，我很快就回来，你就在办公室等我就行。然而刚出办公室大门，便遇到两名男人前来问话。小大夫，请问你知道季云一医生在哪吗？我们找他有急事。急事？我就是季云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好啊，我们终于找到你这个罪魁祸首了。下一秒，两名男子从怀中各自掏出一把咸鱼。季云一一看这阵势吓傻。我母亲她进医院之前身体很好的，都是你这个庸医把我母亲给治死了，你真该死。我从来没有治疗过你母亲，你是不是认错了？少废话，我儿子他本来也是好好的，都是你把我儿子治死了。你们是不是记错人了？我真的没有治疗过你们的家人。季云一，你害死了我们的家人，还想狡辩？今天我们要嘎了你！季云一连忙躲进了女厕所，这时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宁慕云所说的宁家人对他的暗算。慕云，你快点过来，有人在医院对我行凶，我好害怕啊！该死的，云一，你一定要坚持住呀！他就藏在这个隔间里，我们打开这个隔间嘎了他。不要啊，我真的没有害死你们的亲人，你们冷静一点。下一秒，尖刀劈砍下隔间门板，瞬间裂开一个细小的裂缝。季云一看着闪烁着寒光的刀锋，第一次感觉到了死亡的味道。好了，还差最后一下就能弄嘎这庸医了。救命啊，快来人啊！然而下一秒，巨大的劈砍声响起，轻薄的门板顿时四分五裂。季云一，你这个庸医，记住了，下辈子别再当医生害人。给我住手！季云一，别怕我来了。他和这庸医是一伙的，我们先嘎了他，再好好折磨这个女人。慕云，小心啊！闪烁着寒光的刀刃挥来，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要向后一退，随即一脚踹飞一个人。然而一旁中年男子趁机绕到了宁慕云身后，紧紧抱住了他。我抱住他了，你快嘎了他，快点嘎了他呀！垃圾也敢
在我面前放肆！下一秒，宁慕云直接挣脱束缚，一人一脚直接将其踹飞，两个撞在墙壁与门板上后各自痛苦趴在原地，再也起不来。宁慕云，你有没有受伤？流血了没有？我没事。纪云一，你呢？此时霍万林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小大夫，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没有保护好季医生。慕云，你别怪他，是我非要一个人出来上洗手间的。哎，好了，这件事怪我。无边的怒火充斥着宁慕云全身，恨不得现在就去宰了他们。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得先调查出这两人是谁派过来。琳琳把纪云一带出去，另外在外面接一下姚云静，让他待会把这两个人带回去。好的，小大夫。说吧，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害纪云一？我母亲是被他致死的，我要报仇。我儿子也是被他致死的，我要他偿命。你们两个口口声声说纪云一致死了你们的儿子和母亲，可你们有什么证据？有人给我们寄了各种文件，证明是纪云一害死了我们的亲人。那天你们医院给我妈打了一针激素，突然就不行了，你们医院却说那是正常去世，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我儿子也是，那天被你们医院的人打了2针之后，突然就不行了。什么样的正常死亡人会黑得像块黑炭？看着两个大男人悲伤嚎哭，宁慕云怒气逐渐退散，眼神异常认真的看着两位，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哪怕一支激素。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请医院把我朋友的诊疗记录和用药记录调出来给你们看。真的？此时纪云一闻言也走了进来，看到两人哭得那么伤心，心里也很不好受。你们两个可以把你们母亲和儿子的名字告诉我吗？我一定会查出来治疗他们的人是谁，这种人绝对不能让他逃离法律的制裁。对不起，季医生，我们不该听信别人的瞎话来害你。我儿子他叫梁宇轩，我母亲她叫高翠的，就拜托你了，现在我们就去自首，毕竟是我们做错了事，再次跟您说一声对不起。厕所内再次恢复了宁静，宁慕云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心底突然浮现出一道人影，是你吗？准备迎接好我的报复吧。另一边，宁洛林看着魏家旗下一家琴行露出欣喜之色，还好这把琴还在，估计魏莹莹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下去，有了这把琴，接下来的比赛我一定能打败其他对手。然而推开大门，眼前的一幕让宁洛林脸色苍白如坠冰窟。宁慕云，他的朋友不是被医闹打了吗？他不应该去照顾吗？还有他怎么在这里？宁洛林，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很久了。我是不是想要我手里的这把小提琴啊？据说这琴能提高一个人的音乐台阶。六姐非常需要这把小提琴，你可以给我吗？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宁洛林，给我跪下，说不定我会考虑。宁慕云，这琴对你来说毫无作用，我可以出100万买这把琴。谁说对我没用？我会拿着这把本属于你的小提琴在赛场上打败你。魏家也会在音乐界全力支持我，这不就是你接近魏莹莹的目的？你胡说！我跟魏莹莹做朋友的目的，才不是你想的这样。是吗？那你之前为什么要拆散别人？你不就是怕魏莹莹把原来给你的资源转移到她男朋友身上？宁洛林听到这里彻底破防了，恼羞成怒的说道：宁慕云，你等着，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面对暴怒的宁洛林，宁慕云不怒反笑，优雅的伸出3根手指，3、2、1，砰！琴行门外，宁洛林像一滩烂泥趴在地上，旁边还有一辆冒烟的汽车。这是你做的？不，我可是守法好公民。你知道撞你的那辆车子里坐的谁吗？他是钱红玉。什么？你知道吗？当我告诉他女朋友是被你逼死的时候，他简直要疯了。他不敢相信，在他眼里善解人意的宁洛林是这种人。可我把当年那些证据告诉他的时候，你猜他怎么了？宁洛林呆滞的看着宁慕云，眼神充满畏惧。你眼中那只永远尽职的舔狗，他崩溃。他在电话里大声哭嚎，说他绝对不会放过。不过舔狗终究是舔狗，他还是狠不下心撞死你啊！这份感情真是让我感动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一句错了就可以顶得上你以前犯下的那些罪孽吗？我没去找你算账也就罢了，你还敢把主意打在我身边的人身上？不是我联系的人是吴姐，不是我。真不愧是好姐妹，心一样的狠。给宁诗蕊的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会儿她就可以收到。你要害吴姐？不是我要害，是你在害她。宁洛林，你在这20多年里为了自己害了那么多人，你那洁白的手中沾满了鲜血。恐慌、害怕、后悔，种种情绪交杂在宁洛林心中，让本就虚弱的他更加感觉到了死亡的接近。不要，你们不要过来，我没有害死你们。好了，我也该去给宁诗蕊送礼物了。宁洛林，你可千万别死啊！你要是死了，那些罪孽又该让谁来偿还呢？宁慕云的身影渐渐远去，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在耳边响起。前世六姐在我6岁时故意将我弄丢，如今重生归来，我断了她在音乐道路最重要的机缘。恼羞成怒的她与吴姐算计我最为尊敬师傅的女儿，好在被我及时出现化解了危机。随即我将宁洛林黑料爆出，免费请她当一次空中飞人。该死的，到底是谁把洛林害成这个样子的？严军那边捕快怎么说？我已经和捕快了解过了，撞洛林的人是他以前的一个同学。听捕快说，洛林好像逼死了他的女朋友，那个男人为了报仇，所以才开车撞了洛林。在场的宁家几人傻眼了，平时在家里十分乖巧的宁洛林竟然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此时医生走了出来，众人也停止对这事的讨论。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病人的情况很不好，好在送医及时，命是保住了。不过她腿部受伤太重，估计下辈子都只能坐轮椅了。什么？该死的宁慕云！没想到这个杂碎报复来得这么快，我这就去找他算账。下一秒，宁母梅圆圆一鼻窦抽的宁诗蕊摔倒在地。宁诗蕊，都是你！要不是你撺掇着洛林谋害慕云，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他也是你的弟弟啊！宁慕云他就是个杂碎，他害了季伯，害了洛林，现在你还在偏袒他。妈，你就好好的站在他那边吧，你们不去收拾他，我自己去。而这时医院门外，宁慕云看着门口露出一抹冷笑。宁诗蕊，就你也敢动我的人，我看你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宁慕云，你还有脸来医院？你这杂碎知不知道洛林被你害得半条命都没了？哟，命还挺硬呀，这
这都没答，果然祸害1000年。你这该死的废物，我要杀了你！面对冲过来的宁诗蕊，宁慕云飞起就是一脚将他踹出数米远。别急，马上就轮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事是你干的，希望你会喜欢我带来的礼物。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宁诗蕊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手臂一痛，低头一看，针管已经扎进了他的身体里，而注射器就握在一个面脸脓疮的女人手里。针管里是什么？没什么，只是一管血。宁诗蕊脸色煞白，像是想到了什么，浑身不可抑制的颤抖了起来。宁医生，我们好久不见，是你。面前的女人是宁诗蕊为数不多心怀愧疚的人。几年前，这个女人还不是现在这副满脸脓疮，那时的她只是一个温婉贤惠的中年妇女，一切都源于几年前那场意外事故。那是她的疏漏，也是她职业生涯中的污点。田艳霞，你为什么要害我？害你？呵呵，那你又为什么要害我老公？我从来没有害过你老公，从来没有。宁医生，当年你劝我老公积极接受治疗，那时你在我眼中如同天使般的好医生。那段日子虽辛苦，但很幸福。然而我拿着卖房钱到医院时，我老公就去世了。可前一天他还好好的，我找医院要说法，无人理会，还被赶了出来，连我老公最后一面没见到就被人匆匆火化。我想问，你知道谁害死他的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后面我抱着老公骨灰回到乡下，婆婆骂我，客服把我赶出家门，为还债我只能用尽一切手段去赚钱。这些年我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每一天我都想去死见老公，可凶手逍遥法外，让我不甘心。幸好宁先生找到我，告知了真相。宁诗蕊见事情再也瞒不住，心房被迫哭哭啼啼的说了出来。我不是故意的，我原以为那制药会有用的，我以为他会被治好的，那只是一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那根本不是意外，当年那个男人开具的药品单据中根本没有你给他打的那针药剂，是你自作主张为他添上了那针药剂，你是真正的凶手。我不是凶手，我也是为了救他，我只是以为那制药可以治好他，所以我才……所以因为你的意外，害我老公死了，也把我的人生也毁了。这种饱受煎熬的痛苦，我也要让你全都尝一遍。你想怎么样？你刚才不是问宁先生这是什么血吗？实话告诉你吧，这些年我受尽了折磨，整个人也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血里有多少病毒，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我知道的是，你最终将会变得和我现在一样。宁诗蕊惊恐地看着田艳霞满是脓疮的脸颊，严重洁癖的她一想到自己也会变成这副样子，整个人精神彻底崩溃。我不要，我不要！随即用尖锐的指甲划的手臂鲜血淋漓，血肉模糊。宁慕云和田艳霞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她垂死挣扎。五妹，你怎么了？我不要变成那副样子，我不要！宁慕云，你到底对五妹做了什么？我只是给她送了一份礼物，不过看起来她好像不太喜欢。宁慕云，你什么你？你欠祝云柔那几个亿赔了没？我又没有错，凭什么要赔？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从我手里抢下电影的戏份就能成为大明星。夏艺传媒的老总和另外2家电影公司已经决定一起开拍一部由我作为主演的电影，到时候我要把你们给我的屈辱全部还给你们。下一秒，一个大笔都扇了过来。宁雨嫣，我不管你拍什么电影，那8亿赔偿金你1分1文也不能少。不仅仅是柔云文化的账，你欠我的账也得一并还回来。别以为宁若琳和宁诗蕊现在这样就一切已经结束，我告诉你，你们每一个人都逃不掉。谁怕谁，我就等着你来。宁雨嫣愤恨地看了宁慕云一眼，想到他的武力值，只能放下一句狠话，拉着陷入疯狂的宁诗蕊往医院内走去。宁先生，多谢你让我找到害死我老公的仇人，时间不早，我也该走了。走，你要去哪？我好想我的老公，我要去找我老公去了。不要冲动，万事不是没有转机，我可以出钱为你治病，也可以为你介绍一份工作。宁诗蕊她还没死呢，你就不想看到她凄惨到死的样子？宁先生，我已经累了，你是个好人，希望你可以找个好女人共度一生。等一下，你的老公他虽然已经不在人世，可我相信他即使在弥留之际心里也放不下你，忍心让你老公不得安息吗？可我现在已经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有什么脸可以活下去？那你就更不能死了，你现在死了，你这副样子下去，你老公还会认得你？我老公不认得我了。田艳霞无力的颓然在地，泪水掉在地面摔得粉碎。宁慕云在一旁静静看着田艳霞嚎啕大哭，沉默良久，空留一声叹息。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上午5姐与6姐合谋设计陷害我身边的人，下午我便让他们体验了一次空中飞人。接上集宁慕云安抚好田艳霞轻生的念头后，正准备离开医院时，突然身后传来一股强烈的劲风。宁淑贤，你是不是躁郁症又犯了？要不要我再帮你治治？宁慕云，你还是不是个人？先害得6妹出车祸，现在又害得5妹血液里查出脏病毒，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们这些畜生都不如的家伙，这些不都是你们应得吗？还没轮到你就赶着送上门找虐。宁慕云，你什么你？宁若琳、宁诗蕊他们2人完全是罪有应得，如果不是他们合谋想对我身边人下手，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宁慕云，你这个畜生，再怎么样他们可是你的亲戚，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不得好。然而话还没有说完，宁慕云飞起就是一脚让他闭嘴。宁淑贤，我今天就要看看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小畜生！宁淑贤刚从地上爬起来，下一秒宁慕云一拳挥出，宁淑贤顿时吐出一口彩虹。我要嘎了你！本就患有躁郁症的2姐宁淑贤情绪彻底失控，一次次朝宁慕云进攻。这
也直接点燃了宁慕云的怒，一把将他强行按在地上，狠朝他脸上按摩起来。宁书贤，你不是挺能耐吗？刚才还想偷袭我，还有你不是每次躁郁症发作都把我打个半死吗？今天就要看看是你的躁郁症厉害，还是我的拳头厉害！小畜生，我要你去死！极致的癫狂之下，宁书贤突然涌现出一股力气，硬生生的将宁慕云推开，尖锐的指甲锋利如刀，一道道猩红在宁慕云身上渐渐浮现。宁书贤，你就这点力气吗？今天我就要看看你能不能搭了我！两人双手在互相的全力输出下。宁书贤承受不住宁慕云那股大力，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剧烈的疼痛让他清醒了过来。知道吗？我爱你们的时候就是适合远方，不爱的时候就是适合官方。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的礼物已经发出去，等到了时间，你自然就会收到那份礼物。在此之前，你就好好期待吧。希望你这段时间还能睡得着觉。宁慕云正准备转身离开，突然听到一声熟悉又令人不悦的尖叫声响起。宁慕云，你这是在干什么？沈云烟，我干什么用得着你管吗？宁慕云不屑地看了两人一眼。前世沈云烟这个闺蜜刘小薇可是跟吴明辉牵扯过，突然她想看看乐子。刘小薇，吴明辉跟你说他最近是不是要回来？不可能，明辉他明明和我说他出国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沈云烟近期遭受了太多过去想象不到的苦难，而一切的起因都在于婚礼当日送别吴明辉。她常自我劝慰吴明辉不会回来送一次无妨，因为有了这个正当性，她才能再继续坚持下去。沈云烟，你说会不会你们两个人认识的吴明辉是两个人？对，我们两个认识的绝对不是同一个人。那刘小薇把你的手机给沈云烟看看，让她安安心。这……沈云烟见状抢过刘小薇的手机，恰巧这时吴明辉突然给发回一条语音电话：宝贝，我现在在埃菲尔铁塔上面，我好想你啊！吴明辉油腻的语音击碎了沈云烟心中最后一丝幻想，想到自己因为吴明辉所遭遇的苦难，沈云烟瞬间气疯了。吴明辉，你为什么要骗我？云烟，你怎么在呢？你为什么要骗我？你知道你把我害成什么样了吗？云烟，你听我解释，而此时宁慕云直接抢过手机，脸上的笑意无比森寒。吴明辉，你听到了吗？你以为你逼的那些女孩堕胎跳楼，别人都不知道吗？宁慕云，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做过那些事情？我告你诽谤！呵呵，听说你半个多月之后就要回国了，我在国内等着你，这次我陪你慢慢玩，我一定要玩改。宁慕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直接扔了过去。此时沈云烟现在真的毁的肠子都要青了，她毁了自己的婚礼，毁了沈氏，结果起源都是因为吴明辉的一通谎言。慕云，我错了，我不该去送别吴明辉那个人渣，我不该为了他毁了我们的婚礼，我真的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我们去复婚好不好？沈云烟，别在我这里表演什么后悔，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你不是之前说我不可理喻吗？不是说你和吴明辉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吗？对了，前几天有事要忙顾不上你，刚好今天撞上，我们两个去赵叔的律师事务所，把你转给我的那30亿退给。不要慕云，我错了，求求你不要这么做。沈云烟，我不想再看到你出现在我面前恶心我，以后你想和你那青梅竹马或者其他男人在一起都无所谓。慕云，我这次真的和他一刀两断了，只要你原谅我，我什么都愿意做的。此时宁慕云已经失去了和沈云烟纠缠下去的耐心，你非要逼我出手是吧？沈轩逸18岁那年夏天干过什么？不用我再和你说一遍吧。慕云，你不要冲动，我只是想要你原谅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千万不要对轩逸出手啊。那你到底要不要那30亿？我给了你的钱，我怎么可能再去收回呢？之后你再继续纠缠我是吧？慕云，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一只蚊子也是打2只苍蝇也是拍。既然沈云烟怎么也不愿意松口，那就让沈轩逸陪宁继博一起进监狱里去。沈云烟，我给过你机会，你以后不要后悔。说完，宁慕云转身就走，留下沈云烟一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而此时宁家病房内，该死的宁慕云，他竟然敢把5妹6妹害成这个样子，我要找人嘎了他。闭嘴！你这个姐姐是怎么当的？为什么洛灵和施蕊对慕云下手的时候，你没有阻止？妈，话不能这么说，要是宁慕云不对我们下手，我们会对他动手吗？他对你们下手那都是被你们逼的。慕云以前是多好的一个孩子，宁思杰，你过去经常头疼，是慕云不辞辛苦的为你熬中药把你治好了，可你又是怎么对待慕云的？只因为在你上班打电话让你喝药，你就打了他一耳光。还有你其他妹妹，慕云对他们也是如此的负责。梅圆圆的话让宁思杰回忆起了宁慕云以前那美好的样子，姐妹几个在享受完表面的美好之后，竟然全都忘却了背后那么默默无闻的宁慕云。宁思杰此时多么想宁慕云再变回以前的样子。妈，你别再哭了，我们也知道错了，可我们毕竟不能坐以待毙，否则宁慕云迟早会把我们全家都给害死的。不会的，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都是我们的错呀。那我们明天就去见见宁慕云，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他回心转意，我们都可以对他进行弥补。对，只要慕云回心转意了，他断然不可能再为难季伯和你们姐妹。宁思杰闻言沉重的点了点头，心中暗下一个决定。上一世陷害我致死的贾少爷，如今被我爆出背负命案，送进牢房接受调查。5姐与6姐得知此事，想要对我出手，下午我便送了他们一张空中飞人体验券。如今宁家姐妹与宁母知道怕了，求我回家。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孩子，我只是想来看看你。梅圆圆，你来了只是哭吗？你要是想哭，那你继续在这哭好了，别来打搅我。宁慕云，你不要太过分了，妈来看你，你连话都没说2句就头也不回的走了。那又怎样？以前我还在宁家的时候，你们这么做还少呢。思杰，给我住嘴！慕云、施蕊和洛灵对你做的那些事情是他们错了，妈在这里先跟你还有你的朋友道歉。行了，梅圆圆，你别在这里演戏，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孩子，妈不是在演戏，妈真的知道错了，可以向你保证，家里人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
样对待你。停，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可别忘了，我已经和你们彻底断绝关系。宁慕云，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找茬，我们是真心实意想来挽回你。以前还有最近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做错了，可你毕竟是我们唯一的亲弟弟，我们只是想你回到宁家，让我们对以前那些错事做出补偿。宁慕云看着情真意切的宁思杰，突然笑了出来。宁思杰这么低声下气可不是你的风格。等我回到宁家之后，你想让我做什么？该死的，这家伙的感觉实在太敏锐了，他怎么这么了解我？慕云，你别多想，我们不需要你做什么，我们只希望你可以不要再对你的亲姐姐下手了。你六姐还在昏迷之中生死未卜，你五姐更是状若疯癫，他们真的知道错了。看来你们不是想要让我回去，而是知道怕。不过让我回去也不是不可以，我有一个条件。孩子，什么条件？很简单，只要你们亲手打了宁继伯，我就答应你。这不可能！宁雨嫣心中怒火翻腾，宁思杰也瞬间阴云密布，梅圆圆更是直接哭了出来。一个是独自在外漂泊了13年的亲子，一个是她从小养到大的养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宁慕云，你不要痴心妄想了，我们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外人去赶了我们从小到大看到大的弟弟。不容易啊，终于把真话说出来了。看来你们让我回家的诚意也不过如此啊。要是我真的回到宁家，恐怕你们说的那些补偿什么也不会有。不是的，只是你和季伯同样都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为了答应你的要求就去赶了季伯呀，他也是你的弟弟呀。不是你的儿子，那个杂碎更不是我的弟弟。告诉你们，你们对那个杂碎下不了手，我下得了。宁继伯必须赶，你们谁也留不住他。我说的。慕云，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只要你放过季伯，放过洛灵他们，回到宁家后，我会用尽一切来补偿你。切，就算你们不来补偿我，我照样可以用自己的手从你们身上夺回来。宁慕云，你算什么东西，还想从我们手上拿回来？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这次不回宁家，那你就永远都不要回来。别以为你拍了一部电影就了不起了，你跟我比起来还差得远呢。宁慕云听了宁雨嫣的话，并没有生气，直接甩了一个鼻窦过去。宁雨嫣，谁允许你在我面前大小声了？既然你们答应不了我的要求，就请离开吧，别逼我派人赶走你们。话音刚落，宁慕云便转身离去。姐妹俩看到梅圆圆伤心欲绝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宁思杰想到未来的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只觉得一口郁气压在心头，久久不能散去。突然这时电话响起，什么？洛灵醒了，他开始说胡话。好的，我们马上回去。另一边，尽管宁慕云的训斥已经过了一夜，沈云嫣还是觉得非常伤心。她没想到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一直在骗她，她也怨恨那个草率离场的自己。云嫣，这怎么回事？沈云嫣哭泣着和孙蓉蓉解释了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不是让你先答应宁慕云的要求吗？你为什么一直拖着不和你家里人断绝关系？那可是我的家人啊，我怎么能和他们断绝关系？云嫣，我都说了，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你哄好宁慕云，让他慢慢原谅你，难道他还能拦着不让你和你的家人再次相认吗？蓉蓉，我错了，我以后绝对听你的话，我已经认清无名挥师的人渣，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他了。云嫣，你这次惹得宁慕云非常生气，我们必须兵行险招。险招？我该怎么办？宁慕云不是说要把沈轩逸送进监狱里去吗？是啊，那又怎么了？我们能不能抢在宁慕云之前把你弟弟送进去？这怎么可以？轩逸可是我亲弟弟啊！怎么不可以？你弟弟是什么样你也清楚，他小时候多乖啊，可后来他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蓉蓉，你是说？没错，他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爸妈一手造成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最主要的是，你抢在宁慕云之前把你弟弟送进去，可以掌握好这个力度。力度？什么力度？宁慕云现在还在生气，你自己送顶多关他几个月就出来了，万一他盛怒之下把沈轩逸送进去10年8年，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宁家几姐妹现在什么下场你也知道。沈云嫣一个机灵，全身的汗毛都炸。蓉蓉，我现在就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一定不会让慕云先出手。沈云嫣说完，不顾一切的跑了出去。孙蓉蓉看着沈云嫣慌张的背影，叹了一口气。云嫣，以后你好自为之吧。婚礼当天，妻子为了追求真爱，跟着黄毛跑了。如今得知他是渣男的真相后，竟然将他弟弟送进大牢，以表决心想与我复合。我当场就是一记飞踢，有多远滚多远。接上集，沈云嫣在闺蜜的建议，选择亲手将亲弟弟送进巡捕房。爸妈，我有事和你们商量。云嫣，你有什么事要商量？是不是宁慕云答应给你钱了？没有，爸妈，我们不能再让轩逸这么发展下去了，必须让他懂事。我们要不把他送进巡捕房去吧？什么？云嫣，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面对父母惊愕的眼神，沈云嫣这次并没有退缩。沈家的危机已经不允许她再犹豫不决。轩逸这些年惹的祸太多了，宁慕云已经盯上他了。如今宁家两姐妹伤得伤风的风，要是让宁慕云出手，轩逸可就惨了。他敢？宁慕云那个小畜生敢害我儿子，他在哪？我要活撕了他！给我闭嘴！云嫣，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宁慕云会突然想把轩逸送进监狱里去？前段时间宁思杰说要收拾宁慕云，还叫我过去，我以为他能让宁慕云跟我复婚，可去了之后，宁思杰竟被宁慕云打倒在地，我阻拦时还被宁慕云骂了一顿。后来偶遇他仍在生气，还说要把轩逸送进监狱，给我一个教训。下一秒，白燕一巴掌抽在了沈云嫣脸上。沈云嫣，要不是你把宁慕云惹火了，他也不至于要把轩逸送进监狱。这件事都是你的错，怪我去求宁慕云，还不是你们逼我去的。如果妈你以前没有挪用公司的公款，那桩生意能失败吗？公司能欠下那么多债务吗？白燕气得双眼通红，再次甩了沈云嫣一个鼻窦。沈云嫣，你还敢翻老娘的旧账，真是反了你了！如果不是你，我儿子能被宁慕云盯上吗？告诉你，就算你被关进看守所，我儿子都不能被关进里面去。你说什么？我难道不是你女儿吗？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说我？沈文
文山看到沈云烟大受打击的样子，连忙把沈母拉到一旁，但接下来他的话再次给了沈云烟沉重一击。你妈妈只是一时气急才说出这些话，你千万不要在意。不过你妈妈说的话有些难听，可那也是实情。这祸是你闯出来的，也必须由你来解决。爸，那以前轩逸惹了那么多祸，为什么都是家里帮他解决？那能一样吗？现在你惹下的祸这么严重，能和那时候相提并论吗？对，沈云烟，你永远都不要想把我送进看守所，不然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姐姐。看着自家人对自己的责怪、厌恶、厌弃的眼神，让本就情绪濒临崩溃的沈云烟彻底破防。为什么你们都要这么对我？既然你们是这么想的，那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没过一会，姚云静脸色古怪跟宁慕云打了电话。宁慕云，你过来一趟，沈云烟把他弟弟抓到巡捕房去了。真的假的？那我得去看看戏。而此时白燕刺耳的尖叫声在巡捕房内不停回响。沈文山站在白燕身边，恼怒地看着沈云烟，脸色无比阴沉。云烟，这种事可容不得你开玩笑，你快去签了谅解书，把你弟弟放出来，要不然我可不会就这么轻易原谅你。无所谓，刚才在家他们娘俩对我拳打脚踢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激动？沈轩逸他这次是关定了。局长同志，我家轩逸是无辜的，都是这个逆女在这里胡说八道。谁说沈轩逸是无辜的？沈云烟循声一望，两行清泪缓缓流下，朝着宁慕云跑了过去。可宁慕云像是避脏东西一样轻巧闪过。沈云烟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在这里动手动脚。慕云，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和沈家断绝关系了，沈轩逸也被我送进去了，我们复婚好不好？宁慕云诧异的看了沈云烟一眼，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做出这些事来，看来这段时间他遭受的打击不小啊。沈云烟，你听说过覆水难收吗？慕云，好你个小畜生，原来是你叫他把轩逸送进巡捕房，看我不打死你！宁慕云寒光一闪，随即重重挥出一拳，白燕吃痛往后一倒，摔在地上，无理取闹的哭嚎道：“打人了，有人打人了！”这位母亲，明明是这位在进行正当防卫，请注意你的行为。此时宁慕云越过姚云静，居高临下的看着沈文山夫妇二人，这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事，不要牵扯到我头上来。要不是你说要云烟和我们断绝关系，我们能和云烟吵起来吗？这一切都怪你。切，沈文山，人无耻到你这种份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宁慕云，你到底想怎么样才肯放过轩逸？这件事你得问沈云烟，看看他愿不愿意。沈云烟看了一眼宁慕云，发现他面无表情，看都没看自己一眼，心里一沉，明白这是宁慕云给自己的考验。刚才他在家里打我这么狠，我是不会签谅解书放他出去的，他必须得进去改造。什么？你怎么能那么残忍？那可是你亲弟弟呀！你们先别急着哭，待会再哭也来得及。宁慕云，你什么意思？捕快同志，我要举报沈轩逸碰了不该碰的东西。什么？不可能！轩逸他那么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不可能，一验血不就知道了。沈家夫妇脸色一白，一时不敢多说什么。没过一会，姚云静脸色阴沉，拿着报告往几人面前一甩。沈文山，你可真是个可怜虫。8年前我刚回到您家那会儿，白燕就挪用了沈氏的公款，那些钱就是为了给你那宝贝儿子平事。而你宝贝儿子之所以惹了事，就是因为他碰了不碰的东西，被人给做局完了。慕云，你说的是真的？沈云烟这就急了。当年沈爷爷身体本来好好的，之所以变成后来那样，就是因为你那蠢妈挪用公款气坏。爷爷，无尽的懊悔充斥在沈云烟的内心，几乎快要把他撕裂。后悔没有看清白燕的真面目，还让他继续在公司里面拿钱，导致现在濒临破产的局面。白燕，我和你拼了！我要为最疼我的爷爷报仇！死丫头，你真是翅膀长硬了！那个老东西死得好，当年处处限制我拿钱，他真是活该！沈云烟疯狂地和白燕扑打在了一起，从巡捕房一直打到门外，母女二人正式决裂。宁慕云，你现在满意了吧？不错，今天可算是给我看了一出好戏。你这个被我女儿甩了的废物，别以为你可以得意，我有钱可以请最好的律师，不出15天，我儿子肯定能出来。呵呵，沈氏集团的贷款快到期了吧？沈云烟的30亿现在还在我名下，现在沈氏就是一个满身债务的空壳子。贷款到期那一天，你拿什么还？拿你这张厚脸皮吗？沈文山后背一寒，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立刻把脸皮扔在一旁，向着宁慕云摇尾起。哎呀，慕云刚才那一鼻窦打舒服了吗？还没解气，可以再来上几个。伯父一时冲动才会说出那些话，你可千万不要介意。沈文山，你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沈云烟有你当他父母，真是3生有幸。想让我救你们，做梦吧！不过沈轩逸他确实会出来陪着你。原本宁慕云可以利用毒虫这事让沈轩逸牢底坐穿，可现在他改主意了。有沈文山和白燕这一对奇葩父母，他现在只想让沈轩逸这个极品陪着这2个奇葩一起堕入深渊。小子，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劝我女儿把那30亿要回来。呵呵，那我祝你成功。沈文山满脸阴沉的去找沈云烟去了。宁慕云看他的背影，眼神里没有一丝感情。仇报仇来，冤报冤，前世仇人太多，宁慕云不会停下复仇的脚步。而此时宁家病房内，宁若琳突然开口道：“马姨，我找不到小云了，我该怎么办？”前世只因我在沈家多吃了一口饭，岳母直接将我如同垃圾一般赶出家门。如今重生归来，他跪着求我放过他们。街上及沈家母女在巡捕房决裂后，沈父便四处寻找沈云烟。沈氏集团的债务即将到期，40亿的贷款现在沈家根本承担不起。白燕，云烟他人呢？给那个小贱人跑了，还说那30亿已经送给宁慕云，并且再也不会管我们沈氏。下一秒，一个鼻窦朝着白烟扇了过来。都怪你这败家娘们，要不是你瞒着我挪用公款，我们沈家就不可能会有现在这事发生。老沈，那现在该怎么办？儿子那边要是真被捕快关进戒毒所，咱们沈家名声可就完了。而
而且公司债务也快到期了。哟，看样子沈云烟这回是铁了心要跟你们沈家脱离关系了。宁慕云，你还敢出来？这一切都是你这死废物害的！刚才在巡捕房有人护着你，现在看老娘不好好收拾你一顿！傻缺，在里面是保护你而不是保护我。小畜生，我跟你拼了！面对白烟的攻击，宁慕云上去就是一脚，紧随其后的就是大老女人，我早就想打你了。当年跟你女儿订婚的时候，你真把小爷当你家仆人了，还要我一天24小时全天待命伺候你们一家。死废物，谁叫你缠我们家云烟？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呵呵，如果不是爷爷的遗愿让我跟沈云烟在一起，你觉得我会追求她吗？告诉我，我看到你这满脸鱼尾纹的样子就直犯恶心。小畜生，给我住嘴！我要嘎了你！来呀，今天就看看谁嘎！宁慕云想到前世在沈家当牛做马，最后还被陷害致死的经历，滔天的戾气在此彻底爆发，数不清的拳头如同雨点落下，白烟顿时口吐一惊，彩虹晕了过去。沈文山，小爷现在气还没有消，你说怎么办？你要干什么？你可别过来，这里是巡捕局门口，信不信我喊人了？此时沈文山快吓傻了，没有任何犹豫，狂按口袋中的报警器。宁慕云看着他疯狂颤动的手，沉默片刻，勃然大怒。可喵在干什么？给噎死！随即冲上去，邦邦就是几拳砸的沈文山晕头转向。宁慕云，我已经通知了保镖过来，你现在离开我可以既往不咎，不然别怪我不给宁家面子。我呸！我宁慕云一生行事何须依靠他人，更何况区区一个宁家？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厉害！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给我嘎了这废物！遵命，老板。宁慕云，你这个小赤佬，今天就给我好好交代在这里。老邓，你的底气就是这几只臭鱼烂虾吗？小子，你说什么呢？识相点，赶紧离开我们老板，不然后果自负。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什么后果。希望待会你拳头有你嘴巴这么。话音刚落，宁慕云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下一秒如同猛虎冲入羊群，不到片刻功夫，几名保镖顿时人仰马翻。沈文山，你还有什么能耐，尽管使出来，不然接下来你可就要遭老罪了。宁慕云，你冷静点，别这样。老家伙，刚才在巡捕房我给姚云静面子没有动过，没想到你们一点记性也没有，还敢主动挑衅我。宁慕云，你别逼我，不然我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地。然而下一秒，沈文山直接跪了下来。慕云，求你大人有大量，放了我们一马吧。呵呵，你特喵的当小爷是弼马温，天天放马呀！当年我还在您家的时候，你跟那个老女人是怎么对我？这不都过去了？你现在不也是好好的吗？过去了？谁说的？告诉你，当年那个宁慕云从地狱里爬回来，这一世我要你们一一付出代价。你想干嘛？赶人可是犯法的。再说当年不就是让你睡狗窝吗？这也罪不至死吧？别怕，我不会打了你们，这只会太便宜你们。知道您家老五老六吗？一个疯了，一个残了，而且都是意外发生。别急，马上就轮到你们沈家了。不，你不能这样做，伯父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沈家，放过我们。那30亿我们不要了。你们这群杂碎不是知道错，而是大难临头知道怕了。接下来趁早给自己挑一个风水宝地，我怕你们来不及。沈文山看着宁慕云离开的背影，阴沉的眼神闪过一丝厉色。老沈，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宁慕云这人最近有点邪门。慌什么？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你明天按照我说的来，不仅可以从他手里要回30亿，还能把轩逸从里面救出来。此时白燕听完沈文山计划后，顿时眼中绽放出亮光。好，老娘这副脸皮这回就不要了。他要是不答应咱们的要求，他那朋友局长的位置也算到头了。次日一早，宁慕云刚醒就收到姚云静的电话。宁慕云，快来一趟巡捕房，沈轩逸那妈在天台用跳楼逼着我们不让把他儿子送进戒毒所去，还说这一切都是你陷害的，并且还请了一大批记者过来。什么？我马上过来。前世将我赶去跟旺财睡一起的岳母，如今重生归来，我直接请离他空中9次连击。接上集沈家夫妇想以跳楼威胁宁慕云拿出30亿并放出他儿子，我反手联系酒店准备开席。我儿子他明明没有毒瘾，都是你们伪造的证明。你们要是不放了我儿子，我现在就跳下去。这位女士，这份检测报告是拥有法律效力的，按照规定我们必须把他送去戒毒所去强制戒毒。况且戒毒成功之后，你儿子他还是可以重新做人啊。放屁！明明你们局长是宁慕云的朋友，故意伪造陷害我儿子的。此时沈文山看着满脸疯狂的白燕跟一众记者，嘴角露出一抹得意。宁慕云有这么多记者在，我就不信你不顾及舆论不答应我的要求，除非你不在意你那朋友局长的位置。局长，你终于来了。这个女士一直说你故意污蔑她儿子，这事上头都知道了。慌什么？这位女士，你做这些事情是在威胁我们捕快吗？明明是你滥用权力污蔑我儿子，现在赶紧给我放人，不然我就跳下去给你看看。这位女士，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再不停止我们就会以妨碍公务逮捕你。我不怕，为了我儿子，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被你们逮捕？赶快放了我儿子！面对白燕这种无赖，姚云静也觉得有些棘手。一旁的宁慕云阴沉着脸走向前去。姚云静，让我来。小心点，不要闹出事来。此时沈家夫妇看到上前的宁慕云，两人顿时眼睛一亮。宁慕云，你个小畜生，快让他们放了我儿子，否则我就死在这里。是啊，宁慕云，你最好把那30亿还给我们。要是我老婆因此跳下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沈文山，你还挺会趁火打劫的嘛。实话告诉你，
那30亿我一分都不会给你。宁慕云，难道你就不怕我跳下去吗？告诉你，赶紧答应我们的要求，否则你那朋友局长的位置也算到头了。呵呵，那你快点跳呀，我还等着开席呢。宁慕云，你瞎说什么？万一他跳了，你可是要负责任的。姚云静，你太看得起他了，他这种贪生怕死的东西怎么舍得去死？前世宁慕云和沈家人一起生活了6年，非常清楚这些人是些什么德行，平日里擦破一块油皮都要大声呼嚎，他这种人怎么可能舍得打呢？宁慕云，我老婆跳了之后，你也会惹上麻烦的，你还是快点把那30亿还给我们，再让捕快把沈轩逸放出来。只要你们做到这2点，他绝对不会跳的，否则你绝对会惹上麻烦。无所谓。什么？你说什么？沈文山，你不用跟白燕和我演双簧，他要是打了，我就拿那30亿请最好的律师给我辩护，等他火化之后，我就把他残渣扔进公共厕所里面，我要让他打了以后也要遗臭万年。白燕一想到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宁慕云，你不要太过分了，别以为你威胁2句我就不敢了，我现在就跳给你看。那你快点呀，我已经等不及要把你的残渣扔进厕所里，你快点啊，听到没？白燕不知为何看到宁慕云如此狰狞的面容，突然感觉非常恐惧。你不要过来，听到没？不要过来！实话告诉你，就算你不跳，我将来也要把你送走。现在跳可真是省了我的事。宁慕云，你不要冲动。宁慕云就像没有听到姚云静的话，依旧不紧不慢地逼近白燕。此时的宁慕云在白燕眼里像一只厉鬼一样，浑身都在恐惧的颤抖。你不要过来，快走开！白燕，你快去跳呀，去呀，去呀！白燕再也不敢直视宁慕云的眼睛，一股的液体从身下缓缓流淌出来，整个人被吓晕了过去。姚云静连忙把宁慕云拉到身后。小李，他寻衅滋事，妨碍执行公务，把他带下去。是局长。白燕离开后很快恢复了寂静，除了地下那一滩水渍，就好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宁慕云，你刚才怎么了？你难道不知道刚才那样很容易出事的吗？姚云静，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绝对舍不得死的，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宁慕云，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这位先生，你的妻子刚刚大闹巡捕房，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我们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走吧，跟我们进去做笔录。沈文山一时雨夜也无可奈何，只好先跟着去做笔录去。白燕最终还是为他的鲁莽付出了代价，处以25天的拘留。至于沈轩逸，他将一直待在戒毒所，直到戒断的那一天。另一边，沈云烟在离开巡捕房后找上了闺蜜孙蓉蓉。蓉蓉，我费尽心机苦苦煎熬8年都没有解除的婚约，却让吴明辉那个人渣给我解除了，我好后悔以前那么对待慕云啊！沈云烟凄厉的哭声听得孙蓉蓉无奈的叹了口气。正当孙蓉蓉想要扯开话题时，远处出现的人影让她猛地瞪大了眼睛。云烟，吴明辉回来了。什么？我要赶了他，他毁了我的人生，他毁了我的一切。云烟，你冷静一点，你不是想挽回宁慕云吗？你大可与他在宁慕云面前当堂对质，证明你之前都是被他欺骗。即使宁慕云还是不原谅你，他也会因此消掉不少气。只要这么维持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你打动，这都比你直接赶了吴明辉那个人渣来的强。好，蓉蓉，我们现在就去找吴明辉算账，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街上，吉宁慕云处理完沈家夫妇转身离开时，刚过一个路口便与人撞在一起。特喵的，谁走路不长眼睛，疼死小爷了！宁慕云，是你！吴明辉，好狗不挡路，原来是你这个杂碎！是你这个废物呀！怎么今天你这舔狗不去粘着沈云烟了？差点忘了跟你道个歉。你的女神为了送我出国，竟然在你们婚礼跑了。草原哥，对不起。宁慕云看着一脸得意的吴明辉，嘴角露出一抹瘆人的笑容。杂碎就是杂碎，前几天我在电话里说过，你回国我要好好的玩嘎你。看来你的记性挺差的，今天我给你长长记性。宁慕云，你装什么蒜？是不是动漫看多了，以为自己黑化强10倍？你要不敢动手，你就是个废物。如你所愿。宁慕云随即冲上前一脚踹出，吴明辉捂着肚子，脸色苍白痛苦的跪在了地上。这熟悉的一幕让他仿佛回到了那年夏夜，不同于今日，那时的沈云烟在不久之后赶来，并且把宁慕云骂了一顿。宁慕云，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告诉沈云烟？啪的一声，宁慕云用实际行动堵住了吴明辉的嘴，看着他猝不及防的错愕与愤怒，只觉得前世与今生压在心中的郁气消散了一丢丢，可这还远远不够。吴明辉，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你说话的声音真的很难听吗？宁慕云，我会一直记得你今天带给我的耻辱，我一定会跟你算账。是吗？可是那些年你带给我的屈辱，我也一样记得。这账我今天先找你收个利息。随即又是一脚踹出，吴明辉无力的倒在了地上。宁慕云啊！怒火冲天的吴明辉刚想起身反抗，可刚想起身手就被宁慕云踩到了脚下。吴明辉，你现在怎么像个旺财？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特别舒服啊？宁慕云，你该死！你最好现在把我放开，再对我赔礼道歉，否则我一定会告诉沈云烟，让他好好收拾你。吴明辉，你不会以为我还会在意沈云烟那个蠢货吧？宁慕云，你再怎么嘴硬都没用。你结婚那天我给你送的大礼怎么样？被沈云烟当众逃婚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爽啊？宁慕云敛去笑容，眼中瞬间阴云密布，下一秒猛地抬起腿，狠狠的就是一脚，随即拳头如同雨点般落。吴明辉，看来你真的很想干。而这时从小店赶来的沈云烟听到吴明辉那挑衅的话，愣在原地，脸色苍白无比。此时宁慕云看着突然出现的沈云烟，眼神寒冷如冰，吓得沈云烟站在原地根本无法言语。随即宁慕云强压
压心中的怒，他想看一出好戏。怎么恼羞成怒了？告诉你，只要能让你感受到屈辱，我就感觉开心到极点。更让我觉得爽快的是，我只是随口说了2句，沈云烟那个蠢女人就相信了。你宁慕云的妻子就这样被我随便2句话就骗得当场逃了婚，我简直快笑死了。站在身后的沈云烟在听到吴明辉这2句话时，眼中瞬间充满狰狞的血丝。沈云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要置一个人于死地，她刚想动手，宁慕云冰冷的眼神就瞥了过来。云烟，你先不要说话，宁慕云他可能是准备套话，你就不想知道吴明辉是怎么看你的吗？宁慕云看沈云烟没动静之后，又低头看着吴明辉，冷声说道：“这么说来，以前的很多事情都是你做的吧？”你猜啊，你看我猜中之后会不会告诉你？宁慕云瞥了沈云烟一眼，玩味的问道：“我记得高一那年，沈云烟的一本字典被人撕烂了，塞到了我的桌子里，她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了我一笔斗，这是我塞的，那天真是笑死我了，我就是想看他亲手打你，结果他真的打了。”伴随着吴明辉灿烂的笑声，沈云烟脸色一白，眼神畏惧的看着宁慕云，可宁慕云没有理会，只是继续盯着吴明辉。那我高考志愿被人偷改，是不是你干的？就是我干的，你的密码就是我从沈云烟那里得来的，可惜最终还是让你察觉过来了，不然我一想到你这个清北的分数，最后上了一个大专，我就异常兴奋。宁慕云，你还记不记得你在高考聚会的时候喝的不省人事，差点被车撞死？我告诉你吧，你喝的那些酒里有沈云烟下的药，那药就是我给他的。沈云烟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她现在恨不得和吴明辉同归于尽，可刚走2步，宁慕云凌厉的眼神甩过来，又让沈云烟呆立在原地不敢动弹。吴明辉，我有时候也很好奇，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宁慕云自问没有得罪过你，因为你挡了我的路。我从小就知道沈家比我们吴家要有钱的多，只要我娶了沈云烟，等沈家的资产落在他身上以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变成我们吴家的钱。本来计划的好好的，可你的突然回到宁家，把我的布置全都毁了。吴明辉，你可真是天真了。沈家除了沈云烟之外，还有沈轩逸，你怎么就能确定沈家一定会把财产留给沈云烟？沈轩逸那个废物根本就是个草包，只要给他安排一场意外，沈家就只剩下了沈云烟，到时候财产不都是沈云烟的？沈云烟浑身一颤，既是惊恐又是愤怒的看着吴明辉，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经无话不谈的青梅竹马实际上会这么恶毒。你还考虑的挺周到的吗？吴明辉，你跟我说这些，就不怕我之后告诉沈云烟？你告去啊！就算他对我起了怀疑，只要我再随口解释2句，那个蠢女人就又会相信我，是吗？你看看你后面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吴明辉往后一看，只见脸色阴沉的沈云烟站在身后，浑身充满杀气。想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的吴明辉脸色一白，浑身一颤。婚礼现场拐走我未婚妻沈云烟的吴明辉，如今在我面前大肆嘲讽我为草原哥，这我能忍？当场我就赏了他99个大笔。正当我准备将他变成爆丸小子时，沈云烟突然从一旁走了出来，随即我计上心头有什么比狗咬狗更解气的。接上集在我设计下，吴明辉说出贪图沈家的财产才与他处好关系，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沈云烟所听到。云烟，你怎么在这里？吴明辉，我要嘎了你！沈云烟那猩红的眼神吓了吴明辉一跳，这么可怕的沈云烟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发自本能的想要远离这样疯狂的沈云烟，可随即被一旁的宁慕云踹到跪在地上。没想到吧，你嘴里那个只相信你的沈云烟一直站在你的身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宁慕云，你这死废物竟敢暗算我！杂碎，跟我说话注意点态度。对了，在你被我打趴下那会儿他就来了，如果你想继续胡说八道，记得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该死的，他这下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要是沈云烟跟我翻了脸，那吴家这辈子也别想继续发展壮大了。云烟，我闭嘴！就因为你这个卑鄙小人那些龌龊心思，害得我差点送慕云坐了牢。因为你，我的婚礼毁了，慕云现在不要我了，我的家也毁了。云烟，你听我说啊！我不想听。从今日起，我沈云烟与你吴明辉不共戴天，我一定要让你家破人亡。看着沈云烟对吴明辉现在这副恨之入骨的样子，宁慕云只觉得十分舒畅。前世今生自己对沈云烟付出了那么多，可又换来了什么？一旁吴明辉看着宁慕云那一脸悠闲的目光，决定彻底抛弃了伪装。沈云烟，你以为你以前对宁慕云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吗？你说什么？我以前对慕云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你挑唆的，我根本没想对慕云做出那些事情。呵呵，你能被我挑唆，只能算是你蠢。也就是宁慕云那个傻子，他抱着那婚约当成一回事了。我就是抓住这一点，让你欺负他、侮辱他。可笑的是，你这个蠢女人还真的上钩了。吴明辉，你继续说呀，别停呀，我这瓜子都还没嗑完。话说你们2个人狗咬狗的样子可真搞笑。宁慕云，你以为沈云烟故意欺负你是我一手造成的吗？他沈云烟才是第一推手。你知道他在背地里是怎么看你的吗？那他怎么看我的？不要说，快给我闭嘴！沈云烟神色慌张地冲上前来，那些话都是他以前和吴明辉闲聊的时候对于宁慕云的一些小看。当时2人的谈话里大多夹杂了一些玩笑的意味，可现在的宁慕云已经变了一个人，他不敢相信宁慕云听到那些话之后会怎么对待自己。吴明辉看到沈云烟那副害怕的样子，只觉得倍感舒适。宁慕云，他和你第一次见面定下婚约之后，他找我哭诉了一次，他跟我说你是孤儿院长大的，看起来就像个傻呆子，整个人都让他感觉不舒服。不是的，慕云，我和他说的那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哈哈哈，宁慕云，他说过的话可不止这些。沈云烟，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婚礼那天你在电话里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沈云烟说他宁愿代孕也不想和你。不要再说了，我让你不要再说了，你听不懂吗？下一秒沈云烟冲过来就是一脚踹在吴明辉脸上，随即倒飞出去趴在地上不停哀嚎。慕云，这一切都不是他说的那样，我虽然说过那些话，可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我确实对这门亲事不满意，可那并不代表我讨厌你，我只是讨厌爷爷那么草率的为我定下了婚约。在我们定下婚约之后的相处中，我已经渐渐喜欢上了你，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感情，才一直那样对待你。哈哈哈哈，
沈云烟，你这个贱人也有今天啊！看到你这么惨，我就放心了。闭嘴，小爷都没说话，你插什么嘴？下一秒，吴明辉如同垃圾一般被踢到一边。沈云烟见状，以为宁慕云往好的方面转变，走上前想牵住他的手，然而一个鼻窦扇了过来。慕云，这为什么？沈云烟，别以为你刚才说的那些我会因此感动。告诉你，我可不是之前的舔狗，在你打完骂完以后，随手扔一个骨头，我便舔着个脸回来。不是的，慕云，你听我说，你之前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得，只是吴明辉在一旁一直挑拨，所以我才……所以脑子不好，趁早去医院检查。沈云烟，现在给你3秒钟离开我的视线。现在你没有利用价值，别在这里碍我的事。宁慕云的话如同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让本就无比后悔的沈云烟再也承受不住打击，晕了过去。云烟，宁慕云，云烟她晕倒了。孙蓉蓉，那你就把她送去医院吧，正好给她检查下脑。宁慕云，你……孙蓉蓉很想怒斥几声，可一想到吴明辉刚才说出来那些话，只以为宁慕云还在对那些话生气，也不好再说什么。两女走后，宁慕云看着一旁的吴明辉，眼中寒光一闪。不管吴明辉再怎么推卸责任，都掩饰不了他才是罪魁祸首的真相。想起过去遭遇的那些屈辱，跟前世临死前的不甘，宁慕云周身再次杀气四溢。宁慕云，你想干什么？你敢动手，我就报官了！报官？看是你报官来得快，还是我动手来得快？话音刚落，宁慕云对准吴明辉肚子上一处穴道踢了过去。你对我做了什么？一个可以帮你解除当男人困扰的小手段。放心吧，属于你的下场还没这么简单，给你准备的礼物还没到。说完也不顾还在哀嚎的吴明辉，径直朝远处走去。男人在 KTV 里面灯红酒绿，妻女却在楼下伤痕累累抱头痛哭。此时宁慕云刚处理完，吴明辉朝小区走去，循声靠近一看，随即大吃一惊。韩老师，你怎么在这？小宁，你回来了。女人是宁慕云大学时的老师，也是为数不多真心对待过他的人之一。此时宁慕云略一思量，眼中闪过一丝煞气。韩老师，是不是刘鹏飞那个王八蛋在欺负你？小宁，你怎么知道的？他在外面欠下了赌债，回来之后就让我拿钱，可我哪有钱呢？随后他就找到学校去找我要钱，把我的工作都给弄丢了，他还把我和女儿都给赶了出来，说拿不到钱就不准回去。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韩老师别哭了，我在这里正好租了一个房子，你跟西西两个先在这里住下，那个人渣就交给我了。安置好两人后，宁慕云转身给姚云静打去了电话。对于刘鹏飞这个人渣，宁慕云不想再玩猫捉老鼠那一套，他要用唯物换取，只是让他彻底消失。是姚云静吗？一个人抢劫侵犯他人，赌博，能不能判他极刑？宁慕云，又有谁惹着你了？你要置他于死地。你别管是谁，我只想知道一个人犯下这些罪行能不能被判极刑。可以呀，只要这个人情节严重就可以判处极刑，侵犯他人那就更不用说了。严国法律对这些罪行一直从严从重的。那就好，那你现在能不能出来帮我抓捕罪犯？深夜魔都一家酒吧，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在五光十色的包间中肆意传扬。老板，你可以唱一首歌吗？都快把人家摸秃噜皮了。这都是小事，爷现在有钱，待会给你去买几双巴黎世家，咱们集齐7种颜色。此时宁慕云走进包房，看到这一幕，心中怒火翻涌，抄起一旁的一只酒瓶就冲了上去。宁慕云，你疯了！刘鹏飞，你个人渣，自己废物还敢打韩老师，我今天就好好收拾你一顿。刘鹏飞沉浸在痛楚之中，意识尚未完全清醒，然而他的身躯却被一股大力粗暴地提了起来。下一秒，99个大笔都裹挟着愤怒和力量，狠狠地朝着他扇了过去。那清脆的巴掌声仿佛在空气中奏响了一曲暴虐的乐章。宁慕云，快给我住手！我打我老婆关你什么事？我打他我乐意。好啊，既然你乐意就能打人，那今天我也乐意乐意。说罢，宁慕云眼神一凛，猛地一记飞腿踹出，那力道如炮弹一般，狠狠击中对方，随后将其压制双手，就你左右攻，每一下都在试图进到气着。刘鹏飞，舒不舒服？老爷问你呢，给我说话呀！宁慕云，你什么你？看来你酒还没有醒，我来帮你一下。下一秒，宁慕云一个乌鸦坐飞机，猛地朝下一踩，刘鹏飞顿时如同一个喷泉，将刚才的酒都喷了出来。现在酒醒了吧？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宁慕云，我打我老婆关你什么事？你只是他一个学生而已，在这里出什么头？回答错误，这不是我要问的问题。宁慕云面带微笑，顺势又给刘鹏飞。刘鹏飞想要起身反击，却被宁慕云死死按在地上，根本无法挣脱。你到底想怎么样？怎么样？刘鹏飞，我想让你去打呀！宁慕云看着刘鹏飞的眼神渐渐迸发出杀气，刹那间刘鹏飞心中被恐惧填满。眼前之人的能力他可是再清楚不过，他大佬宋展豪家里面有几亿资产，还不是被眼前的青年关进监狱判了死刑。就在同时，刘鹏飞也有些委屈，韩云轩那是自己的老婆呀，自己还没有权利打她吗？两相结合下，刘鹏飞看向宁慕云的眼神又不满又害怕。宁慕云，我以后不打老婆了，我以后再也不打她了，你也别再打我了。你这种人渣狗改不了吃屎，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宁慕云，那你想怎么样？韩云轩那可是我老婆，再怎么说这是我们的家事，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你老婆若不是你偷偷给韩老师下药，还有韩老师那一对糊涂父母，就凭你这种人渣怎么可能娶韩老师为妻？此时刘鹏飞见宁慕云怎么也不松口，索性破罐子破摔。这说明我有本事，还有谁让他没脑子的？你要是不服气，那你也下呀！靠，这个人渣简直不是人，这种话都说得出口。随即宁慕云抄起一旁桌上的几瓶酒，朝着刘鹏飞嘴里疯狂塞去。杂碎，你不是很喜欢喝酒吗？今天小爷就让你喝个够。此时刘鹏
鹏飞火气也上来了，一时之间让他忘记对宁慕云的恐惧。宁慕云，老子今天就是一句话，有本事你把我嘎了。好啊，那我如你所愿。宁慕云，够了！门外的姚云静连忙冲进来拦住宁慕云接下来的动作。你教训教训他就够了，接下来把他带走就是，不要为了这种人渣脏了你的手，等待他的应该是法律的制裁。姚云静坚定的眼神让宁慕云停下了手。宁慕云眼神阴翳的看着刘鹏飞，寒声说道：“刘鹏飞，我不会打了你，可我也不会让你好。”说罢，宁慕云对准刘鹏飞身上的几处穴道点了几下，一股沁入骨髓的酸疼让刘鹏飞无法忍耐。宁慕云，你对我做了什么？别怕，以后你就慢慢知道。就刘鹏飞之前做出的那些事情，宁慕云相信他可以判处极刑，但是在执行之前，他将会尝到和吴明辉一样，甚至比吴明辉身上更加惨烈的痛楚。姚云静看着宁慕云走出酒吧门口的背影，无奈的叹了口气。这家伙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大学时对我关怀有加的老师，如今却在楼下被丈夫打得伤痕累累，抱着女儿痛哭流涕。然而转身渣男就在酒吧里灯红酒绿，夜夜笙歌。此时宁慕云得知此事，顿时怒火中烧，抄起酒瓶就是一记爆头，紧接着就是一脚飞踢。随即压着他左右开弓，每一击都蕴含着千钧之力。接上集刘鹏飞被宁慕云送进巡捕房，此时他正在侦讯室里口吐芬芳。宁慕云，我和我老婆之间不过是家庭纠纷而已，你刚才打我才是犯了法，你才应该坐在这里。刘鹏飞，你说我打你，你有证据吗？你有人证吗？你身上能找到半点伤痕吗？我这个……面对宁慕云的灵魂三问，刘鹏飞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毕竟宁慕云刚才的出手可是有专门的手法。行，算你没有打我，可我犯什么罪了？你们又凭什么逮捕我？我要你们马上把我释放。犯什么罪？你特喵还有脸说你给韩老师下药，这就是你犯的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呀，或者你让韩云轩来和我当面对质。刘鹏飞说完之后便无赖的坐在那里，就韩云轩那个性子，他才没有办法把自己迷女干的事情告诉别人，就算是他说了，他那个爹妈也不会承认。刘鹏飞，你可真是个人渣呀！你以为我真的没有证据吗？我只是不想继续伤害韩老师，我也不会让他来和你这个人渣当面对质。你就没那个能力，你根本没证据证明我犯了侵犯他人罪。正当刘鹏飞继续得意洋洋的时候，下一秒宁慕云一句话让他坠入了深渊。不过我有证据可以证明你犯了抢劫伤人罪。什么抢劫？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信不信我告你诽谤？是吗？7年前清明节东陵墓园一名女子被人打劫抢走了身上财物。4年前8月1号森林公园一中年人在野营时遭到抢劫，两人皆身中数刀，至今昏迷未醒。刘鹏飞双手一抖，整个人打了个寒战，不可思议地盯着宁慕云，心中的恐惧让刘鹏飞怯懦不敢言。先别急着晕，去年元旦 KT 酒吧女厕所内，一女子被抢，整个人还挨了8刀，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还要我接着说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问我干啥？不知道。这3件案子虽然时间地点不同，可他们身上的刀口都是一样，受伤了他们的凶器是什么？我不清楚，别问我，我是良好市民。是匕首，一把从国外定制的匕首，全国就此一把。你觉得那把匕首在哪？我怎么知道？都说了别问我，你听不懂吗？还在这里装傻？那把匕首就在你家里马桶的水箱里，上面还有你的指纹，估计巡捕房的人已经拿到手。刘鹏飞整个人好像被雷击一般，腿软在地，整个人就像被人抽去筋一样。他怎么都不可能想到这是上一世宁慕云看新闻所得知的事情。此时被宁慕云戳穿了一切的刘鹏飞干脆破罐子破摔。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韩云轩那个贱人告诉你的？不对，这些事我连他都没有告诉我。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世间万物从来没有能彻底掩埋的事情。刘鹏飞，你完了！你想干什么？不是我想干什么，而是法律想干什么。姚局长，像他这种会判多久？他这种属于情节严重，已经涉及到3条人命，情节严重将会判处无期或者极刑。刘鹏飞，你觉得按你做的那些事情，你会被判无期还是极刑？我告诉你是极刑。不要，我不要。宁慕云，我求你了，求你放过我一马，以后我再也不打他了。呵呵，告诉你，下辈子好好做个人吧。刘鹏飞身子一软，彻底瘫在了椅子上。宁慕云看着刘鹏飞，没有丝毫同情。今生宁慕云根本就不会从韩云轩这里下手，他要以抢劫打人的罪名彻底定死刘鹏飞。另一边，宁家病房内陷入昏迷的宁若琳口中一直念叨着：慕云不见了马姨，我该怎么办？当年慕云在游乐场丢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洛琳一直念叨着马姨这个人？妈，我记起来了，以前家里雇过一个保姆，那个保姆就姓马，叫马延芳，而且就在宁慕云走丢3年之后，他才从我们家辞的职。就是那个保姆，一定是他拐走了我的儿子，我要亲手嘎了他。妈，你冷静一点。我怎么冷静？他害得我儿子和我骨肉分离整整13年，如果不是他，我儿子和女儿现在根本不用这样骨肉相残。妈，你放心，我现在就派人找他，我绝对会让你第一时间见到这个女人。然而一旁的宁仓木突然的发生让宁思杰他们眼神一锁。不行，宁慕云当年走丢的事情很是蹊跷，是不是那个女人还说不定。你这么大张旗鼓的找她，要是找到了，她并没有做过那些事情，这不是让别人看我们家笑话吗？要只是因为怕别人看笑话，就不敢找寻当年害宁慕云走丢的那个人，那我们宁家才是笑话。思姐，可那个保姆离开了那么多年，而且这魔都人海茫茫的，别说是大海捞针，事关我们家人的事情，就是水中捞月，我也要把月亮给捞起来。宁慕云这些日子是有些过分，可这并不代表他就应该被人拐走，他始终流着我们宁家的血，我绝不能容忍这种戕害我们家人的事情发生。只要这个女人有一丁点嫌疑，我都要把她找到。
四姐，你要是想找爸，也不拦你，我现在去公司为你安排好人手。看着宁苍木缓缓离去的背影，宁思杰的眼神逐渐凝结成冰，悄悄地找到一旁宁严君身边，小声地说道：“严君，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办，我要你派人偷偷盯着爸，我要知道爸私下里的一举一动，这事也别让妈知道了。”前世吴姐宁雨嫣一句胃疼，我便每日5点起来为她精心制作药膳，可到头来敌不过贾少爷一桶泡面，更是在我被贾少爷陷害致死后，在我墓前拍手叫好，重生归来，我一脚让他踹出国内头部娱乐公司，毁掉他最为在意的明星身份。接上集宁思杰嘱托好宁严君后，几人便走出病房，而此时门外的宁雨嫣望着病床上的妹妹，眼中怒火似要喷薄而出，下一秒想到与夏邑传媒接下来的合作，嘴角又浮现出一抹阴狠的笑意。宁慕云，你这死废物！还有那该死的云柔文化，竟敢封杀本小姐，抢走我的电影女主角的位置！今晚过后，我要你们两个通通完蛋！时间转眼来到晚上，宁雨嫣与夏邑传媒等人已经开始坐在桌子上交杯换盏，让我们庆祝宁雨嫣小姐的新戏开拍，未来必定能将云柔文化踩在脚下。我们大家干一杯！干杯！谢谢王总。杯中香槟下肚，宁雨嫣突然觉得全身上下涌起一股暖流，莫名其妙产生的热量让她感觉整个人热的就像被放进烤箱一样。此时一旁王总与导演相视一笑：“宁小姐，我们再喝一杯吧。”不用了，我现在要去洗手间，一会儿回来再说。没问题，让杨洋带你去。宁雨嫣就这样晕晕沉沉的跟着小明星出了包厢。两人离开后，王总和导演立马撕下来面具。王总，你怎么让杨洋把宁雨嫣给扶出去了？你也不怕煮熟的鸭子飞了？怎么可能？那玩意儿的效果你还不知道吗？宁雨嫣估计刚到厕所就歇菜了，还想利用咱们对付柔云文化，殊不知他自个都自身难保。而此时大厅内，宁慕云与祝云柔刚好过来准备与剧组聚餐，两方意外的碰到了一起。宁慕云，你这该死的废物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还有你祝云柔，我也不会放过你的。宁雨嫣，可喵给我再说一句试试！宁慕云，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把我赶出柔云文化，我就不能拍戏了。现在有夏邑传媒几家公司联合起来一起狙击你们，你们趁早给我跪下道歉，说不定我还可以放你们一马。宁雨嫣，那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几个臭鱼烂虾联合起来，可以整出什么幺蛾子来。祝云柔你……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大笔哥就扇了过来。什么你？那8个亿准备好了没？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雨嫣，你怎么了？他是谁呀？竟然敢这样打你？他就是把我从一线明星咖位害成这副模样的人，我的好亲弟弟。什么？要是让他亲弟弟察觉到宁雨嫣被人下了药，那可就糟了。有办法了，既然他是宁雨嫣的亲弟弟，那我作为宁雨嫣的朋友，替他出口气不过分吧？只要把这小子骂一顿，他自然就灰溜溜的跑了。到时候宁雨嫣的事情就不会露馅了。那个宁慕云，你怎么能和一个看起来就不检点的女人在这拉拉扯扯，还对你姐姐这样子？你知错吗？可喵谁呀？再给我说一遍！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家教？不知道人家是个女生吗？我就是个畜生，也不配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下一秒，响亮的鼻窦声在走廊中响起，小明星瞬间抽得摔倒在地。杨洋，你没事吧？雨嫣，我脸好痛啊！你这个弟弟他欺负我，你快去收拾他呀！宁慕云，宁雨嫣体内的药效在渐渐发作，让本该使她晕倒的药效在怒火的作用下变成了另一种作用。下一秒，她的情绪失控。祝云柔，宁慕云，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对付我，让我没戏拍，让我欠下8亿的天价赔偿金。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可能让你们好过。我要嘎了你们！宁雨嫣，你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下一秒，宁慕云眼中寒光一闪，一脚踹的宁雨嫣倒飞回去，撞在走廊墙壁上才停了下来。小明星看到宁慕云这么厉害，连忙给王总打了一个电话。宁慕云，我要嘎了你！来呀，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挨上几拳。下一秒，宁雨嫣脸上重重挨了一拳，可就算受到如此重击，宁雨嫣还是非常癫狂，想要再次起来攻击宁慕云。死废物，你没吃饭吗？就这点力气！告诉你，本小姐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没有柔云文化，我照样可以拍电影当明星。到时候我要你跟柔云文化一起完蛋！宁雨嫣，你在狗叫什么？给我老老实实跪着！宁慕云愤怒踹了宁雨嫣一脚，可宁雨嫣被踹了之后，像是根本没有受到影响一样，依然在地上疯狂挣扎。宁慕云眉头一紧，感觉到他现在的不同寻常。明明之前在医院的时候一巴掌就把他干倒，怎么今天挨了这么多打，还是这么生龙活虎的？难道他吃了什么？喂，你们到底为了宁雨嫣什么样？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一看小明星这个表现，宁慕云就知道自己猜对了。而这时2名中年男人正在从包厢赶了过来。你在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赶紧给我放开宁小姐！导演还想过来推推搡搡，宁慕云眼中立芒一闪，直接一脚把这个导演踹飞了回去。你什么档次就敢跟我这样的说话？以后出门带点脑。你是什么人？太无法无天了，我们一定要报官处理。不用你报，我自然会报。宁雨嫣现在像是疯了一样，根本不正常。我要报官，看看你们是不是在剧中弄什么违禁品。3人顿时气一慌，背后的汗毛都立了起来。王总现在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瓜子，为什么要鬼迷心窍的打宁雨嫣这个瘟神的主意？宁慕云，这怎么回事？随即宁慕云便将刚才的所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姚云静，宁雨嫣她现在被我制服之后，还在地上胡乱挣扎，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像疯了一样。你带着宁雨嫣和这些人去警局调查吧。知道了，我马上带他们回去。凭什么？你谁呀？你有这个权利吗？我是巡捕房局长，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带你们回去？看着姚云静等人离开的背影，宁慕云阴沉着脸掏出手机拨出一个电话。看来这几天没工夫收拾宁家这几个杂碎，今天竟敢在我面前起脸嘲讽，看来得给你们点压力，不然都分不清谁是大小王了。喂，是吴先生吗？我这里有一个大新闻，夏邑传媒高层与女明星聚众碰了不该碰的东西。